我不想有钱有势，只想和你平凡的过下去。你这个回答模棱两可，你只说不想有钱有势，那万一有了呢？还想跟我过下去吗？我想，只要你想跟我过下去。他还是没回答之前的那个问题，他会不会三妻四妾，左拥右抱？沈乔也不想钻牛角尖了。我要去推销我的淀粉啦。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何必纠结于男人回答的问题呢？沈乔斗志满满，扛着淀粉跑了好几个大酒楼，前2家酒楼将他轰了出去，第3家酒楼叫美味斋，老板娘是个女人。当看到土豆粉和山芋粉丝时，瞪大了眼睛。这是啥玩意儿？沈乔先和他聊了会儿天，等熟悉了后，又掏出自制的火锅底料，将烫土豆粉和粉丝的方法告诉了老板娘。老板娘姓林，人称林英娘，虽长得纤纤弱弱，做事却果断麻利。沈乔先盛了1小碗土豆粉，让他尝尝。这汤底到底是用什么做成的？还有这个软软糯糯的面条，就是你说的用老石子淀粉做的？对啊，这个汤底是我用火锅底料做的，是独门秘方。还有你吃的土豆粉、山芋粉丝，全部是我的独门秘方。林英娘敢保证，她说的火锅底料若是放到美味斋售卖，绝对赚得盆满钵满。沈乔留下一小部分淀粉，并教给林英娘如何在炒菜时使用。火锅底料也只留下3天的量，让她试着售卖一种叫火锅的东西。如果卖得好，就去回春堂找姓沈；如果卖得不好，就当他没来过。这种好事儿，英娘当然可以接受。她隐约有种预感，她说的火锅底料绝对会大卖。从美味斋回来，沈乔喜滋滋地回了回春堂。回春堂的生意还不错，谁有个头疼脑热、月经不调的，周来找裴衍看。忙活了一个下午，总算停下来歇会儿。裴衍的脸色有些黑，他继承父亲的衣钵，不是为了光给女人看病，怎么没有疑难杂症找他？掌柜的，当归、川穹、白芍、熟地黄都没有了。对了，益母草也所剩无几。今日看病的好不容易多些，既然全都是女人，是女人就算了，全都是瞧那种病的，我们2个大男人都不好意思了。明日挂上牌子，就说回春堂不瞧女人病，本人不擅长妇科。我这就挂上去。挂什么挂？医者眼里不分男女，这是你们的职业道德和操守。这老板娘不让挂。不让挂，那你来看。真晓得他看个病有多尴尬。今日来看病的大多是女人，甚至有说胸痛有肿块的。当时他尴尬的脸红到了脖子根儿，开了药方子递给病患，谁知病患竟然说他不负责任，不摸一摸如何能知道病根儿？我又不是大夫，怎么看？再说了，女人的钱最好赚，干嘛要放弃这么优质的大客户？你乐意我天天跟女人接触？如果能赚到钱的话，接触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你身为医者，眼里不应该有男女大忌。裴衍猛地坐起来，脚下的凳子被他带倒在地，脸黑如墨，朝丸子吩咐道：打烊了，不干了。掌柜的，咱们刚开业，可不能关门呀。谁说我要关门？我说的是打烊，没看到天色已经晚了吗？回去的路上，裴衍赶着牛，一路上不发一言。你咋回事啊？跟个闷葫芦似的。我说错话得罪你了？裴衍没有正面回答。骆宾也是大夫，如今是犯人家眷的身份，不能种地，也不能自己开诊，不如让他去回春堂帮忙，妇科的问题交给他管理吧。回去我问问他的意见，说他愿意的话，那些女人看病你就不要插手了。好，笑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说你以后3妻4妾，我就养3夫4君，你纳1个妾，我养2个君。不行。裴衍的好心情突然没了，眉眼阴翳的可怕。他知道这个女人说到做到。凭什么准许你3妻4妾，却不允许我呢？太不公平了。我不会纳妾，永远不会。这男人在向他表白吗？在承诺他吗？紧接着裴衍又道：娶你一个，家里已经鸡飞狗跳了，再多个女人，我焉有命在啊？沈乔无语，刚泛起的甜蜜旖旎，刷一下被冲洗得干干净净。去你丫的，嫌我烦，咱俩合。梨字还未说出口，牛车一个颠簸，裴衍从那头直接往沈乔身上滚去。平常身强体壮的男人，如今弱得跟鸡仔似的，死死抓住沈乔的胳膊不放手。老牛今日也不知发了什么癫，颠簸过后开始撂蹶子。裴衍抱住沈乔，从牛车上滚落在地上。好巧不巧的，沈乔朝下，裴衍怕坚硬的土地硌伤他的头，伸出双手去抱沈乔的脖颈，谁知没把握好力度，两人的唇竟然紧紧地贴在一起。沈乔蓦地瞪大了眼睛，脑袋里就像放了烟花，炸得噼里啪啦响，率先反应过来去推男人，却无论如何也推不动他。
裴燕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，热烈的吻逐渐落下，滑嫩的舌尖卷入口腔，恍惚间陌生的涌潮逐渐淹没了理智。沈乔意识到还在大路上，这男人怕不是昏了头，眼睛一闭，牙关用力咬上去，铁锈的味道布满口腔。裴燕吃痛放开了他，沈乔抬脚踹过去，裴燕急忙一抓，将他的脚握在手里，怕他另一只脚再踢过来。裴燕腾出一只手握住另一只脚，这个姿势，你别踹我，我就松手。我不踹你，我说到做到。裴妍小心翼翼地放开他，在沈乔没反应过来时后退2步，急急忙忙去追自家牛车。这男人就是故意的，趁机占我便宜。占便宜就占便宜吧，干嘛不在自家屋里啊？说不定我半推半就就答应了，偏偏在路上撩我，要命！对不住啊，路上有个坑，一不小心才对你。好好赶路，我要睡一会儿。差一点，刚才就差一点点，他就回吻。可那个男人经常说他厚脸皮，所以他不能主动，绝对不能主动。那女人这么讨厌跟我亲密接触吗？我记得以前她一口一个相公，叫得香甜啊，恨不得扑到我身上去。如今怎么这么抵触？莫非心里有别人了？那她心里还藏着谁啊？总不会是宋青雨吧？瞧她额前的粉劲儿，应当心里没她了才对。莫非是玲玲嘴那个姓白的？2个小家伙下了学，裴璇坐在屋檐下，正拿着一本书，摇头晃脑地背着《三字经。裴珠捂着嘴笑话他：哥哥好笨，我都会背了，他还不会。我要不是练大字，早就会背了。你的字练好了吗？写得跟狗爬似的。要你管！裴珠掰着一只眼睛，吐着舌头，朝他哥哥做鬼脸。你过来，我保证不打你。就不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长得还没我高呢。好委屈，好心塞，好想哭。我明明是哥哥，长得却没妹妹高，平日吃的也不少，为啥就是不长个？沈乔进门就看到裴璇捂着脸哭泣，裴珠不停地哄他，嘴里说着对不起，我不该嘲笑你之类的话。裴璇心里更加难过了。小珠，你哥哥怎么了？娘，今日我不小心嘴瓢，说了句哥哥没我高，哥哥不大开心了。沈乔将裴珠说了一顿，坐在裴璇旁边开始哄他。小轩，妹妹是姑娘家，姑娘家会先长个，你别着急，过不了几年，你的个头啊就会像爹爹一样高。娘就别安慰我了，学堂里都嘲笑我是个小矮子，还没有妹妹高呢。明明她比我晚出生一炷香，为啥我就是长不过她？是不是我吃的不够多？那我以后多吃点饭。娘这里有一套快速长高的方法，就是不知道你用不用。娘，我用。首先呢，你要好好睡觉，每日虚时睡觉，脑子里不要胡思乱想。最主要的是要早起跳绳，娘相信啊，不久之后你的个子就会窜得老高。娘，真的吗？小家伙开心地蹦起来，刚刚抽噎的鼻涕因为兴奋没忍住掉下来，窘得裴璇捂着脸钻进了房间。晚饭后，沈乔到前院找骆冰，将回春堂的事给他说了。骆冰非常乐意去回春堂帮忙，并说1分钱工钱也不要。沈乔跟他拉扯了几下，语气不容置否。工钱还是要给的，若是不要工钱，那就请别人了。那行吧。骆冰也没推脱，直接答应下来。一夜无梦，沈乔睡得超级香，伸了伸懒腰，打着哈欠下了床。早饭，沈乔煎了葱油饼，煎了2个荷包蛋，大人吃稀饭，小孩喝牛奶。你在哪儿弄的牛奶？隔壁村买的，他家养了头奶牛，你快点吃，吃了好去县城。今日骆冰就去回春堂帮忙，到时候工钱你看着开。哦，知道了。裴岩咬了口葱油饼，焦香的外皮混合着夹满肉馅的葱花，好吃吧？裴岩满意的点点头，含糊不清的回答着好吃。对了，最近几日我就不去县城了，你呢？抽空去县城看看，哪里有卖牛肉的，最好有会屠杀宰牛的那种。打听好价格后回来告诉我。如果这几日有一位叫林英娘的来找你，你回来后也告诉我。我就说今日的葱油饼怎么做的这么香，原来要安排事情给我做呀。不想帮忙就算了，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。吃人嘴软，再说了，娘子大人吩咐，我肯定乖乖照办啊。我做的葱油饼是咸的，又不是甜的，这张嘴跟抹了蜜似的。甜不甜需要尝过才知道。裴燕突然捏住他的下颌，指腹按住他的下唇，男性荷尔蒙铺天盖地的袭来。沈乔未来得及反应，唇上突然感觉到一股柔软的触感。沈乔的脑子忽然炸开，炸得他回不过神来。这男人又吻我，又吻我，是他疯了还是他疯了？
我没看见，我没看见。骆宾刚过来就看到这高甜一幕，吓得他赶紧双手捂眼，跑到了门外。一股葱油味儿，什么甜不甜，就想趁机占老娘便宜。这两人真是的，一大早就撒狗粮，撑得我肚子胀。头顶被人敲了敲，骆宾抬头，正好对上沈乔喷火的眼睛。啊，你可别找我，我可不是故意打扰你俩好事的。谁让你们连门都不关啊？青天白日的也不怕带坏小孩子。这么早过来干嘛？不是你说的让我去回春堂帮忙的吗？我一大早就起来，结果你俩被狗男人气糊涂了。他已经吃过早饭，你们出发吧。骆宾高兴地咧开了嘴。好嘞，他要开始行医问药了，能不开心吗？毕竟从医是他的毕生梦想。沈乔来到张礼正家，跟他说了买地的情况。张礼正一愣，买地？分给你们那些地还不够用吗？够用够用，我就是还想买些，建个小作坊。张礼正听说沈乔要盖作坊做生意，这可是带领全村发大财的好机会，二话不说就批准了。沈乔请了几位妇人，给盖房子的工人做饭，又买了2口大锅。买菜买肉的事儿直接交给了张寡妇。2两银子说给我就给我，你就不怕我买菜的时候贪了？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我相信你的为人。这句话无疑给了张寡妇最大的鼓舞，本想贪点小便宜的心思瞬间熄灭。你放心吧，我拿你当亲姐妹处，自然不会有小人心思。沈乔笑着点了点头，便回去了。昨日裴燕回来告诉他，回春堂来了一位姓林的妇人，称是美味斋的掌柜，说面见沈乔。裴燕只能告诉他，沈乔是自家妻子，人在遥远的流放村。林英娘只好问了地址，她亲自来流放村拜访。沈乔看了看日头，这个点儿林英娘恐怕要来了。果然刚到家门口，就看到一辆马车。屋里请。上了些自制奶茶，林英娘喝了一口，眉毛双挑，赞叹不已。这是什么？这东西晶莹剔透，跟珍珠丸子似的。这是我自制的奶茶，茶叶选用的是上等红茶，配制牛奶，再加上我自制的红糖珍珠，冬天喝一杯，整个人暖洋洋的。红糖珍珠？这红糖珍珠是怎么做的？淀粉呀，不过是用木薯淀粉做的。不知今日林掌柜来找我所为何事啊？沈乔明明知道林英娘的目的，仍故意问道：就是你上次的淀粉，还有那个火锅，在我们美味斋卖的挺好的，我想跟你谈合作。林掌柜想如何合作？将火锅方子和淀粉方子卖给我，一口价1000两买断。林掌柜，火锅方子和淀粉都是我家祖传的，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要靠它吃饭的，区1000两就想买断？那你想要多少钱？林掌柜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的方子是不会卖的，我的小作坊马上就要盖起来了，您可以来我这里进货，无论是淀粉还是火锅底料，我都以最优惠的价格给您，顺便免费送您珍珠奶茶的方子。你想做源头货商，岂不是也要将火锅底料和淀粉卖给别家酒楼？林掌柜，无论做什么生意都有竞争，我存了和林掌柜一样的心思，都想将自己的事业发扬光大。林掌柜不如先和沈氏作坊签下协议，占领先机。我先订半个月的货，半个月后再重新签订文书。这个没有问题，不过火锅底料所剩不多，您需要给我3天的时间。3天就3天。两人签订了文书，林英娘便告辞了。沈乔客套送她到门口，直到林英娘不见了身影，沈乔才高兴的一蹦3尺高。沈氏作坊还没盖好，拿下了客户的订单，看来以后不愁卖不出去货了。你说的卖牛油的屠户呢？赶快领我去找。怎么那么开心啊？裴燕勾了勾唇，目光落在沈乔挎着他的手臂上。沈乔心里高兴，倒没注意这些。今日签了个大合同，不，大文书，就是火锅底料和淀粉直接供应美味斋。林掌柜只给了我3天时间，让我将火锅底料送过去。我今晚就要加班加点的做。行吧，那咱们去买牛油。裴燕笑得一脸温和，转头朝丸子和骆宾喊了一声：你俩在回春堂先忙着，我出去有点事儿。骆宾刚为病人开好方子，听到声音，探头回了声知道了。谁曾想，正好看到两人手挽着手，有说有笑的走了。半天亲不够，又跑到县城秀恩爱，无敌要是那么会就好了。骆大夫，你刚才在嘀咕什么呢？谁亲不够啊？哎，去，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子，少打听这事儿，等你成亲了就知道了。两人来到胡屠夫那里，裴远朝胡屠夫打了个眼色。你来了，牛油都准备好了。胡屠夫从里间搬出2大桶牛油，抬头问：这2日生意不好啊，只有2桶牛油，够用吗？够用。他让裴远将牛肉搬上车，笑眯眯地来到胡屠夫跟前。胡屠夫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是这样的，
我们需要大量的牛油，不知道你这里能否预定？你需要多少？很多很多。这个宰牛的数量，朝廷是要管制的，他们还要派官差盯着。这么多数量的牛油，我这儿是没有。胡屠夫，听说石渠镇是古老的游牧民族，那儿牛羊多，不如胡大哥帮忙联系联系。石渠镇的太阳部落不受朝廷管辖，倒是可以从那儿买牛油。胡大哥，麻烦您去和那边交涉交涉，我每日锁定的货物不少，胡大哥若做成这笔生意，保准赚得盆满钵满。那成，嘿嘿，我终日跟牛羊打交道，那儿的人我也熟，这事儿交给我吧。谢谢胡大哥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沈乔提出签文书。有了这张文书，胡屠夫彻底放了心，二话不说按下手印。临走之前，沈乔按照文书上的规定交了定金，总共10两银子。胡屠夫乐得大牙快呲出来，将余下的牛骨架子和猪下水全部送给沈乔。沈乔只收下了牛骨架，对猪下水摆了摆手：“那个我就不要了，您留着慢慢吃吧。”嗨，跟我客气啥呀？猪下水本就不值钱，送你了，送你了。我真不要，我真不要。胡大哥，你太客气了，留着自己吃吧。两人拉拉扯扯，你来我往。裴衍放好牛油回来了，抬眼就看到拉拉扯扯的两人，眸子瞬间暗了。你俩在干什么？嘿嘿，你们是我大主顾，牛骨架和猪下水都送你们了，甭跟我客气啊，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，再客气我可要生气了。多谢胡屠夫美意，猪下水我很喜欢吃。沈乔被雷住，他没想到裴衍还有这癖好。回去的路上，沈乔鼻孔里塞着2坨纸，瓮声瓮气地对裴衍说：“猪下水是你要留下的，洗也是你洗，若是洗不干净，你直接吃猪食。”人家如此美意，若不收下，岂不显得矫情了？他也不想收下的，奈何胡屠夫送猪下水太热情，大庭广众之下跟他的女人拉拉扯扯，沈乔不在乎，他可在意得紧。就你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反正你洗啊，如何做成美味可以交给我，但我是绝不会尝一口的。两人到了家，沈乔拎着牛骨头就走，裴衍端着一盆猪下水也进了院子。王氏看到猪下水，开心地瞪大了眼睛：“哎呀，这玩意儿我可爱吃了。”说着从裴衍手里接过盆，非要冲到河边去洗。奶奶，裴衍说他喜欢吃，更喜欢洗，交给他吧。这孙女婿也爱吃，快去洗。裴衍满脸抗拒，眼睛都不敢在猪下水上停留。快去，我爱吃，我也喜欢洗，交给我吧。不行，就让他去洗。沈乔敢保证，胡屠夫听说裴衍爱吃这玩意儿，以后来送货时绝对会将卖剩下的猪下水带过来。裴衍不是要面子吗？如果不亲自洗，还以为人家做顿饭多么容易呢。裴衍端着盆儿站在原地不动，如果王氏去洗，万一洗不干净怎么办？毕竟年纪大了，老眼昏花实属正常。而沈乔更加不会去洗，自己做的孽自己尝。我去洗，保准洗得干干净净。快去，洗干净了给你做卤味。沈乔说完就进了厨房，王氏也跟着进来。妮儿啊，孙女婿如今怪听话的，你让他去他就去了。从前剑拔弩张的两人，如今竟然能消停下来。最关键的是，孙女婿越来越听孙女的话，让他干啥他干啥。他说了他喜欢吃，以后咱家会经常看到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哎呀，这玩意儿我可爱吃了，就喜欢那股臭味儿，香臭香臭的。河边裴衍一边呕吐一边洗猪大肠，他后悔了，他完全可以直接丢在半路的，为啥非要将他带回家？带回家就算了，那女人让他洗，他就乖乖的来洗了。仅限客栈，陆慎行看着一大桌子美味珍馐，毫无胃口。去流放村住了几天，也没查到偷黑匣子的是何许人也，平白无故的还被王二那家子恶心到了。大人，我们的人查到偷黑匣子的人就隐匿在流放村，我们查不到具体是谁，恐怕此人惯会乔装打扮，咱们无法识破他的身份。王二虽然是个小人物，恐怕没有那么大胆子来算计本官，恐怕背后有些势力，也不知道跟那人有没有关系。大人，小人查了，王二背后没什么势力，就是他的姘头撺掇的他。他的姘头怎么了？难道背后有不为人知的势力？他的姘头是流放村的暗娼，背后确实有些势力，但都是些阿杂的势力。那暗娼他竟然敢肖想大人，才让王二下药算计大人呢。这种小人物就先让他蹦跶一会儿，若再碰到，直接杀了了事。当下任务是赶紧找到黑匣子，从而查到世子的下落。大人说的是。去流放村见老师。是。陆慎行和黑衣到达流放村时，天色微暗，他悄悄进入村子，刚到村口便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香辣味。我又闻到了熟悉的香辣味，跟上次一样，只是这次为何夹杂着一股臭味？属下也闻到了，不知是什么饭菜，想必很好吃。两人趁着夜色赶到了张玉家，小老头正牵着楚林要出门。你先去屋里坐会儿，我要去裴家吃饭，吃完再说事儿。
今日下工回来，碰巧在河边看到了洗猪大肠的裴衍，当时他正在徒手掏大粪，被张玉看到后，脸黑的不能再黑。张玉本就是看热闹的心情，才凑近了些，谁知被裴衍忽悠着跟他一起洗大肠。张玉想也不想，直接拒绝。裴衍继续诱哄，还说他家娘子能将猪下水做出花样来，保准好吃的香掉大牙。如果张玉帮他一起洗大肠，他就邀请张玉去他家美餐一顿。自从上次盖房子吃了一顿后，张玉可怀念沈乔做的饭菜了，咽了咽口水，撸起袖子，毫无形象的跟裴衍一起掏大粪。听说老吃要吃美味儿，肚子想更厉害了，非要跟着张玉一起去。大人，我也要去。你就别去了，你脸太黑了，万一吓到小孩子怎么办？黑衣无语。沈乔将猪下水卤好后，又做了一锅火锅底料，有一半是三鲜的，一半是麻辣的。听裴衍说张玉帮忙洗了猪下水，他觉得过意不去，特意邀请他们来他家吃饭。沈乔又多准备了2双碗筷，摆了2张大桌子，吃辣的一桌，不吃辣的一桌。看到陆慎行时，沈乔很意外，裴衍更意外，不过两人还是客气的寒暄着，拉开凳子让陆慎行坐在主位。快点的，给大人上茶。不必客气，我也是赶了几个时辰的路，饿得饥肠辘辘的，闻到香味这才冒昧来打扰，大家不必拘礼。这是何物？这就是火锅，万物皆可涮，油豆腐、木耳、牛肉、羊肉、猪肚子、肉丸子、蘑菇、粉条、土豆粉儿，只要在锅里轻轻一烫，保准好吃的香掉大牙。光听沈乔说，陆慎行差点流口水了，原来这就是他说的火锅，当真神奇。裴衍端着茶水过来，把沈乔往一边挤了挤，扭头对他道：大人这里我伺候着，孩子们要喝奶茶，你去做点。啊，好。大善人和张松揉着肩膀过来了。陆慎行抬眸，看到张松时怔愣了一下。舅舅既然跟裴家关系这么好，看来他被流放子弟过得也不差。这臭小子见到舅舅眼皮也不抬一下，怎么被流放了就不配做他舅舅了？你不搭理我，我也不搭理你，看谁先找谁。张松直接坐在了小孩子那桌，声称自己不能吃辣。自己洗的猪大肠吃着就是不一样啊。裴衍听到后扯了扯嘴角想笑，但看到陆慎行在场，硬生生的憋住了。他很佩服张玉，用自己掏过猪大粪的手吃猪大肠，也只有张玉干得出来，还吃得嘎嘎香。陆慎行也不客气，学着众人的样子，在火锅里涮了涮菜。刚开始吃时呛得他直咳嗽，眼泪哗啦哗啦直流。沈乔赶紧拿帕子过去，大人擦擦眼泪吧，刚开始吃是有点受不住辣的，过会儿就好了。裴衍眸色暗了暗，推开帕子，端了一碗温水递给陆慎行。温水解辣，喝2口再吃烫菜，口腔里会舒服些。帕子。陆慎行擦干净眼泪，又猛灌了碗温水，过瘾的啊了一口。真爽啊！沈乔挑了挑眉，这陆大人挺接地气儿，他不好跟男人坐一桌，直接去了小孩子那桌吃三鲜火锅。够不着就喊娘啊，小心被烫的。女孩子家的皮肤最要紧了，万一烫坏了就变成丑八怪了。变成丑八怪就嫁不出去了。裴珠有些生气，刚想嘲笑哥哥是个小矮子，以后娶不到媳妇儿，但又怕伤了哥哥的自尊心，只好嘟着嘴巴问楚林：我嫁不出去了，就让你娶我。楚林愣了半晌，抿了抿嘴唇，没有回答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以后是个人见人爱的仙女公主，今日你对我爱答不理，改日我让你高攀不起。沈乔一听这话，一不留神被火锅烫得龇牙咧嘴。看来讲童话故事需要谨慎，什么仙女公主，在古代可不能乱讲，有心之人听去了，怕是会安个谋逆之罪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赶快吃饭，若是不想吃，就喝奶茶。我就不吃，小林子都不愿意娶我了，哥哥也说我嫁不出去，我不想搭理他们了。桌上还有客人在呢，不可以那么没礼貌。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吃喝玩乐睡，别整天想些有的没的。你哥哥只跟你开了个玩笑而已。嘿嘿，我刚才假装生气呢，故意逗你们玩呢。小人精儿，真没想到啊，这不辣的火锅也这么美味，你可真是个宝藏呢。哪里，我只是舍得放料而已，料足了，鞋底都好吃。抱歉呀，刚才吃撑了，有些不舒服，我想回屋里一趟，失陪了。虽然吃完就走不礼貌，但他不想看到外甥那高高在上的架子，尤其是现在吃得满嘴油光，连个余光也没给他救。婶婶做的火锅真好吃，我长这么大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，今日谢谢婶婶的款待。哼，溜须拍马。从前怎么没发现楚林话这么多呢？
现在倒好了，问他一句娶不娶也不说，害得他下不来台。刚吃饱就开始拍马屁，咋的？以后还想来他家蹭饭呀？大人第一次吃了，想必胃部受不了。裴某这里有些养胃护胃的药丸，大人拿去吃吧。多谢你们的款待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可以找本官。不得不说这家人很细心，陆慎行不佩服都不行。瞧瞧人家溜须拍马的劲儿，一拍就拍在马屁上，哪像王二憨不愣登的算计他。大人，这是新制的奶茶，您尝尝。陆慎行接过，盯着系着围裙、脸被热气熏得通红的沈乔，忽然有些明白，为何王二和那个暗娼要合谋将他迷晕送到他床上了。貌美如花、贤良淑德，又会做饭持家的人妻，哪个男人拒绝得了？听说这女人还有些本事，打起架来毫不含糊，不仅可盐可甜，还有些凶悍。这个姓裴的男人倒是有福气，居然能娶到这么好看的女人。陆慎行有些呆，沈乔却微微皱眉。这人咋回事儿？难道不喜欢喝奶茶？完了，马屁拍在马蹄子上了。张玉在桌子底下踢了陆慎行2脚，他才回过神儿，盯着碗中的奶茶看了半晌，解释刚才的呆愣。这种东西从未见过，一时有些不解。沈乔松了口气，开始滔滔不绝地解释奶茶的制作。裴岩脸色有些阴沉，看那3个在干嘛？脸黑得跟锅底儿似的。你去看看这个女人，真是一刻也不安分。老少爷们的事儿，她往前凑什么劲儿？想要跟当官的拉关系，有我在呢，哪里轮得到她呀？3个小家伙过家家，从新郎新娘拜堂，已经演变成了包公怒铡陈世美。陈世美，你竟敢辜负秦香莲，本官便用狗头铡铡了你！王氏嗑着瓜子在一旁看热闹。错了，他们是用龙头铡铡的，不是狗头铡。曾祖母，包拯大人有3口铡：龙头铡、虎头铡、狗头铡。只有皇亲贵族才能用龙头铡，那陈世美就是个小人，狗头铡都不配用，为何还用龙头铡？话说这陈世美呀，曾经是个穷小子，他的妻子秦香莲陪他吃尽了苦头，结果他高中后娶了皇帝的女儿公主大人，公主是皇亲贵族啊，陈世美就是驸马爷，所以也算皇亲贵族，才用龙头铡铡他的。原来如此。被3个小黑脸雷住的沈乔悄悄蹲了下来，津津有味地听王氏讲戏曲故事。如果裴衍变成了皇亲贵族，为了权势抛妻弃子，那么我就带着孩子远走高飞，要么转嫁他人。唉，我最近怎么总是多愁善感，老是想到裴衍。完了，他不是要陷进去了？3日一晃而过，林英娘带人取走了半个月的货，胡屠夫赶着3辆牛车过来了。头2辆牛车装得满满当当的牛油，最后1辆车竟然全是猪下水，还有牛下水。牛下水沈乔爱吃，这一次沈乔没有客气，照单全收，很大方地将余款结算给了胡屠夫，悄咪咪道：以后碰到牛下水可以直接往我这送，我爱吃这玩意儿。胡屠夫挠了挠头笑，心里直嘀咕，这2口子真是个奇葩，一个爱吃猪下水，一个爱吃牛下水。哎，这一盆盆的是啥呀？离近一看，张寡妇惊呼一声：乖乖，全是下水呀！咋的？今中午就给匠人们吃这个？沈乔点了点头。张寡妇一阵鄙夷，又是盖作坊又是买地的，咋个那么小气，竟然给泥瓦匠们吃这玩意儿？张姐姐，今天中午咱吃火锅涮毛肚怎么样？火锅毛肚？张寡妇光听着就忍不住直咽口水。别看这玩意儿恶心巴拉的，涮火锅可好吃了，尤其是牛胃啊，不，毛肚可好吃了。你想一想啊，沈乔继续诱惑，麻辣鲜香、十里飘香的火锅，辣爽脆口的毛肚。张寡妇一脸陶醉，眼神迷离地看向前方，嘴角的口水滴答滴答往下落。回神了，吓死老娘了！1刻钟后，张寡妇推着板车来到河边，奋力将车上的2大盆下水搬下来。该死的沈大妮儿，自己想吃下水，偏偏忽悠着她来洗。张寡妇本想一口拒绝，但想到麻辣鲜香的火锅，就忍不住口水直流。半个时辰后，张寡妇提着洗净的下水过来，她干活倒挺麻利，洗得又干净又快。沈乔翻出洗干净的毛肚，翻着检查了几遍。你真行啊，洗得真干净。洗不干净吃牛屎吗？真没想到你有这癖好，老娘可不吃牛屎。沈乔没跟他计较，人家不辞辛苦洗这么干净，让他几句又何妨？开饭啦，下工啦，今天有火锅吃，来晚了没得吃啊！匠人们争先恐后的下来，顾不得洗手，便往灶棚冲。
哎呀，洗手都洗手，不洗手不给吃饭。刘成也在匠人之列，是作为裴衍的好兄弟特来帮忙的。这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，你说这叫火锅，果然名副其实啊！大冷天的吃上一碗，额头都冒汗了，干起活来也有劲儿。盖了那么多房子，做了多年泥瓦匠，就没有在哪家吃过可口的饭菜，唯独裴家回回做的可口美味，这辈子死而无憾了。各位吃的满意就行，大冷天的你们干活也辛苦，若是想吃，咱们下次再做。张寡妇将配菜摆好，小锅里的汤底也沸腾了。沈乔拉起一把凳子坐下，沈乔夹起一片毛肚，看我怎么涮。毛肚7上8下，在开的地方涮，心里大约默数10几声。涮好后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有油的地方过，把油给挂起来，这个油才香，简直是灵魂所在。光看他吃，张寡妇口水飙了3省，他忍不住学着沈乔的把式涮毛肚。半个时辰后，2个人吃得满脸通红，不停地嘶哈着热气。过瘾过瘾，哎呦，老娘这辈子都没有这么过瘾过。以后有什么猪下水牛下水的，尽管交给我来洗。其实这玩意儿一点都不恶心，真他妈太香了。1个月的时间，沈氏作坊便盖好了。沈乔早就买了不少好酒好礼，拜托张玉将陆慎行请过来壮士。沈氏作坊门口人山人海，非常热闹，就连邻村的人也来了。远远的，沈乔便看到了陆慎行的马车和那个黑脸侍卫，他赶紧朝张寡妇打手势。张寡妇心领神会，口号喊起来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大人莅临指导，沈氏作坊蓬荜生辉啊！陆慎行刚下马车就被这一幕雷住了。他也参加过不少大大小小的宴会，从来没见过如此令人尴尬而又上头的欢迎模式。大人，里面请。陆慎行点点头，在黑衣的护送下进入沈氏作坊转了一圈。大人，累了吧？喝杯奶茶吧。陆慎行刚喝完，沈乔朝骆宾使了个眼色，他赶紧拿出准备好的文房4宝。大人，能否为沈氏作坊提几个字？对方笑得实在，令人不忍拒绝。闲云流水间，沈氏作坊4个大字儿便写好了。大人，这是沈氏作坊的火锅底料，您拿回府后加水烧开就能烫菜。陆慎行很满意，对方送礼送到了他的心坎上。自从上次吃过，他便念念不忘，但也不能经常去平民家蹭饭，别人看到了指不定怎么说闲话呢。瞅着时间差不多了，陆慎行该走了，他已经很给面子了。沈氏作坊开业，他推下公务来溜了一圈，又提了墨宝，也算帮了大忙。公务繁忙，要回去了。我送送大人。裴衍回了家，脸色不大好看。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沈乔不让他参加，他很生气，非常生气。沈乔拿着陆慎行的墨宝和剪彩的画像，屁颠屁颠的来到裴衍跟前显摆：相公，你看呢？今日我要到了陆大人的墨宝，还委托赵秀才在一旁画了我们共同剪彩的画像。到时候我将墨宝裱起来当牌匾，画像裱起来挂门口。有这2样东西镇着，看谁敢打坏主意。你还要挂起来供人群参观啊？这个女人要气死我吗？要那个男人的墨宝就算了，还让赵秀才作画，将他跟陆慎行的亲密瞬间画下来，贴在门口供大家参观。你不觉得这样是很好的宣传广告吗？什么广告？就是广而告之的意思啊，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，还能震慑些心怀鬼胎的小人。听他这么解释，裴衍眉角的烦躁渐渐抚平，他平静地问：画像的事儿，陆慎行知道吗？他也允许挂上去？哎呀，我忘记问了，多亏了你提醒，不然我就侵犯他人肖像权了。万一陆大人心中不爽，一句话就能令我的小作坊倒闭。他将那幅画像卷了起来，用绳子系好，放在床头柜里，打算下次见到陆慎行时问问他老人家的意见。裴衍眯了眯眼，盯着床头柜看了一会儿，很快移开视线。沈乔出去洗漱，裴衍盯着桌上的大字，眸色复杂。转身，他进了裴玄的屋子。裴衍找了张差不多的纸，拿着笔墨纸砚回了自己屋。模仿好沈氏作坊4个字后，裴衍将陆慎行写的塞进了自己的衣袖，偷偷摸摸地将文房4宝放进了小玄的屋子。回房后，对着4个大字使劲吹，希望自己干得快些。恰巧沈乔推门进来：我肚子好饿，能不能帮我煮碗面？我记得晚饭你吃的最多，光米饭就炫了3碗，这么快就饿了？饿了，是真的饿了。最近回春堂忙，我干的活多，饿的就快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拿点别的吃的给你。
裴衍松了口气，沈乔一走，他赶紧来到桌前，翻找到夏天用的蒲扇，对着自劲使劲扇，墨迹总算干了。他卷好后放在原位，静静地等待沈乔拿吃的给他。外地逃荒来的灾民竟种植了亩产万斤的土豆，这则消息很快传到了陆慎行的耳朵里。陆慎行赶紧让黑衣去打听，当得知亩产万斤的大型土豆是在沈乔的带领下种植的，更是开心的合不拢嘴。他越发觉得这个女人是宝藏了，当下马车也不坐，阔步来到沈氏作坊。沈乔忙得天昏地暗，脚不虚浮。作坊里有几个手动搅碎机，这是他委托铁匠刚打出来的，目前正在实验中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土豆和山芋就靠这搅碎机了。从前咋没发现你这么能呢？如今咋啥都会呀？现在的我喜欢看书，书读得多了，懂得也就多了。是这样吗？张寡妇还是有些不信，但沈乔的样子不像是在说谎。刘成，你们搅动时别用那么大力啊，崩得我一头都是。今早上刚换的新衣裙，哎呦！刘成几人像是开玩笑般，不仅没有放慢速度，手上摇搅碎机的速度反而更快了。沈乔赶紧抱头鼠窜，小心撞到了一堵不明飞行物，对方稳如泰山，力道十足。沈乔被撞得差点倒地，还好他有些功夫在身上。黑大人怎么光临沈氏作坊了？听到黑大人3个字，黑衣的脸更黑了。若不是眼球够白，沈乔还以为他是煤球呢。大人过来了，在大堂等你。陆慎行长身而立，身姿笔直，宛如青松，正站在裱好的沈氏作坊大字下，眉眼黑沉沉的，薄唇微抿。沈乔见他盯着裱好的大字出神，大人的墨宝雄伟苍劲，信笔草草，势若抽刀断水，亦灼灼其华。顿了顿，观察了下对方的神色，见陆慎行仍然蹙眉，沈乔心想，难不成私自裱好挂起来，惹这位大人不开心了？无奈之下只好解释，这才忍不住让人裱好挂了起来，好日日瞻仰大人的字迹，以求沈氏作坊在大人的庇佑下生意兴隆。听说土豆亩产万斤，土豆种子和种植方法都是出自你手，就连开垦的农具也是你让人打造的。这个土豆种子是我培育出来，培育方法和农具都是逃荒路上遇到一大姐她告诉我的，不过那大姐人在何处，是生是死我也不知道。不知你可否将培育方法和农具图纸告知本官，价格好商量。哪能要大人的钱呢？大人一心为民，培育方法和农具图直接送给大人就是。陆慎行微微一笑，朝黑衣摆了摆手，对方送上2000两银票，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。他都说不要钱，陆大人非要送给他，这到底要还是不要呢？拿着吧，拿着本官才安心。听他这么说，沈乔便不客气了，笑嘻嘻地将银票揣进兜里。那4个字写得不大好，本官拿回去重新写，届时让黑衣送过来。黑衣不愧是陆慎行的狗奴才，话音刚落，他便将裱好的沈氏作坊接了下来，随着他主子阔步离去。沈乔无语，他风中流乱，不想让人挂就直说呗，干嘛找重新写的借口，还说自己写的不好？那我刚才的一顿乱夸，大人若是不想让他挂起来，直接下令让属下拿走便是，为何还要重新写？陆慎行没有回答他，而是伸出修长的手指，一笔一画地描绘着那4个大字。当手指在房子最后一笔落下后，猛然缩回手指，眸中翻涌着意味不明的情绪，语气略显激动。去见老师。锦县的医馆不多，就属妙手堂最大。听说他们祖上有人做过太医，一时间名气很大。最近不知从哪儿跑出个回春堂，开在犄角旮旯的偏远小巷，许多人都跑到那儿求病。听说那里的大夫治好了霍家的小少爷。温大夫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干什么干什么？大呼小叫的，没看到还有病人在吗？许多有钱的人都跑到回春堂去看病了，长此以往，咱们的生意岂不是要被抢光了？切，随他们抢。妙手堂经营多年，又有先帝亲手赐的妙手回春牌匾，他的师傅曾师从诡异13针的弟子，有这名声在，还怕小小的回春堂让他嘚瑟几天又何妨？过段时日他爷爷归来，自会亲自坐诊，他好好摆烂等着就是。既然少东家都不在意，药童也不敢多问。吃饭，下午再看。唉，温大夫吃饭慢，没一个时辰完不了事儿，继续等着吧。哎呀，我头昏脑胀，两眼昏花，实在没有力气等了。算了，我去回春堂吧。大夫，救命啊！什么声音？好像有人在喊。您先吃饭，
我出去看看。大夫呢？快来救命啊！药童打量几眼，被架着的那人明显摔得挺惨。他们都知道人被摔了不能挪动，他们可倒好，连背带抬的就把人给搬来了。乔丹一身的血，怕是没救了。就算救活了又怎样？人也出不起钱啊。药童眼珠子转了转，我们温大夫吃饭去了，不在这儿，你们去回春堂吧。听说那儿看诊便宜，药材价格更实惠。哎，你的意思是要把我们往外面赶啊？算了，救人要紧，咱就去回春堂吧。几人架着受伤的那人急匆匆赶往回春堂。门外的动静不小，温之云擦了擦嘴走了出来，问药童：刚才怎么回事？是有病人来吗？嘿嘿，没有，就是一群闹事儿的，我将他们打发走了。温之云点了点头，没说什么，只是大堂里瞧病的人散了大半，他有些不解。而药童心里门清，排队看病的人八成跟着他们看热闹去了。药童觉得救了也是白救，万一真死了，他们妙手堂还要担责任，被这些贱民讹上麻烦得很，不如让回春堂接手。那人若是死在了回春堂，嘿嘿，就等着关门大吉吧。回春堂，大夫，快救命，快救命啊！骆大夫，这人伤得惨重，将人放床上。骆宾赶紧上前查看，果然发现此人伤得极重，这人不仅腿骨筋断，还受了内伤。大夫，没事吧？唉，伤势太重，只怕凶多吉少啊。怎么办呀？李大娘就这一个儿子，若是没了，他可怎么活呀？哎呦，这回春堂不行啊，妙手堂都拒绝的人，肯定是救不活了。算了，还是去妙手堂吧，排队就排队，谁让人家医术好啊？架子大点也正常。我们东家或许能治，您先略微等等，他出去采购药材了，说不定马上就回来了。啊，你们东家啥时候回来呀？骆宾朝丸子摆了摆手，你去看看东家回来了没有，快去。丸子有些为难，东家去了哪里他怎么知道？可骆大夫非要让他找，他没有办法，只能各个药材铺跑一遍了。裴衍驾着牛车悠哉的赶来，正好看到丸子四处乱窜，他喊他一句：喂，乱窜什么呢？裴大夫，你总算出现了，快去救人呐！啊，救什么人？看你这么着急，难不成那人快要死了？是，裴大夫，你快去看看吧，若是救不活，怕是咱们回春堂的名声都要毁了呀。两人紧赶慢赶，赶到了回春堂，不少人对着骆宾指指点点。一个女子当大夫，还说他们东家能救治，怕不是说大话吧？这世道女子就爱说谎。妙手堂救不活的人，小小的回春堂哪有这么大能耐？霍家小少也能被救活，切，纯属侥幸吧。裴衍拨开人群走了进去。裴大夫来了。裴大夫，你终于来了。裴衍点了点头，上前把脉。须臾，他对几个匠人道：能救。他掏出银针在伤患身上扎了几下，吩咐丸子将人抬到里间，并嘱咐任何人不许闯入。天色渐暗，仍不见里间传来任何消息。有不少人好奇，朝骆宾打探：裴大夫能治好吗？裴大夫做事一向很有把握，你们若是要看病，请排队；不看的话，请离去。问话的那人噎了噎，扁了扁嘴跑出去了。他是妙手堂药童请来打探一样的，见这么长时间了人也没醒，他觉得八成没戏。他赶快回去通风报信儿。1个时辰后，里间的门被打开，人醒了，去里间看看吧。匠人们一拥而上。你醒了，有没有感觉好些？受伤的人叫李勇，他虚弱的喃喃道：我这是在哪里？我不是在修缮屋顶吗？这是在做梦吗？裴衍做了支架，将他的四肢绑住架起来，又指导匠人们做了平稳的担架，让他们将伤患抬回去休养。药吃完了，可以免费来拿。回春堂大夫就是心善呐，看病吃药竟然不收钱，这样心怀仁慈之心的大夫实在少见呐。就是，妙手堂治不好就往外推，非要推给回春堂。没想到吧，人家竟给治好了，这下脸打得啪啪响啊！人家妙手堂啊，只给达官贵人、富豪乡绅看病，哪管咱们平民老百姓的死活呀？还是裴大夫心善，你瞧见两边的对联没？人家写的是啥呀？宁可架上药生尘，但愿人间无疾苦啊！是什么样的胸襟的人才能做到这种地步啊？只有裴大夫了，真是令人佩服呀！一连几日，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，流言蜚语像长了翅膀似的，大街小巷的飞。温之云惊奇地发现，来这家医馆看病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他问药童咋回事，药童脸色难看，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温之云还是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当下脸色一沉，将药童开除，任何药堂不准录用。温之云买了不少好礼，大张旗鼓地来到回春堂，十分诚恳地来请教医术。这人看着怎么有些眼熟啊？
你来干什么呀？又想将病患推到我们回春堂来？先前的事多有得罪，都是在下管理不善导致，今日特来致歉。我们东山忙得很，不会在意这些小事的。你请回吧。敢问裴大夫在何处？他想问问那日的伤患如何救治的。我们也不知裴大夫去了何处。自从骆冰来后，裴岩总是不见踪影，不是疑难杂症他不治。温之云有些遗憾的是没见到传说中的裴大夫，没能向他讨论医术。张宇盯着挂在墙上的沈氏作坊4个大字出神，他总觉得自己有些熟悉。先前我提了4个大字送给沈乔，他说要挂在墙上镇宅，后来我发现这4个字不是我提的，虽然模仿得很像，但在勾勒之间还是能看出仿写的人花了心思。字迹看似强劲有力，实则笔势委婉含蓄，风格跟当年汝南王的字迹有些像啊。裴家、沈家，他们跟汝南王有什么关联？老师，你说咱们苦苦寻找的人会不会就在眼前呢？单凭一幅模仿的字迹，不可轻易下定论。既然有了方向，那咱就慢慢的试探，让你的人抓紧去查，咱借着机会多跟裴家走动走动。是，还回去，省得打草惊蛇，以后行事就像往常一样，该干嘛干嘛。是，老师。陆慎行走后，张玉闭了闭眼叹息。10几年过去了，总算找到你们的蛛丝马迹，希望这次不是虚妄一场。窗外露出的一个小脑袋正小心翼翼离去，被张玉发现喊了过来。你刚才听到了什么？爷爷，我什么也没听到。天哪，他好像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，爷爷不会杀他灭口吧？你是我孙子，我是你爷爷，不要怕爷爷，好吗？我刚才听到了汝南王，爷爷会因为这个杀我灭口吗？你呀你，小小年纪，脑袋瓜里都在想什么呢？整天跟个小大人似的，什么杀不杀灭不灭口的，都是跟谁学的呀？我跟别的小孩不一样，从小到大经历的也跟别人不一样。答应爷爷，今天的事儿不可以告诉任何人，好吗？好，爷爷，我一定会守口如瓶。后天就大年30了，沈乔给员工们放了假，并每人发了个大红包。他和裴岩赶着牛车去县城采购过年用的东西。两人路过首饰铺子时，沈乔顿住脚步，摸了摸空荡荡的耳垂，大过年的了，也该添置1-2件首饰。天色不早了，咱们还有许多菜要买呢。沈乔的心哗地凉了下来，他压下嘴角，没好气道：催什么催？买菜买菜买菜，你自己不能买吗？一天到晚就知道指望我。他就站在首饰铺子好大会儿了，这男人也不说去看看，就算不给他买，看看总行吧。早知道不给他买那件宝蓝底压青色袍子了，他就该穿着那件黑灰色的粗衣布衫烧火做饭。沈乔走得很快，完全没有要等裴岩的意思。到菜市场买了些菜，沈乔驾着马车一溜烟跑了个没影，只有裴岩赶着老牛在后面追赶。2个小家伙听到马儿的动静，从屋子里冲出来，双眸发亮着大叫：娘，咱家有马车了！在这个年代，谁家有辆马车，相当于70、80年代谁家买了桑塔纳一样稀奇。2个小家伙好奇地围着马车转，一会儿蹲下，一会儿站起，一会儿摸摸这里，一会儿抠抠那里。门外有响动，裴岩赶着牛车回来了。沈乔看到他，冷哼一声，转身钻进屋子。狗男人，哼，不给他买首饰就算了，还不让他进首饰铺，小气鬼，吝啬男。裴岩将猪肉、牛肉放在沈乔自制的天然大冰箱，净手后进了屋子。一抹高大的黑影挡住了沈乔的视线，他不耐烦道：离我远点！一身猪味。黑影一动不动，沈乔唰地起身：你不走我走。裴岩拦住他的去路，突然凑近，2人的呼吸近在咫尺。沈乔呼吸一滞：你干什么？你生气了？我生气的这么明显吗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生气了？再说了，他生气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明明知道他生气，还死皮赖脸凑过来问，这不是找打吗？裴岩勾了勾唇，变戏法似的摊开手掌，一只闪瞎人双眼的祥云金簪出现在沈乔眼前。祥云所指，福气所致，望娘子今后福气满满，万事大吉。裴岩一边说，一边霸道地将沈乔揽进怀里，轻轻将祥云金簪插入发髻。沈乔怔愣住，摸了摸发髻上的金簪，乖乖，还怪粗的。我喜欢。喜欢吗？喜欢，我就喜欢这么粗的黄金簪子。
我就喜欢黄金做的祥云簪子，寓意好。我是个俗人，只能送你一些俗物，娘子莫要嫌弃才好。不嫌弃，一点儿也不嫌弃。沈乔连连摆手，嘴唇快咧到了耳朵根。他也是个俗人，也喜欢黄金白银这等俗物。先前对裴衍的气烟消云散，他扶了扶头上的簪子，轻轻摇晃了下脑袋。翌日一大早，张玉腋下夹着一叠红纸，一手牵着楚林，走去找小炫、小朱，咱们一起写春联。大家都一起写春联了，他就不信裴衍不动笔。只要他动笔，哪怕隐藏再好，勾勒之间他都能找出端倪来。裴家热闹非凡，吴大善人和张松正在抢夺毛笔写春联。吴大善人率先夺过毛笔，在红纸上写了个大大的福字。想当年啊，我也是有大学问的人呐，可惜生不逢时，家道中落，要不然我也是秀才身份呐。张松用屁股将他挤向一边，撩起长袖，露出瘦骨嶙峋的手腕，执起毛笔，挥洒自如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若执笔远而急，以前笔后者胜。挥洒间，一个隶书福字跃在红纸上。哎呦，差点忘了，你曾是清水县的县令大人，也是中过进士的人。哎呀，挖了几个月的石头，差点忘了你的真材实料啊！春联就交给你来写吧，我就不献丑了，我帮老太太烧锅去。吴大善人走后，张松将红纸全部写完，大大小小的春福还有对联横批摆得满院子都是。张玉来到时直接傻了。别写了，写那么多手腕酸，让裴衍来写吧。裴老弟，别劈柴了，来写副对联休息一下。他叫我老弟。他刚才还说写这么多手酸，竟然让裴衍写春联休息一下，这人说话真是自相矛盾呢。已经写了这么多了，干嘛还要再写？再说了，我也没啥学问，写的字还不如我儿子呢。我这儿还有红纸呢，大过年的，咱都参与才有过年的气氛。咱们每人都写一个福字。来，小乔、小兵，你们也来。小乔是喊我吗？这院子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小乔？小乔可是三国美女，长得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。骆冰咦一声，撇着嘴去写春联了。他见过自恋的，但没见过这么自恋的，竟然说自己长得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。就差你们三个了，快来，都来沾沾福气。我大字不识一个，怎么写？我不会毛笔字，写的比狗牌还不如，就不要献丑了吧。我是绝对不会写的啊，打死都不写。不会写也没事儿，一葫芦画瓢就行了。咱主要目的是沾福气，以求来年顺顺当当，福气满满，生意兴隆，风调雨顺呐。我写。虽然字难看，但他也希望在大过年的沾沾福气，以求来年生意兴隆。紧接着，王氏接过孙女手中的毛笔，依葫芦画瓢，画了个比沈乔的福字还难看的福。张玉嘴角抽了抽，感觉眼睛有些辣。我的字比他俩写的还特别，就不献丑了吧？那行啊，任何人不写都行，唯独裴衍。哎呀，来，参与一下嘛，不会就画嘛。你看你奶奶写的就挺好的，你媳妇儿画的也不错啊。好吧。他无奈握笔在红纸落墨，张玉死死盯着他的手腕，观察握笔的力度，运笔的节奏快慢，最后落在那个福字上面。张玉瞳孔一缩，沈乔直捂眼睛。这鬼画符画的还不如我奶奶呢，亏我以为裴衍认识字，人长得不错，起码字如其人，书法差不到哪里去。没想到这鬼画符简直是没眼看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，你俩不愧是两口子，这俩福字能镇宅。说完吹了吹写好的字，连同沈乔和王氏的那幅一同叠吧收起来。这3幅字送给我吧，我贴在门上镇年寿。哎呀，年纪大了，就怕这些有的没的。裴衍三人无语，这是在夸人还是在损人？趁着天早，我先回去贴春联，等会儿再过来吃年夜饭。到了晚上，村子里陆陆续续传来爆竹声。吴迪买了许多烟花，正拿在院子里燃放。三小只围成一团，时不时拍手叫好。哇，好漂亮！哇，好漂亮！他们从来没见过烟花，这是第一次，当真绚烂夺目。烟花跟现在相比，简直差了10万8千里。但沈乔依然咧着嘴笑，他从来没这么开心过。这时，吴迪跟骆冰提溜着几个孔明灯回来了。前几日去铺子里买衣裳，正巧碰到走街串巷卖孔明灯的大爷，听说这玩意儿许愿灵得很，我就买了几个试试。裴衍突然凑近沈乔，
轻声问：“你想许什么愿啊？”还能是什么？当然是儿女家人康健，审视作坊，蒸蒸日上。就没有别的愿望吗？暂时没想起来。他就这俩愿望，别的还真没有。比如我，你的愿望难道没有我？有啊，怎么会没有你？裴衍一阵欣喜，你也是我的家人，我第一个愿望就是家人孩子身体康健，其中也包括你啊。这话没毛病，可裴衍就是觉得不爽。他记得小时候听戏曲放孔明灯时，女子多会双手合十，口中默念：一愿郎君千岁，二愿妾身常健，三愿如同梁上燕，岁岁常相见。再不济来个第三个愿望，愿与夫君常相守。怎么沈乔的全是发大财，生意兴隆，其他人的孔明灯已放上天空，只留裴衍呆愣在原地。傻愣着干啥呀？一起放多壮观。随着孔明灯冉冉上升，裴衍怔怔望着，嘴里喃喃：时光静好，与君语；逝水流年，与君同；繁花落尽，与君老。沈乔摸了摸脸颊，感觉有些发烫。裴衍嘴里念叨的这词儿，怎么听着都有点告白的意味。这男人什么时候满腹经纶了？没想到啊，字写的跟鬼画符似的，倒腹有诗书气自华。从小谁教你识字的呀？你读过几年书？医术和狩猎手艺谁教的呀？你猜啊？我猜不出来。算了，不猜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感觉要下雪，我要带小林回家了。明日一早还得拜年呢，告辞了。一路上，张玉心不在焉，他总感觉今日的试探有些多了，或许引起了裴衍的怀疑。他记得村里的张寡妇跟裴家走得挺近，年龄比裴家夫妇还大，多接近他，或许能打听到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将楚林送回家后，张玉让他独自入睡，还说自己去采石场转一圈。转着，不知为何转到了张寡妇的门前。张玉停在门前来回踱步，他若贸然敲人家的门，指不定明天传出什么闲话来。咋办？要不要半夜敲寡妇的门呢？张寡妇有些百无聊赖，一个人吃着饺子，心中酸楚又凄凉。若不是王赖子抢了陈二狗的媳妇儿，他家二狗也不至于这么消弭。呸！什么玩意儿啊！长得比癞蛤蟆还恶心呢！肖想老娘就算了，竟然肖想老娘的儿媳妇儿！若不是你个死赖子，老娘至于大过年的这么冷清吗？说不定他家早就添人进口，热热闹闹过大年了。张寡妇越想越生气，她要趁夜暴揍王赖子一顿。刚抄了家伙出门，就在门口碰到了鬼鬼祟祟的张玉，两人同时身体一僵。我在看星星，看月亮，你呢？揍人！大过年的揍谁啊？跟你无关。张寡妇说完头也不回，气冲冲的往王赖子家赶。张玉松了口气，还好不是揍他。他亦步亦趋的跟在张寡妇身后，走到路口拐弯时，张寡妇突然顿住脚步，张玉砰的一声撞在他的后背上。你跟着我干啥？他知道这人是谁，曾经的前任首府大人，听说背后有点势力，就连沈乔都得敬着的人，他也不敢得罪。万一脑子一热，破口骂了这位曾经的首府大人，惹恼了沈老板，他可要吃不了兜着走，他还得攒钱给二狗娶媳妇呢。你没事吧？哎呦，你这一下撞得我老胳膊老腿都断了。哎呦，上了年纪了，不行了。我领你去裴家吧，裴衍略通医术，不如让他看看，银子我来出。这样总不会有人说闲话了吧？不，那姓裴的医术不行，就连大字也不识一个，我不相信他的医术。算了，我去你家吧，随便拿点红花油给我抹抹就行了。张寡妇就怕听到这句话，她也隐约觉得这个姓张的不是什么好人，他能被流放，肯定是调戏了良家妇女。你说裴衍的医术不行？切，你怕是不知道吧？路上我们感染10亿时，能够平安来到流放村，靠的全是他的医术。人家祖上曾是神医呀，你懂不懂？张玉浑身僵住，很快缓过神来，双眼放光，上前一步，死死抓住张寡妇的手臂。你说什么？他祖上是神医？他爹是谁？他爷爷又是谁啊？向来沉稳的前任首府瞬间失了分寸。这位前首府被流放此地，果然调戏了良家妇女，说不定还是皇亲贵族的夫人呢。流放都是轻的了，这种登徒子就应该砍头。呸！双手紧握拳头，挣开张玉的桎梏，一个扫堂腿朝他下盘踹去。谁知还未碰到他分毫，便被快如闪电般的一道黑影踹飞出去。张寡妇惨叫一声，哇的吐出一口鲜血，还未来得及反应发生了什么，两眼一翻晕了过去。老爷，你无大碍吧？
哎呀！他还没问出想问的，便被黑二给打了岔。以后张寡妇见到他，岂不是像看到仇人一样？以后还怎么套出话来？黑二不明所以，他不明白为何及时出手救了自家老爷，他还那么生气？难不成他看上了这个老寡妇？黑二有罪，未听老爷指令，私自动手，请老爷责罚。行了，还好夜深人静没杀人，以后不可贸然暴露。张寡妇四仰八叉晕倒在地上，深更半夜寒冬腊月的，说不定马上就要飘雪花，也不好让人直挺挺的躺在这儿，万一冻死了也麻烦了。将他送回去。他掸了掸身上的灰尘，理也没理黑二，径直走。送回去？送哪儿啊？送他家还是你家呀？肯定是送到老爷家，老爷很少对女人上心的，还是一个寡妇，说不定啊找到了自己的黄昏夕阳红。我咋这么聪明呢？黑二二话不说，扛着张寡妇飞檐走壁，足尖轻点，在张玉到家之前，将张寡妇放到了他的床上，随后悄悄退隐远处，省得打扰他老人家。天刚蒙蒙亮，张寡妇被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找醒。张寡妇的大嗓门将楚林震醒，他揉着惺忪的睡眼走去，当看到张寡妇时，惊愕的小嘴能塞下个鸡蛋。爷爷呢？那个死老头呢？别以为当过几天大官就了不起，敢占老娘的便宜，老娘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谁在我家大呼小叫？张玉猛然惊醒，擦了擦嘴角的口水，但看张寡妇出来的方向是他的卧室，便想到昨日吩咐黑二办的事儿。黑二这个人为什么叫黑二？黑只是其中之一的特点，最主要的是人特别二。昨日不知为何，忽然窜出来一只大黑狗，将你撞晕了，无奈之下才将你带到我家来。去你大爷的！老娘的名声全被你给毁了！哎呀，没法活了呀！老娘的名声全毁了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张寡妇的嗓门不响，瞬间吸引了不少拜年的人，一个个抄着手，哈着热气，好过来看热闹。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好像是这个姓张的流放犯占了张寡妇的便宜。你瞧瞧这张寡妇委屈的，那大嗓门差点喊破了。这人虽是个流放犯，但人家以前可是大官啊，如今竟落到要占张寡妇的便宜，怕不是张寡妇贼喊捉贼吧？我看有可能。由于动静闹得太大，惊动了张理正。当他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时，笑嘻嘻地拉起了皮条。大过年的喜气洋洋，不如咱们喜上加喜好了。你看，你俩都姓张，简直是缘分呐！就让张玉入赘你家，这样啊，他还能得个良级身份。张理正隐约知道张玉不简单，看这样子，像是他将张寡妇深夜掳到家里来，不如他顺势成全他的心思，说不定以后能在陆大人跟前美言几句呢。不行，想我堂堂首府，竟然要入赘一个寡妇，打死也不要。张理正看了看四周，全是聚在一起低头窃窃私语的人，他凑近张寡妇，压低声音：流放村几百户人，规矩向来严格，像你这样贸然出现在男人的家里，就算不嫁，这名声也毁了。到时候你家二狗想娶媳妇儿都难喽。你想一想，到时候落得跟徐月香一样的名声，想融进村子里都难呐。张理正苦口婆心的劝，张寡妇若有所思。半晌，张寡妇下定了决心，咬咬牙：行，就让他入赘。指了指楚林，连同这个小崽子一起搬到我家住。楚林无语，张玉更无语。张玉脸上的表情非常丰富，一会儿扭曲，一会儿释然，一会儿勉强扯扯嘴角，一会儿闭眼叹气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张寡妇跟沈乔走得近，裴家的事儿他肯定知道不少。若跟张寡妇在一起了，去裴家打听消息的事儿就可以交给他了。入赘就入赘，大丈夫能屈能伸。小林，叫奶奶。楚林无语，张寡妇更懵逼。他儿子还没娶媳妇呢，他就升级成奶奶了。他才30多岁，就有个6、7岁的孙子了。听说这孩子读书不错，人也沉稳孝顺，拿他当小号练也不错。等他家二狗娶媳妇了，他也有了练小号的经验。乖孙子，等会儿奶奶给你拿红包啊。楚林无语，他好懵，到底发生了啥事儿？昨天还在小玄家放鞭炮，回到家便睡觉了，怎么一觉醒来多了个奶奶？大年初一的早上，稀稀拉拉的下起了雪花。古代过年，妇人们会在大年初一这天走街串巷拜年，男人们祭祖。大雪天依然挡不住人们的热情，谁家有50岁以上的老人，村子里的人相互邀着，大家一同给老寿星拜年。
53岁的王氏属于大命之年了。沈乔一家还未出门，闹哄哄的村民们便来拜年了。许多人一进门就拱手向老太太问好：“王奶奶新年好啊，祝王奶奶健康长寿。”哎呦，王老太太，这身衣服真排场，就跟大户人家的老妇人似的，和蔼慈祥，富贵端庄。王氏从未被人这么夸过，她扯了扯自己的新衣裳，脸上的皱纹勒成了一朵菊花，嘴里不停地谦虚着：“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啊，我就是一个乡下老太婆。”王老太太有福气，有大妮儿这么孝顺的孙女儿。瞧瞧你，50多岁的人了，看着跟我们没啥区别，干活麻利，腿脚利索。老太太呀，你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大家快来坐，屋里边有糖果瓜子儿。妮儿，快上茶，把你做的那个什么奶茶上了。好嘞，大娘大姐们稍等啊，马上让你们尝尝我自制的奶茶。众人喝着热气腾腾的奶茶，聊了会儿天，不知不觉将话题引到了张寡妇和张玉身上。哎呀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昨日张寡妇和那个采石场的张监工两人睡在一块儿了。张寡妇为了让大家知道，特意扩大嗓门闹了一场。这下好了，终于如他的愿了。李正做主，让张监工入赘张寡妇家，还说两人都姓张，这是老天安排的缘分。哎呦喂，一大早就看了场热闹的戏，就张监工认的那个小孙子，当场就喊了张寡妇奶奶。哎呦喂，一下子长辈分了。王氏惊呆了，沈乔更惊呆了。这才一个晚上，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事儿。张寡妇和张玉这俩人是怎么跑一块儿去的？先前的闹剧结束后，张寡妇气势汹汹地回了家，还未关上大门，张玉拉着楚灵后脚就到了。干嘛？我还没让你入赘呢，这么急急火火的拖家带口来了。李正让我爷孙俩现在过来，不然就将我们仨赶出村子，省得败坏风气。张玉扛着包袱，拉着楚林就往院里挤，不顾张寡妇的阻拦，推开一间门就要进去。哎，打住啊，那是我的房间，不许进去。不进去没地方住了，先前的房子李正要收回，我能咋办吗？不得不说，张玉的脸皮忒厚，撒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，就连一旁的楚林都皱起了眉头。奶奶，这大雪天的，你忍心让我们冻死在外面吗？奶奶长得人美又心善，将二狗叔叔送到南山少林，相信过不了几年，佛祖会被奶奶的善心所打动，二狗叔叔定会学有所成，做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你这小孩精得跟猴似的，净讲些我爱听的话。行了，你俩住进来吧。沈乔一边嗑瓜子儿，一边听着妇人们的八卦，突然手心刺痛了一下，瓜子儿全洒落在地上。咋的了？沈乔摆了摆手，说没事儿，然后就出去了。他的手心之所以刺痛，是因为他将空间里的监视器拿出来，放在了审视作坊。他催动意念进了空间，通过电脑看到了监视器上鬼鬼祟祟的身影。此人蒙着面，那女子蹑手蹑脚的来到一个大缸前，从怀里掏出一包药粉，对着大缸撒上去，然后抄起旁边的黑棍子搅和搅，谁知黑棍子刚碰到最上方的水，那女子突然抽痛起来，就跟得了失心疯一样，跳了几下踢踏舞，晕倒在地上。沈乔勾了勾唇，他已经认出那女子是谁。我领大家去沈氏作坊看看，顺便送你们一些火锅底料，下雪天就适合吃火锅，你们也尝尝味道。一大群人热血澎湃，在沈乔的带领下，急匆匆地往沈氏作坊赶。王梦娇被电棍电得四肢发麻，缓了好大一会儿才爬起来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为什么碰了一下差点死过去？莫非这个作坊里有鬼？王梦娇不敢停留，扒开门缝就要逃走，谁知大门突然被人从外被打开。沈乔刚将钥匙放进怀里，就被眼前突然发现的人吓了一跳。他一脚将不明物踢飞，然后扎进人堆里，捂脸大叫：什么东西啊！吓死我了！哎，这不是王二家的闺女吗？她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就是啊，沈氏作坊锁着大门，她怎么在这里？莫不是要偷东西？你跑到我的作坊来干嘛？我弟弟想吃土豆粉，我来看看土豆粉是怎么做的，好学习模仿一下。对，我就是来学习模仿的。你们信他说的话吗？我反正不信。我们也不信。我看呐，他就是来偷东西的。说什么模仿学习？我呸！婊子立牌坊都没他恶心。偷了东西做坏事，竟然这样为自己辩解。就是，
长那么丑，玩的还挺花。我看呐，8成是王二让他来偷的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种人就该蹲大牢。我没有，我就是来看一下，我弟弟也想吃。自从他上次受伤之后，整天哭闹。作为一个姐姐，我不忍心，这才来沈氏作坊观摩一二。沈乔冲王氏打了个眼色，他匆匆走了。孙女的意思他明白，他要赶快将李正和裴岩喊来。你真是一个好姐姐，既然你是为了弟弟，我也不好抓着你不放，不如我将缸里的淀粉送给你，如何？什么？这个毒妇啥时候那么善良了？沈乔来到他下毒的缸前，就将这1缸送给你，怎么样？难不成这毒妇发现了什么，所以才将这缸土豆淀粉送给我？好啊，谢谢沈乔姐姐，你人真好。我收下有毒的淀粉又如何？大不了不让家里人吃。这个毒妇真的蠢。就算你将土豆淀粉拿走，也不知道怎么做。今天呢，我当着大家的面做好，再将你爹娘和弟弟喊来，你们坐在这里一块吃。不要，我不要了。你也太善良了吧，人家明晃晃的来偷东西，你还要将东西送给人家。就是，这个王梦娇一看就是他爹娘指使来偷东西的。沈妹子啊，做人不能太善良哦。沈乔叹了口气，是一个村的人，小姑娘家的年龄小，人家也是为了弟弟和家人不得已才来偷东西的。这时李正带着一大群人过来了，身后还跟着叫嚣的如花和脸黑如炭的王二。谁敢欺负我女儿，老娘剥了他的皮！场面一片寂静，如花有些傻眼，只见自家女儿面色不安地坐在小凳子上。你们来啦，快坐。如花怔愣住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不应该大吵大闹的吗？怎么还客气地让他让座？张李正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当得知王梦娇偷东西时，面色一寒，正要开口训斥两句。嗨，污蔑，纯属污蔑！我女儿怎么可能来偷东西啊？少他娘的冤枉人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沈乔冲裴岩眨了眨眼，笑着面向众人。各位，梦娇说想尝尝土豆淀粉，我想着都是一个村的，这事儿啊就不追究了。现在我将土豆粉做好了，让王梦娇一家尝尝。如花吸了吸鼻子，拿起筷子想吃，王梦娇眼疾手快，啪的一声拍掉碗筷。娘，不能吃！梦娇，是你说你家人想吃，我辛辛苦苦做出来了，你却将碗筷打翻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谁知道你有没有在土豆粉里下毒？对，就将脏水泼到他身上，哪怕查出来土豆粉里有毒，那也是沈乔做的。下毒？你怎么知道土豆粉里下毒了？我就是知道，肯定是你下的。怎么可能会下毒啊？我们大家都看着呢，眼睛又不瞎。再说了，我们一打开门就看到你鬼鬼祟祟的在作坊里，说不定啊，这毒就是你下的。我说呢，他怎么鬼鬼祟祟的跑到沈氏作坊来了？还是专门放淀粉的屋子？难不成他不是偷东西，是偷毒来了？胡说八道！我明明没有，就是沈乔这个贱人下的毒，你们都向着他。沈乔却没时间惯着他了，一把薅住王梦娇的后脖颈，紧接着朝他小腿肚踢去。如花气势汹汹的来帮忙，被沈乔一脚踹飞。王氏见状，死死压住如花，令其动弹不得。沈贱人，你放开我！王梦娇仍不知死活的叫嚣，被沈乔反手勒住脖子，另一只手卸掉他的下巴，冲裴岩使了个眼色，将土豆粉拿过来，喂他吃下去。裴岩有些嫌弃地看了王梦娇一眼，端起土豆粉，皱着眉头塞进了王梦娇的嘴里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快放开我女儿！王梦娇趴在地上，不停地抠着喉咙，却无论如何也吐不出来。爹，你快救救我！土豆粉有断肠散，我会死的！你在哪儿买的断肠散？我去找卖家要解药。许愿香给的，我不知道在哪里买的。王梦娇瞬间愣住，惊恐地捂住自己的嘴巴。我说了什么？天哪，这不就是承认我自己下毒了？完了，彻底完了。梦娇还小，她不可能下毒的，她是被吓坏了才口不择言的呀。对，我没有下毒。听说中了断肠散的人会全身溃烂而死，死之前犹如万千虫蚁啃食，头顶到脚底发脓发臭，溃烂的地方会爬满蛆虫。我不要全身溃烂而死！爹娘，你快去找徐元香，那个贱人陷害我，他想一石三雕啊！娘。如花一听肺快要气炸了，他就知道是徐月香那个贱人不安好心，非要毁了他们一家才开心。抄起地上的凳子，气势汹汹地去找徐月香。此时沈乔报了官，关太爷新年被打扰，非常不爽。徐月香又将王二贪污采石场银两的事爆出来，一番彻查下来，发现王二不仅贪污银两，还沾上了人命。王梦娇又下毒害人，判了父女2人流放。
由于性质恶劣，全部流放宁古塔。王梦娇又中了毒，刚走了几十里路，就全身溃烂而死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村子里又发生了一桩喜事，那就是张寡妇召张玉入赘了。听说爷孙俩已经搬过去，两人简单办了个仪式，摆了2桌子酒席，邀请了相熟的人参加。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和老张的婚礼，咱们都是相熟的人，该吃吃该喝喝，甭客气哈。今日你真漂亮，满面春光，衬得你跟18岁的小姑娘似的。去你的！以后可不许再叫我张寡妇了，我叫铁兰，张铁兰。恭喜你了，铁兰大娘。什么铁兰大娘啊，一下子叫老了10几岁。我家闺女儿子随着小林喊张玉爷爷，按辈分我得喊他大爷，那你不就是大娘吗？沈妹子，以后咱俩各论各的，我管你叫侄女，你管我叫大姐，怎么样啊？沈乔一听，那我不干，合着便宜全让你占了，以后我就叫你张铁兰，你称呼我沈乔，公平公正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这以后可咋办啊？难不成要加戏真做？老哥呀，恭喜恭喜，咋可高兴的喝这么多酒嘛？哎呀，第一次做新郎有点紧张啊。他不能将自己的心事说出来，一不小心说成了自己紧张，张玉想将自己的舌头咬断，也不知道陆慎行知道他成亲了会是啥反应。我理解，毕竟你从未娶过媳妇儿。不过呀，这事儿我有经验，我告诉你啊，新婚夜你要这样。张玉听得老脸通红。我去茅房。说完逃也似的溜了，真没看出来张松是这样的人，平日看着正派，一副两袖清风的模样，谁曾想骨子里这么的放荡不羁。奶奶，你带着2个小家伙先睡，我来给这个醉鬼熬点醒酒汤。行，你好好伺候孙女婿，俩孩子交给我就行。刚进里屋，裴衍就开始身形不稳，摇摇晃晃的往前栽去。这男人犹如烂泥一般，整个人朝他压过来。沈乔胸膛里的一口仙气差点没憋出来，这男人就跟山一样重，趴在他身上一动不动。喂，姓裴的，赶快起来，别在这给我装死。沈乔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才将他推向一边，刚给裴衍盖上，他一把扯了下来。热，就你事多，老娘这辈子还没伺候过男人呢，又是给你洗脚，又是给你掖被子的，没事喝那么多酒干嘛？天实在是冷得厉害，沈乔也有些累，不想睡凉飕飕的小床，跨过裴衍睡在他里侧，两个人挤一挤暖和。反正裴衍醉了，啥也不知道。梦里他被一座大山压着，又闷又重又热，难受的喘不上来气。喂，你醒醒！他觉得这样下去不闷死也得热死，只能狠狠在裴衍的胳膊上掐了一把。果然这男人吃痛，放开了他。我为什么会睡在你的床上？你还好意思讲？若不是你喝醉了，跟他烂泥似的将我压推到床上来，我至于跟你挤一张床吗？现在酒醒了，赶快滚回你的小床上。裴衍撇撇嘴，露出一副我不信的表情，还扯开衣裳检查。当看到没有任何痕迹的时候，才松了口气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以为我趁你喝醉占你便宜吧？那谁知道呢？我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一个大男人，我就是想做什么，你不配合我能做吗？他现在十分后悔刚穿来时为何要厚着脸皮撩这男人，当时纯粹觉得好玩，就想看裴衍被他气得脸通红又干不掉他的模样。没想到现在他倒打一耙，竟然认为他霸王硬上弓。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裴衍心情出奇的好。你这么说就是有点无理取闹了。你要知道，一个醉酒的男人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，况且事后发生了什么，他酒醒之后也不会记得的。沈乔气得差点吐血三身，他翻身利落地将裴衍压在身下。既然你说我做了，说我不来点实际的，岂不是白白被你冤枉？来吧，来点实际的吧，不然我就是冤枉你。沈乔将他的衣服往上推了推，露出块状有力的腹肌，他的指尖继续往上探，轻轻打着转，又用那种挑衅的眼神跟裴衍对视。裴衍浑身僵住，猛地抓住他的手，引诱他的手往下挪，眼神迷离。沈乔勾了勾唇，一路朝下，听一声闷哼传来，声音低哑，带着显而易见的蛊惑。这声音像是在引诱他不受控制的低头亲吻他的喉结。裴衍浑身绷得紧紧的，身体里的那团火焰快要破防而出，即便这样仍有一丝理智压制着他，那就是他要掌握绝对的主动权，绝不能被这女人压在身下，他要在上面，要一雪前耻。他翻个身将女人压在身下，还未来得及附身上去，就被女人一脚踹了下去。他以为这女人是真的想和他就没有防备，没想到防不胜防。你以为我傻呀？就你那小心思，我一眼就看穿了。
明明是你想对我做什么，现在竟然倒打一耙，还踹我。你干嘛？你说干什么？他忽然将两人拉得更紧，话语中的热气落在他的耳垂上。沈乔僵着身子不敢动，难道今夜他和裴炎要大战一场？我没洗澡，要不让我洗个澡先？都是成年男女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来一发就来一发好了，反正我也不吃亏。想什么呢？天都亮了。裴炎穿了衣裳，指了指窗户。啊，时间过得那么快吗？刚才还天黑如墨呢，这一会儿竟然就蒙蒙亮了。王氏年纪大了，起得早，每日饮食就起来，拿着棍子在院里舞来舞去。万一两人在屋里嘿嘿哈哈被他听到了，岂不是尴尬？而且裴衍相信以他的能力，没半个时辰结束不了。这女人也是他的掌中之物，他一点也不急。美味的食物要一点点品尝才好吃。每人热腾腾的一碗青菜鸡蛋面下肚，全身暖乎乎。妮儿啊，这绿油油的青菜是哪来的？哦，那是乌塌菜，沈氏作坊后面那块地我种了不少。奶奶要是想吃，可以挎着篮子去挖。妮儿啊，这大冬天的，竟然有绿油油的青菜，还是你种的呀？你在哪弄的种子？王氏想问的正是裴炎想听的。先前逃荒的时候，无意间在山里发现的。我以为这玩意儿能充饥，就采了一些藏起来。后来在流放村安置下来之后，我就把种子给忘了。盖作坊的时候，我竟然从包袱里发现了这些种子，我也没在意，就想将它扔了了事儿。谁曾想，竟然出现了一大片绿油油的菜。那日和张寡妇张铁兰采了一些涮火锅，哎呀，那味道啊，又嫩又香的。不如中午吃火锅好了呀，我去挖些菜啊，我和你一起去挖。沈乔放下手中的筷子跟上去，边跑边对裴衍道：锅碗你来刷啊。那女人就是不想刷碗。哎，算了，不跟她计较。谁让面条是人家做的呢？王氏和沈乔一人挎着一个篮子，有说有笑的去挖菜。半路上碰到了张铁兰。你们祖孙俩干嘛去啊？我正想找你们呢。这么早来找我，我以为你起不来呢。咋的？你们昨晚没有洞房啊？去你的！一天到晚没个正形。咋的？你和裴衍没洞房过呀？老打听人家的事儿干嘛？再说了，我们是半路的老夫老妻，哪比得上你和裴衍精力旺盛啊？别胡说八道，有老人在呢。你们小年轻聊啊，我先去挖菜。这话张铁兰爱听，王氏竟然说他是小年轻。哼，我也想挖点野菜，就作坊后面那一大片，上次烫着吃绿油油的可香了。张寡妇，上次烫了你不是说你不爱吃吗？还说什么涮火锅时不吃肉，简直和蠢猪没啥区别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叫我寡妇，我现在不是寡妇了，我叫铁兰，张铁兰。真是气死他了，真想一巴掌缩在沈乔的那张臭嘴上。昨天就告诉他了，让他喊张铁兰，咋还一口一个寡妇呢？他好不容易脱离了这个身份，可不想再当个寡妇了。对不住啊，一时喊习惯了。中午，沈乔准备做一大桌子菜，喊来张松、骆宾一家。张玉带着家眷厚脸皮的来蹭饭。我本来说不来的，老张非要带着来，那就打扰了哈。你不说，张玉怎么知道我家要吃火锅？张玉来就算了，不到1刻钟的时间，外面停了辆马车，打眼一瞧，那不是陆慎行吗？那还怎么赶人？只能多准备些饭菜招待这尊大佛了。上次你说洗牛下水的工作就交给你了，来，去洗吧。大冬天的，河水都结冰了，我上哪儿去洗呀？如果你不愿意去河边，我就帮你烧几锅热水，你在这院子里面洗也行啊。我去河边洗去。张铁兰不再犹豫，扛着下水就要走，他才不要在院子里洗，下水那么恶心，他的形象还要不要了？如今他新婚燕尔的，可不想在詹玉面前落下徒手掏大粪的形象。他干嘛去了？拎着个大棍子，肩膀上扛的是啥呀？莫非要找人干架？你来的正好，你媳妇儿去河边洗牛下水了，我给你提2桶热水，你帮忙送去。天寒地冻的伤了身子，你俩以后生孩子都难。什么生孩子？小孩子家的别乱说，我都这个年纪了，已经认了小林当孙子，还生什么孩子？老不知羞吗？还有裴炎，怎么管自家媳妇儿的，竟然敢开老一辈的玩笑。张玉也跟了进来，二话不说提着木桶去追赶张铁兰。很快一大桌子菜摆满了桌。这是何物？这是毛肚。何为毛肚？
这是牛下水，我刚在河边洗的。哎呀，那味道酸爽啊！陆慎行停下了筷子，转刀其他的菜。沈乔刚开始教大家如何涮毛肚，刚开口就被张铁兰截了胡。哎，我知道怎么涮，大家跟着我做啊！知道啥叫7上8下不？来，大家跟着我一起数：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再涮一次。张玉的老脸却又黑又红，这让他想起了昨晚某些不可言喻的事情。吴大山人的眼睛出奇的尖，他疑惑地问：张老哥，你的脸为啥红了呀？是火锅太烫熏着你了吗？哟，这满面春光透着红，一看心情就不错。张老哥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，别啥事儿都推到火锅上。哎呦，你还挺押韵呢。我纯粹是羡慕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好好的一顿饭，张玉成了饭桌上的中心讨论点，窘得他四处找缝，无奈只好往桌底下钻。还真当自己小年轻啊！开2句玩笑你就往桌底下钻，亏你以前当过大官呢。张松等人拍着桌子大笑，眼泪都快笑出来了。笑，吃饭都堵不住你们的嘴，再笑啊，我将菜一扫而光，让你们吃不上。哎，行了，还不嫌丢人吗？亏他以为这个寡妇消息八卦灵通，两人昨日深入交流了一晚上，也没套出来半句话。张铁兰见到他就像是久旱逢甘霖，跟八爪鱼似的，死死缠着他不放。现在好了，好不容易到裴家来了，又在饭桌上丢人现眼，大家喝酒吃菜，能全部往自己碗里扒了吗？张玉后悔呀，他当初就不该脑门一热，答应入赘。还有黑二，这段时日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若逮到他，张玉要亲自剥了他的皮。吃了饭，骆冰和王氏争着去洗碗，张铁兰大手一挥：“还都起开，全部都交给我来洗。”吃人嘴短，该干活时要干活，不然下次再来蹭吃蹭喝就不大好意思了。大人，农具打造出来了吗？还有土豆种子，研究的如何了？收了人家2000两，出于人道主义精神，他觉得应该关心两句。若遇到什么难题，他也好及时解决。农具已经命人去打造了，土豆种子已经在温房培育，现如今发芽了。等开春暖和了，我会规划大片试验田去种植新品土豆。对了，上次你给那个肥料，我找了许多人研究，也未曾研究出是用什么做的。你还有那位商人的线索吗？想不起来了。今日多谢你的款待了。应该的。裴燕远远就看到两人有说有笑，他眸子逐渐深沉，一股不舒服的滋味涌上心头。他用力捏住波波茶杯子，在沈乔再次对陆慎行笑时，咔嚓一声响声出来。你发什么疯？好端端的捏被子干嘛？他正想问陆慎行，若以后开火锅铺子需要大量牛肉时，是否直接去太阳部落采购，官府能不能给开个卖牛肉的许可证？还没问出来就被裴燕啪的一声给打断。过来，帮我包扎。有客人在，沈乔也不好下他面子，只好乖乖的过去问：药在哪儿啊？怎么包扎？你不知道，先前身受重伤，无论是缝针还是包扎，哪次不都是他亲力亲为？怎么在陆慎行跟前就要装呢？莫非这女人真看上了身居高位的陆慎行，要舍弃我这位糟糠之夫，抛夫弃子？沈乔深吸一口气，转身进了屋。陆慎行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，在对上裴燕的眼神时，勾了勾唇，十分挑衅。他好像找到让裴燕露出马脚的短板了。这一趟果真没白来。包扎好伤口，裴燕又要喝波波茶，非要让沈乔先做。我不发火，不发火。等陆慎行走了，看我怎么收拾这个男人。大人，天色不早了，应该告辞了。裴燕，听说你们俩15岁成亲，16岁生子，应该感情很好才对，怎么看着……后面的话陆慎行就没再说了，但短短几句却硬生生刺激了裴燕。他努力抑制住揍人的冲动，扬起一抹笑。我俩自幼的缘分，如今已成老夫老妻，又不是情窦初开的毛孩子。再说了，感情好坏关你么事啊？没看到沈乔他对我百依百顺吗？哼，这人脸皮可真厚，来我家蹭饭也就算了，还跟我那人有说有笑，还大官呢！我呸，不要脸！裴燕的内心活动极其丰富，恨不得现在将陆慎行扔出去。能够徒手捏碎瓷杯，你功力不浅呢。自幼随父进山打猎，自然有些功夫在身上。那你的医术也是跟着父亲学的喽？哼，大人茶壶节来了，连我祖上3代也要扒一扒。哼，今日多饮了些酒，话自然多了些，裴老弟莫要怪罪。大人还是直呼其名为好，在下一介山野村夫，可不敢跟大人称兄道弟。陆慎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
什么也没说，上马车就走了。沈乔做好波波茶出来，看到裴衍就问：陆大人呢？怎么，你很舍不得他呀？那当然了，我还想让陆慎行帮忙办张售卖牛肉的证明呢。人就那么走了，下次再见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沈乔转身发现裴衍的眼神寒冷如冰，比周围的空气还要冷，他吓了一跳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他还没怪他呢，这男人倒凶巴巴起来了。哼，对方位高权重，人长得也不赖，自然是有吸引女人的资本。你发什么疯啊？莫名其妙的，真的懒得理你了。沈乔扭头就走，懒得看裴衍在这发疯。还未跨进院门，裴衍一把揽住他的腰，一手捂住他的嘴，将他拉进了一旁的干草垛。沈乔还未反应过来，就被裴衍压在了干草垛上。姓裴的，念在你今日喝了酒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你快放开我！青天白日的，你想让人看笑话啊？你为什么舍不得他走？谁？我舍不得谁走啊？你说陆慎行？裴衍就这么直直地看着他，一动不动，也不回答。人家是大官呀，锦城的天，我不得好好的巴结着呀。想要审视作坊做强做大，少不了要和当官的打交道。咱好不容易扒上了这尊大佛，可不能让他给溜了。你是不是吃醋了？身为一个男人，为了不让自己的头顶带点绿，吃点醋实属正常。放心吧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就算我有钱了，也不会给你戴绿帽子的。这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不听话，这女人就会给我戴绿帽子？难道这女人就对我没有一丝情意吗？你为什么非要将生意做大做强呢？我们这样安安稳稳的不也挺好的吗？虽然说挣的不多，但吃喝不愁啊。你没有理想和抱负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想在这一方天地守着儿女，守着你，安安稳稳的过一生。沈乔呆愣住，这男人是在向他表白吗？他害怕被抛弃，害怕他不要他，所以才想把人锁在身边，不让他插翅高飞。裴衍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沈乔等的心有些凉，他推了推男人就要走，忽然男人抬手扣住了他的下巴，迫使他抬起脸来，望着那张明艳的脸，裴衍春心荡漾，他觉得自己沦陷了。你干嘛？男人喉结上下滚动，突然吻上去。是，我喜欢你，我只想安安稳稳的和你过一辈子。你喜欢我，正好我也喜欢你。正因为我喜欢你，才想给我们的家庭一个安稳生活，所以我才要奋斗嘛。无论是饥荒来临，还是战乱来临，我有了足够的钱权，才有资本护我在乎的人周全。男人再次霸道地吻了上去。所以你也喜欢我是吗？对，所以别阻止我前进好吗？我也想给在乎的人安稳的生活呀。好。男人爽快答应下来，嘴角噙笑，慢慢的一点点的向沈乔再次靠近。晚上我想要，可不可以给我？他也不想发展那么快的，可陆慎行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，怕是要算计到他头上来。他可不想拿沈乔赌，最主要的是刚刚他主动亲吻，令裴衍一发不可收拾，好想将他压在身下就地正法。苍天啊，大地呀，他真没想到裴衍这个闷骚男竟然能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既表了白又想耍流氓，合着便宜全让他占了。谈恋爱也得有个过程吧，这也发展的忒快了。这个都老夫老妻了，没必要害羞。谁跟你老夫老妻啊？想得美。沈乔没好气的翻白眼，使劲推了推他。裴衍不放手。青天白日的干嘛呀？不要脸。沈妹子，粗犷的女高音传来，不用猜都知道是张铁兰在寻人。裴衍翻身松开了沈乔，靠在干草垛上曲起了一条腿，腰身微微弓起，似乎在故意遮挡着什么。你先走吧，我随后。沈乔转身就走。你们在找我啊？刚才去送陆大人了。你脸怎么那么红啊？跟煮熟的虾子似的。还红吗？摸着冰冰凉凉，热意应该退下来了才对啊。外面太冷，风吹的。你不会要抛夫弃子吧？送陆大人就送陆大人，怎么整得满面春风啊？就像跟人颠鸾倒凤了似的。别胡说八道，我的脸红明明就是被冷风吹的，怎么能跟颠鸾倒凤扯上关系啊？张铁兰撇了撇嘴，看向两人，说啥悄悄话呢，还单独把他隔开。他竖起耳朵仔细听，好像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字眼。颠鸾倒凤，你刚刚出去就是干这事儿去了？知道你的新婚之夜犹如久旱逢甘霖，但也没必要到处宣传吧。合着你俩嘀嘀咕咕的在说我呢？你俩想要知道细节呀，咱回屋关门，我仔细跟你们讲讲。张玉捂着脸到处找洞，找了一圈也没找到，只能拉着张铁兰就走。回家，省得在这儿丢人现眼。事情查得如何了？老师那里有没有线索？咱先找个隐蔽的酒楼，
属下慢慢说给大人听。他快饿死了，大人竟然找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问他这件事儿。陆慎行笑笑，从马车的夹层里摸出几块糕点，扔给黑衣。先吃点垫垫肚子，等回了锦城，本官送你一罐火锅底料。黑衣炫完几块糕点，拍了拍手，将黑三报告的事儿说给陆慎行听，包括张玉如何跟张铁兰有了牵扯的，村里人又是如何看热闹的。黑二果然很二，先让他躲断10日吧。接下来你和黑三接触即可，相信过不了几日，老师会感谢黑二。去妙手堂找芝云喝2杯。陆慎行过来时，温之云正单手撑额，纠结着心中的猜测。你唉声叹气的，想什么呢？温之云看到来人，连忙起身行礼。这里又没有外人，瞎讲究什么？该讲究得讲究，您现在身份非同一般呢，我一个小小坐堂大夫，可不得好好巴结。陆慎行直接无视他装出来的谄媚样，撩起袍子坐下来。中午吃撑了，胃部有些不舒服，你帮我瞧瞧。体内火热，胃火旺盛，我给你开点黄连清火。除了黄连就没有别的药了？他怀疑温之云是故意的，黄连那么苦，喝下去的话怕是忍受不了。不吃药也行啊，回去炒点苦瓜，熬点绿豆汤。不过大冬天哪来的苦瓜呀？为了避免让你胃遭罪，忍着点苦吧。去给你家大人抓药，3碗水煎成1碗，早点喝下，肠胃少遭罪，不然到了晚上你家大人要窜稀了。堂堂温公子，言语粗俗不堪，你的教养呢？这里又没外人，讲究那么多干嘛呀？再说了，良药苦口，我是为你好。陆慎行噎了噎，早知道找裴衍了，有沈乔在，那男人不会这么没品的折磨他。大人今日过来，只是为了让我给你开药。回春堂听过没有？你想打听回春堂？咋地？你也想去那里看病？我只是向你打听一下回春堂，怎么反应这么大？你不知道啊，今日他将今日受伤匠人抬着牌匾送到回春堂的事儿说了。那受伤的匠人内伤严重，气息微弱，我那药桶也没看错，人确实救不活了，但没想到被回春堂的裴大夫给救了。上午我将那匠人忽悠到酒楼吃了顿饭，为他把了脉，又查验了伤口。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有话就说，本官时间有限。他的内伤竟然奇迹般的好了。听匠人说，他迷迷糊糊间仿佛察觉到裴大夫往他身上扎了10几针。陆慎行蹙了蹙眉，听着也没什么稀奇的，不就是扎了10几针吗？见他一副迷惑的模样，温之云道：那人内脏都出血了，即便我爷爷和父亲合力，怕也救不回来呀。只有传说中的诡医13针才能起死回生。你说那姓裴的是什么身份？温之云说完，慢慢悠悠地为自己倒了一杯茶，刚送到嘴边吹吹，手臂蓦地被大掌死死抓紧。哎呀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呀？好端端的抓我手干嘛？跑到内室脱掉裤子，当看到大腿根红红一片时，才松了口气，没烫坏就行，不然温家要断子绝孙了。陆慎行怔怔地盯着地上的碎片，眼睛一动不动。我只是将猜测说出来，你至于这么激动吗？还是身居高位的大人？趁着回春堂关门，你前进去查一查。黑衣得令，咻地飞了出去。你觉得裴大夫傻吗？冷冰冰的药堂有什么好查的？有啥关键的东西，人家早就收走了。陆慎行没告诉温之云的是，今日他们去裴家蹭饭，一大桌人围着一起涮火锅时，他早已让黑衣潜进去翻箱倒柜了。黑衣的复原能力很强，即便翻了东西，人家也看不出来啥。裴炎躺在床上，摸了摸滚烫的脸颊，心中一阵甜蜜。他无比期待晚上的到来，目光直直地盯着房梁。他在想，天怎么还不黑？突然房梁上一块拇指大小的痕迹吸引了他的注意，足尖轻点，3两下跃上了房梁，判尖处有一个隐秘位置，是他专门留出来藏东西的。虽然什么也没少，但里面的东西明显有被翻找过的痕迹。想到陆慎行身边的那个黑脸怪，裴眼蹙眉。大家都坐在一块吃饭时，他偏偏去村子里转悠，现在想来，怕是转悠时间是假，潜进他屋里找东西是真。裴眼从房梁跃下，悠哉悠哉地躺在床上，晃着大脚丫子，头枕双臂，思索着晚上如何让沈乔乖乖就范。至于陆慎行的下三滥手段，他一点也不怕。猎人嘛，往往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。写的都好，我一时分辨不出谁能赢。这样吧，
让你们爹来当裁判吧。还有这个裴炎，害羞一会儿就行了，怎么躲在屋子里不出来了？难不成害羞是假，偷懒是真？裴炎，快出来带孩子玩了，躲屋里干嘛呀？裴炎咕噜从床上爬起来，急急忙忙打开门，看到沈乔一脸怒容。完了，哪儿又得罪这女人了？躲到屋里就不知道出来，地也不扫，碗也不洗，孩子也不带，你想干嘛？娘子，我错了，孩子在这儿呢，多少给点面子。娘，爹爹啥时候这么听你的话了，还主动道歉？裴玄连忙用胳膊肘捅了捅他，冲裴珠挤眉弄眼。爹一直很听娘的话，娘让他往东，他绝对不往西，你忘了？孩子说的对，从此以后我都听你的话，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。行了行了，少贫嘴了，先带孩子玩吧。玩过之后将院子里的垃圾倒了，再把鸡给喂了，我去作坊看看。保证完成娘子的任务。娘放心吧，我们会监督爹的，保证让他一样不落的干完。一家人其乐融融，楚林的内心一阵酸楚。如果他的父母在就好了，他也会有这么幸福的家。他好羡慕裴玄的家庭啊！不过老天已经待他不薄了，他有了爷爷，现在还有了新奶奶，一家人也算其乐融融。裴叔叔，我要回去了，万一爷爷奶奶等久了，怕是会担心。那我送送你。不用不用，我知道回家的路。楚林一溜烟的跑了。你们练了一下午的大字，练得怎么样？我来看看。这是我写的，中间的是楚林写的，这个是妹妹写的。爹爹觉得谁写的最好？各有千秋，实在不好分个高低啊。楚林师承张玉，小小年纪写的一手好字，而裴玄自小有他的指导，加上赵秀才教的不错，字写的也不赖。唯独裴珠写的跟鬼画符似的，那字跟沈乔有一品。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，但他不忍心伤害女儿幼小的心灵，只能违背心意了。我就说我写的不赖吧，你非不承认，非说我写的跟狗爬似的，爹娘都说我写的好。爹娘偏心你，明明你画的画跟鬼画符似的，爹娘夸你，字写的丑也夸你，天天睡到大中午也不乱说你一句。爹娘明明偏心你，啥都让你学，我也想学医术，为什么爹爹不教我？爹娘偏心你，偏心你，偏心你，偏你，偏你，你。两个小家伙吵得不可开交，裴阳捂了捂脑袋，感觉快炸裂了。从前穷得揭不开锅时，俩兄妹相互扶持，如今生活质量提高了，他俩的争吵却不断。你过来，你也过来，你告诉爹，你为什么要早起跳绳？娘说跳绳会长高，所以我才早起跳绳呢。所以没有人逼着你跳绳，对吗？裴玄点了点头，确实是这样。他不想被学堂里的人嘲笑小矮子，主要是妹妹比他高，他有些伤自尊心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，你跟妹妹是不一样的，她是个姑娘家，而你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要有男子气概，所以从小承受的就要多些，就像爹爹一样。爹爹的力气大，就要进山打猎，赚钱养家糊口，洗碗扫地样样不落，而娘和妹妹都是女子，自然要娇养些。爹，我以后长大了也要保护娘和妹妹，我要做个像爹爹一样的人，顶天立地。小猪啊，你也想学医术，对吗？是啊，从小爹爹说南越朝不允许女子从医，可是骆冰仪也会医术，娘亲也会做生意赚钱。我觉得女子并不比男儿差，我也想像哥哥一样做个顶天立地的女子汉。女子汉，这是什么新词儿？不过小猪能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也是好事，以后你要做什么，想什么，喜欢什么都要告诉爹娘，千万不要憋在心里，爹娘永远不会拿你和哥哥做对比，你们俩都是爹娘的宝贝，都是最棒的。我知道了，爹爹，我也想学医术，爹爹教哥哥的时候也要带上我。好啊，那爹现在就教你俩。天色黑沉沉的，黑衣的脸与墨色融为一体，他抱着黑匣子足尖轻点，很快到了温之云的小院。大人，你看，这么容易就找到了？确实是先前丢失的黑匣子，毫无疑问是被裴衍盗走的。将黑匣子原封不动地还回去。陆慎行说完，继续凝神看书，但思绪却逐渐飘远。南越怕是要变天了。裴衍轻轻地掀开沈乔的被子，小心翼翼地躺了上去。这女人回来倒头就睡，根本不给她机会。她伸出手臂，轻轻从后面揽住沈乔柔软的腰肢，将头埋在她的颈窝内，狠狠吸了一口。真香啊！沈乔有些热，扭了扭身子，发现被某人桎梏在怀里，猛然惊醒。下去，狗男人，给他脸了，竟然敢往我床上爬！裴衍蹭了蹭他，附在他腰间的力道不断收紧，仿佛在无声表达他的立场。他才不要下去，有些事情就要趁热打铁。白天怎么答应我的？
说好的，我让你往东，你绝不往西，现在竟不顾我的意愿了。我哪有不顾你的意愿？我只是情难自禁而已。既然你我两情相悦，为何我不能亲近你呢？沈乔扭头见他墨眸流露出小心翼翼的委屈，心跳漏了2拍。他瞬间揽住男人的脖子，使劲一拉，堵住男人的唇，并且在他身子僵住的时候狠狠咬了一口。裴衍一时心痒难耐，脑海中回想着刘晨给他看的小人书画面，俯身吻住那诱人的红唇。沈乔也勾住了他的脖颈，轻轻回吻。心妍，我们就要……突然胸前一凉，烫人的大掌在他身上放肆游走，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上衣已全部被解开。沈乔一个利落翻身，将裴衍压在身下，男人根本不给他反扑的机会，扣住女人柔软的腰肢，再次翻身将女人压在身下。正在临门一脚的那一刻，门外突然响起了砰砰的敲门声，门声急促如鼓点。裴衍脸黑得厉害，大晚上的，到底是谁敲我们家的门啊？谁啊？大晚上的，如此不识趣，居然敲我家门！我去开门，明日再战。谁跟你明日再战？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谁让男人不知好歹，非要跟我叫上下？门外再次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张铁兰的大嗓门扩声传来：“开门呐！开门呐！大事儿不好啦！”裴衍眸色暗了暗，握紧拳头。这个张寡妇最好有10万火急的大事儿，否则真的会捏死她。刚打开门，张铁兰便冲了进来。哎呦，沈妹子呀，不好了不好了，沈氏作坊着火了，快起来快起来！你说什么？沈氏作坊着火了？沈氏作坊有空间里的监视器，为何失火？他没及时发现。他和裴衍在滚来滚去，两人热火朝天，意乱情迷。他更是被撩拨得四肢发软，头昏脑胀，就算空间有提醒，也被自动忽略了。沈乔赶到时，漫天火光映红了半边天，熊熊大火仿佛发了疯似的，随风四处乱窜，肆无忌惮地吞噬着一切。四周的邻居举着水桶、木盆，纷纷灭火。张玉和陆慎行立在一旁，看到沈乔时安慰了几句。沈乔眼前阵阵发黑，他穿到古代头一遭做生意就遭人黑手。裴衍急忙将沈乔揽在怀里，转头看向陆慎行。记得沈氏作坊初建时，院子里放了10几口大缸，缸里盛满了水，专门是用来灭火用的。现在打开门，直接缸里取水灭火。天寒地冻，缸里的水早已冻结成冰，如何灭火？麻烦大人多派些人手，查查沈氏作坊起火的原因。裴衍，你带人去井边打水，那里的水应该没结冰，救火要紧，万一火势太大，殃及民房就不好了。裴衍带领一群人去井边打水，沈乔则转营到作坊的后墙，四下看了看没人，纵身一跃，跳进作坊内，从空间掏出防火服穿上，掏出水管连接洗手间的水龙头，将开关拧到最大，举起水管的喷枪，照着熊熊烈火喷洒下去，又掏出大马力灭火器，用脚踩着开关，朝着烈火喷洒。火势渐渐微弱，沈乔听到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声，大约是他们灭火来了。他赶紧将水管、灭火罐子收进空间，又掏出几颗灭火球投至火中。随着一声爆炸，沈乔跳出火坑。刚才灭火时，他的腿被烧断的房梁砸中，疼得撕心裂肺。火势渐小了，这难不成遇到神仙了？天上也没降雨啊，怎么火势忽然变小了？肯定是神仙来了，你没听到砰的爆炸一声吗？然后火势就渐渐熄灭了。黑漆漆一片，看着沈乔一身狼狈，一瘸一拐地走进来。裴衍赶紧放下手中的水桶，将他打横抱起，放置在水车旁，满目担忧。你去哪里了？腿怎么回事？刚才去查看火势，不小心被断裂的房梁砸到了腿上，幸亏躲避及时，也不知道腿断了没。你为什么要去查看火势？为何不将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呢？裴衍气得咬牙切齿，狠狠一拳砸在水车上，双目猩红的厉害。都怪我没用，他好恨自己，好恨自己什么都做不到，眼睁睁看着沈乔的作坊被烧成灰烬，恨自己没看好这个女人，就让她偷偷溜过去查看火势。沈乔装作害怕地缩了缩脖子，我腿好疼啊，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断了。裴衍摸了摸骨，又把了脉，查验一番后才松口气，还好没断，只是筋骨还是有些损伤，日后行事不可再莽撞了。作坊被烧了，咱们的活计也丢了，到底是哪个杀窃盗的眼后沈掌柜呀？莫不是如花回来了？我今儿个还看到他呢，他家女儿夫君坏事做尽，
怕不是将一切罪责怪罪在沈掌柜头上？哎呀，如花这个黑心贼婆，明明是徐远香那个娼妇害了她的女儿和夫君，沈掌柜也是受害人，他怎么敢的？走，咱们找他去，将这个贼婆子打死扒皮。众人气愤不已，气势汹汹地去找如花算账。沈氏作坊马上要开业了，初八就是个好日子，马上有活计，有工钱拿了。地窖里的土豆开了春就要发芽，他们正等着沈乔收购呢。沈氏作坊没了，他们的财路也断了。跟沈乔有仇的，除了如花，他们想不到第二个人了。沈乔蹙了蹙眉，纵火的并不一定是如花。他一个妇道人家虽然彪悍，但却没那么大本事。由于受伤，沈乔被送回家休息。裴衍又回到沈氏作坊，陆慎行派人去查纵火原因，他要去看一看。沈乔借口想休息。王氏走后，他催动意念进了空间，打开空间的电脑监控，挨个检查沈氏作坊隐藏监视器的角落，四处黑乎乎一片，但隐约看到纵火的人掀开屋顶瓦片，潜进屋内，到处撒上火油。只是夜里太黑，纵火之人又穿着夜行衣，只能看到2颗白白的眼珠，其余毫无线索。裴衍一身狼狈地回来了。怎么样，查到线索了没？作案人的手法高端，未查到任何蛛丝马迹。如花也被抓住，严刑拷打，可他死不承认纵了火，直到陆大人让人搜屋，才发现了大量火油，人证物证俱在。如花无法抵赖，他一头碰死在了墙上。临死之前喊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他是被冤枉的。我认为如花只是替罪羊，纵火的另有其人。我也这么认为，可是等他冲进去检查纵火原因时，却被陆慎行拦了下来，并让人拉开横幅，封住沈氏作坊，言任何人不得破坏案发现场。等他悄悄潜进去时，除了火油，任何线索也没发现。这事儿草草结束，如花背了锅。裴衍噎到有些难受，沈乔更甚。陆慎行今晚为何会出现在流放村？或许找张玉有钥匙相商吧。具体什么原因他大概能猜出来些，只是今晚的火起得实在蹊跷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我2人相识已久，我也曾当你是兄弟。后来鬼医谷的黑匣子丢了，陆某查来查去，竟然查到了你的身上。不等裴衍回答，陆慎行又看向他身后挎着的包袱，语出惊人道：不出意外的话，你包袱里就藏着黑匣子，这么匆忙的暴露，怕是想使用鬼医谷的医术为沈乔医治吧。张铁兰已经将裴家的祖宗18代道了个干净。哼，继续。回想起留名工程，裴老弟剑术超群，可谓百步穿杨，文韬武略样样在行。模仿沈氏作坊4字，笔画勾勒之间，颇有当年汝南王的风骨。啪啪啪，裴衍忍不住为他鼓掌。不愧是陆慎行啊，锦城有你，是百姓之福。他打过来了，如今朝中无人可用，老是埋在京城的探子飞鸽传书，南越帝要迁都锦城，百姓怕是要遭殃了。这不是我一介小老百姓可以操心的事。大人身在其位，为百姓谋福是好事。裴衍未曾直接承认自己的身份，一直不紧不慢地同陆慎行打太极。若锦城不复存在，那么你安稳的小家也注定腥风血雨。南越帝追杀你们这么多年，你一路逃荒逃到蜀地，就是想要自由身。难道你想安稳的生活被破坏，一家老小继续躲在深山老林？你可以做到，你的儿女或许也可以做到，但是他绝不会跟你赌一辈子。他喜欢我，如今沈氏作坊也没了，他定会和我一起隐居山林。要不要赌一赌？无聊。时间不等人的，世子，我能查到的，南越帝也能查到。痕也是死，树也是死。为了孩子，也为了你最爱的女人，不如在蜀地自立为王。裴衍不说话，目光望向漆黑的天空，想到裴父临终前说的话：永远不要踏出蛤蟆村。可如今他已经踏出来了，是否可以不再遵守当初的诺言？你知道8郡主和9郡主吗？他们早就已送往闼达和亲，两国开战，只怕2人早就香消玉损。还有大郡主一家，早就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。其他的郡主们更是可怜，为奴的为奴，为妓的为妓。身为男子，怎能如同缩头乌龟一般，缩在壳里一辈子？疼你害你的亲人，个个身受磨难。还有汝南王妃被一箭穿心，烧成焦炭。你的姐姐们正在深受凌辱，你真的能够享受安稳，忘记仇恨？难道你想让沈乔和他们一样，让你的儿女也……别说了，
你别说了，称王谈何容易，终究是名不正言不顺。回去之后可以直接找老师，他会将先帝遗诏的事说给你听。莫要在我身上下功夫，我要回家了，沈乔还在等我。安稳的生活是他可望而不可及的，他不想被破坏。陆慎行偏偏将他不堪的一面扒开，他想逃避，想忘却。洛冰，天色这么晚了，裴衍怎么还没回来？哟，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啊，这就想了？去你的，少打趣我。这时吴迪过来了，瞧你家的多细心，咱们两家距离2步路，他还特意来接你，真是羡慕呀。洛冰被他打趣的脸通红。裴大夫恐怕是被什么事绊住脚了，相信他很快就会回来的，到时候让他照顾你。你跟吴迪乐乐呵呵的走了，留下一人空虚寂寞冷，我不要，你陪我。裴大哥说不定在回来的路上，你让冰冰陪你，那裴大哥睡哪儿？洛冰看了吴迪一眼，满脸娇羞，嘻嘻哈哈的将院外的木桶拿到沈乔跟前。你要是有啥需求就在这儿解决，我给你拿屋里来了。那啥，我和吴迪先回去了，裴大夫说不定就在院外呢，我可不能没有眼力劲儿的夹在你们中间不走，阻挡了你们俩亲热。洛冰说完，拉着吴迪飞一般的跑开了。沈乔百无聊赖的坐在床上，掏出空间的手机看了看时间，大概晚上10点钟了，姓裴的还没回来，难不成遇到危险了，被人刺杀了？还是有人见色起意劫持了他？迷迷糊糊间，沈乔感觉有人进来，睁开眼便看到高大的身影立在床前，就这么直勾勾的盯着他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啊，马车的缰绳断了，马儿跑了，我去追他，才来晚了。缰绳挺结实的，怎么会好端端的断了呢？或许是磨损严重吧。裴衍淡淡的应了句，就回到小床上躺着。沈乔坐起身来，定定的看向小床上的男人，他总感觉今日的裴衍不对劲儿，还有他又没赶他，怎么独自跑到小床上睡了？你怎么了？我有些累，想睡会儿。眼睛最能暴露一个人的心境，他不想让沈乔担心。裴衍蓦地睁开眸子，起身来到沈乔床前，掀开被子钻了进去。沈乔怔了怔，不耐烦道：起看，回来就对我爱答不理的，独自跑到小床去睡了，现在又贱嗖嗖的钻我的被窝，怎么，我就这么好说话？让我抱一会儿。男人的语气还算温和平静，但拥抱的力度紧得像是要将他挤进身体里。沈乔被勒得喘不过气来，咳嗽了2声，裴衍松了松手臂，语气落寞紧张：对不起，勒疼你了。今日的你很不正常，是外面遇到什么事了吗？没有啊。回答完，裴衍拥抱他的手臂又紧了紧，不安道：你不会突然消失抛弃我吧？你为何这么问？难不成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？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就是觉得心里不安，害怕你不要我。你认为的对不起你的事是什么事？所谓对不起我的事儿，就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，我绝不允许与他人共享一位丈夫。如果有一天你心里有了他人，请及时告诉我，我会腾地方。同样的，我也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。爱情要相互专一，彼此信任。你若能做到这些，我必生死相依。裴衍听后一阵狂喜，开心的心脏差点蹦出来。继续一人一偏爱，愿见余生之慷慨。说人话，说的什么玩意儿？他一句也听不懂。沈乔，这一生我只喜欢你一人，身边也只会有你一个人，绝不会有其他的女人。我也是。看着他红扑扑的小脸儿，裴衍只觉得浑身燥热，终于抵挡不住甜蜜的诱惑，上下滚动喉结，哑着嗓子道：我想。沈乔抱着腿惊呼一声，小脸皱得紧巴巴，又开始疼了，8成是止疼药的劲儿又过了。裴衍掀开他裤腿一角，查看一番，下床拿了包袱里的黑匣子。别动，乖乖躺下，我为你施针。沈乔看向黑匣子，眼神闪过诧异。黑匣子不是丢了吗？啊，偶然在当铺看到，我将它赎了回来。沈乔点了点头，不疑有他，毕竟腿疼得厉害。这么长的银针扎进去，果然不疼了，好神奇啊！你先睡吧，半个时辰后拔针。一夜无梦，这一觉沈乔睡得相当舒坦。醒来时，裴衍早已不在，床前有一张字条，写着：好好休息，勿乱跑动。接下来的几日，裴衍很忙，回春堂人山人海，全是冲他的医术来的。就连堂堂陆大人也屈尊降贵，邀请裴衍去府上为他的表妹看腿。裴衍一边为沈乔捏腿，一边将这事儿说了。你有把握治好吗？尽力而为吧。他一直知道沈乔想开个火锅铺子，想让陆慎行弄张售卖牛肉的证明，
即便他不想跟陆慎行有牵扯，但为了让对方欠自己一个人情，不得不应下了他的请求。裴言，如果你不想，可以直接拒绝，没有必要为了我委曲求全。别胡思乱想，腿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真没看出来呀，你的医术不错呀，怪不得人家叫你裴神医。裴岩给他洗了脚，擦洗了身子。沈乔难得享受别人的伺候，悠哉悠哉地枕着双臂哼小曲儿，完全没注意到眼前的男人双目猩红，喉结滚动，沙哑着嗓音道：娘子，我想也不可以，想也有罪。我一个受伤未愈的病患，你好意思啊？裴岩没理会他的小性子，俯身靠近，轻而易举地牢牢封住他渴望的红唇。裴岩不管他如何反抗，霸道的欺身上前，一手揽住他的细腰，一手按住他的后脑勺，撬开背齿，攻城略地。小乔，可以吗？沈乔点了点头，腿痛就痛吧，痛并快乐着。裴岩再次吻了上去，沈乔双臂揽住他的脖颈，轻轻回应着他。初春的天气有些冷，但架不住屋里的温暖，燥热的浪潮一阵高过一阵。沈乔就像一只泡在温泉里的青蛙，不停地滑呀滑呀，滑呀滑。他想翻身游一游，却被人禁锢在身下，动弹不得。抬手之间好像摸到了什么，他抓了抓，想要翻身。乖乖躺着，我来就好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沈乔支撑不住，困了过去。他靠在男人的胸膛，浑身没有一丝力气。他有些不明白，明明他一动没动，为何这么累？沈乔起来时，天色早已大亮，塌了些下地。裴岩眼疾手快扶住他，别摔了。沈乔无语，他活动了下腿，小腿肚果然不疼了，果然打通了任督二脉，百病痊愈。沈乔惊喜地回头，想告诉他能正常行走了，结果发现裴岩正用一种自我怀疑的眼神盯着他，然后又低下头看了看自己，有些颓废地坐在了床上。裴岩早就听刘晨和吴迪说过，他们家女人事后第2天都下不来床，甚至3天腰腿发软，四肢无力。为何沈乔活蹦乱跳？难道他出的力不够？还是说裴岩再次低头看了看自己的？他这点还挺自信的，他敢对天发誓，他的能力绝对远超刘晨和吴迪2人。只是沈乔怎么跟他们的女人不一样？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昨晚累坏了？裴岩无语，这话问的他反倒成了弱势的一方。我很好啊，你呢？我感觉通体舒畅，精神倍增。你们中医讲究阴阳调和，百病不生，这才一晚上，我的小腿就不疼了。嘿，多亏了你呀。你说的对，晚上咱们继续。去你的！今日怎么还不去回春堂？待会去锦城找陆慎行。我跟你去，我也想去锦城看看，你带我去吧。你还没好全，路途遥远，不宜奔波。不行，我要去。听话，等你好了再带你去。带我去嘛！不带我去我生气了。带你去。翌日一早，裴岩驾着马车去了陆府，沈乔也跟着。哎，走，哪里来的乡野郎中啊，竟然敢给表小姐瞧病！告诉陆慎行，若他不亲自来迎接，我们夫妇2人绝不会再踏入陆府一步。放肆！大人的贵客，岂容你如此怠慢？还不滚下去领罚！开口是黑衣，身后跟着陆慎行。他扬了扬手，黑衣立刻将那门房拉了下去。凄惨的求饶声传来，陆慎行充耳未闻。真是对不住，昨晚已经吩咐过门房，谁知他竟不拿本官的话当回事，是本官的错。高门大户自古以来狗眼看人低，陆慎行身居高位，他家的下人自然会狗仗人势，只是没想到他竟然朝裴野屈身道歉。难不成裴野的医术已经好到令高官尊敬的地步了？人性的丑恶往往畏惧的就是身份和权力，就算是门房也不例外。本官早已交代清楚，他仍然我行我素。陆某想，若裴老弟换上一身象征权力地位的衣裳，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？沈乔顿住动作，暗暗深思陆慎行话中的深意。裴岩却脸色微变，越说越偏，再聊下去岂不是要在沈乔面前暴露他的身份？大人不是让在下为表姑娘看病吗？一早不宜迟，现在去吧。陆夫人见到裴岩时，先是惊诧了一下，她有些怀疑地看向自家儿子，仿佛在问这么年轻的大夫靠谱吗？陆慎行低头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，他诧异地看了裴岩一眼，然后客客气气地将人领到周小姐的住处。
又麻烦表哥为我请大夫了。只是我这腿……你的腿呀，一定会好的。你表哥为你请了神医，别看年轻，医术却远近闻名呢。多谢表哥费心了。裴岩检查完伤势出来，怎么样啊？能治好吗？能是能，只是所需药材价值千金，怕是不好找。能救就行，能救就行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们都愿意。接下来，裴衍为周婉施针，非要沈乔陪着，说什么男女授受不亲，为了女儿家的声誉考虑，有些地方需要沈乔帮忙。我的腿倒真能治好？你心里不清楚。周婉闪过一丝心虚，眼珠子转了转，随后掀开被子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这位神医，我知道您神通广大，求求您不要将此事告知夫人和表哥，求求您好不好？他的腿刚才我看得很清楚，这个什么表妹下床时腿脚利索的很呢，难不成他在装病？我对表哥一见倾心，自从冒死救下他后，人人都知道我会嫁给他。可如今我早已名声尽毁，若此事再暴露，我将会失去唯一的温暖。陆夫人待我如亲生，我不想失去这最后的温暖，求求你帮我隐瞒真相可好？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你只是善意的谎言，并非故意欺骗。若是有朝一日陆大人和陆夫人知道，他们一定会原谅你的。娘子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沈乔怔住，眼神瞥向跪在地上的女子，对方声声如泣，哭得实在可怜，只好干巴巴回了句：是这么个理儿，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但欺骗人总归是不好的吧？况且一瞒了那么多年，有啥事儿不能当面说呀？非要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，让别人愧疚。我是看不上周婉的所作所为，但自家相公想替人隐瞒，小姑娘哭得又可怜，我又何必多管闲事呢？哎，陆夫人给的1000两，我可不想被收回，咱们就互相隐瞒。周婉怔愣住，她都想好如何鱼死网破了。这姓裴的倒识趣儿，还是才博动人心呢。就是这位裴大夫的娘子，看着不怎么识趣儿。周婉跪在地上感激涕零，还说以后裴大夫的大恩大德没齿难忘。裴岩假意施了针，沈乔扶着满头大汗虚弱无力的他出来了。用尽毕生所学，才堪堪保住他的腿。回去后我要研制些药材，做成药丸后送到府里来，每日按时服药，不出1月便会痊愈。陆慎行看着他，眸光深深，十分诚恳地击了一礼。多谢，举手之劳。沈乔扶着虚弱的裴岩往外走，陆慎行非要让他留下设宴款待。不了，我还要购买些药材呢。周小姐的腿耽误不得。瞧瞧人家多敬业，沈乔若是不知道里面的弯弯绕绕，恐怕感动的要哭了。裴岩最近忙得脚不沾地，有好几个晚上未曾归家，沈乔同样也忙，根本没时间顾及他在干啥。直到有一天，张铁兰嚎着大嗓门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来找沈乔，说张玉不见了。张铁兰说张玉已经好几个晚上不见人影，采石场也找不到他，楚林也不知道他爷爷去了哪里。或许他遇到了棘手的事要处理，说不定过2天就回来了。直到第2天，骆冰从县城急匆匆回来，沈乔有些不理解，问道：大中午的怎么回来了呀？回春堂不忙吗？你知道张玉去了哪里吗？沈乔摇摇头，他不知道呀。张铁兰找人快找疯了。听说汝南王世子现身京城，张玉拿出了先帝遗诏，遗诏言汝南王谋反一事乃诬陷，他谨遵先帝遗旨，为汝南王平反。如今找到了汝南王的世子，世子当自立为王，守住南越的天下。汝南王世子？汝南王世子为何突然出现？又为何自立为王？听说鞑靼人已经攻下西北10几座城，南越帝直接弃城而逃，受天下万民唾骂。汝南王世子临危受命，自立为王。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，裴衍踏着夜色归来，沈乔睡得迷迷糊糊，以为是哪个登徒子，掏出空间里的电柜，劈头盖脸一顿胖揍。裴衍惨叫一声，倒在地上不停地抖抖。你怎么半夜回来了？也不打声招呼，直接往我被窝里钻，我还以为是哪个登徒子呢。你想谋杀亲夫啊？哎呀，我不知道是你吗？谁让你走路连个声音都没有？裴衍死死盯着通体发黑的电棍。这是何物？这棍子长得古怪，杀伤力更是惊人，莫非是传说中的神棍？这就是一根普通的棍子，你可能累坏了，身体里的某根筋突然抽了起来。拿来我看看。给你。裴衍缩了缩手，
那种被钢针扎的感觉，他不想再尝试一次，只能伸长脖子凑近看。沈乔哈哈大笑，拿起棍子往自己身上点了点。看吧，它就是一根普通的棍子。裴衍这下迷惑了，难不成真的是他抽抽了？但为了验证，裴衍咬了咬牙，非常有勇气地接过了棍子，发现啥事儿也没有。裴衍很确定这根棍子有问题，可是看到裴衍迷惑的模样，沈乔忍不住捧腹大笑。裴衍突然放下棍子，微微弯下腰身，靠近沈乔道：我回来了，娘子就这么开心，莫不是想我想的？这人不是被电得起不来了吗？忽然靠我这么近做什么？看着他发红的眼尾和上下滚动的喉结，沈乔就知道裴衍在打什么主意。这人真是打不死的小强，这么快就恢复体力了，看来电轻了。一世旖旎，衣衫散落一地，沈乔累得气喘吁吁，香汗淋漓。裴衍将他搂在怀里，吻了吻他的耳垂。我想参军当军医。室内一片寂静，裴衍低头看了看怀中的人儿，眼神划过一丝慌张。你……裴衍张了张嘴，想说你若不愿，我便不去了。好，我会等你回来。你保家卫国，我守护一方。如今国家有难，连刘成都去参军了。裴衍一身医术，能投身军中当军医，说明他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。不管前方是生是死，他都迎难而上。沈乔佩服。你不难过？没有大家哪来的小家？说敌人侵犯了咱们的国家，咱们还有咱们的孩子就没有安生日子过了。可惜女子不能从军，不然我就跟你一起去了。汝南王世子临危受命，不顾自身安危抵御外敌，他是个可敬佩的人。你去当军医，我支持。你认为汝南王世子是个可敬佩的人？大家都说他是个可敬佩的人，我就顺着大家说喽。不过什么？是否可敬佩，关键看以后。大人物的心思咱们捉摸不懂，咱不讨论了。不过张玉藏得够深呢，你若是在军中见到他，麻烦帮张铁兰传个话，告诉他被休了。亏我以为他是个好的，竟然抛妻弃孙啊！他或许有苦衷呢，也或许是为了保护他们才不得已而为之，并非有意隐瞒。你为张玉说好话，难不成你俩一路货色？你也觉得张玉做得对？我只是在陈述事实，并非为他说好话。哼，瞧你吓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俩在密谋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呢。那我走了，你会不会担心我？废话，能不担心吗？沈乔白了他一眼，来到他的百宝大缸前，掏啊掏，掏出了一件黑色的马甲，勉强能穿。裴衍盯着这个奇怪的装备，张了张嘴，刚想问这是什么，又怕沈乔吼他话多，索性闭了嘴。战场上刀剑无眼，随时都有可能丢了性命，这个叫金钟罩铁布衫，穿在身上刀枪不入。你入了战场，记得时时刻刻穿在身上。接下来3天，沈乔根本没时间同裴衍腻腻歪歪，而是拉着他不停地研制火药。随着一声爆炸，后山无人处硝烟滚滚，就连石头都被炸得粉碎。沈乔开心得合不拢嘴，裴衍激动的呼吸滞停，他深呼吸几口，才不至于让自己断了气。制作过程你都看在眼里，记住火药的步骤了吗？小乔，我怎么那么宝贝你呢？切，我还不是喜欢你，要不然才不会那么费力的为你做那么多保命的武器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想你平安无事的回来。知道了，小管家婆，我一定会好好保住自己的命，完完整整的来见你和孩子。离别那日，裴衍是跟村里的男人一同出发的，浩浩荡荡一群人扛着包袱去参军。爹，你是个大英雄，一定要平安的回来，小猪在家等着你。看着孙女婿依依不舍的眼神，王氏捂着嘴笑了会儿，背过身掀开裤腰带上的暗袖，掏出一叠整整齐齐的牛皮纸，他依依不舍地抚摸2下。孙女婿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对于奶奶来讲啊，比命还重要。现在特意将它送给你，希望对你有帮助啊。奶奶为何要送东西给我？你是我的孙女婿，送你点保命的东西不是很正常吗？一定要平安回来，别给你爹丢脸。裴衍身子一僵，看向王氏，有些不理解他为何说出这句话。什么叫不要给他爹丢脸？难道王氏知道什么？老人家年纪大了，就不在这吹冷风了。你们腻歪一会儿就行了啊，我先回去了。裴衍捏捏牛皮纸，好奇心驱使下打开看了看，突然目光骤缩，唰地合上了牛皮纸。奶奶给了你啥呀？让我看看呗。奶奶给的东西自然是保命用的，老人家嘛，
不知从哪里求了些符咒，许是保我平安的。挥手告别了沈乔，裴衍内心震惊不已。王氏给他的不是普通的平安符咒，而是摆阵图。王氏到底什么身份？南越帝派来传旨的人被拒之城外，陆慎行一袭官服，立于城墙之上。陛下有令，迁都锦城，命陆慎行收拾行宫，3月后迎驾。陛下不是弃城而逃了吗？怎么要迁都锦城？陛下已经出发，不日即将到达锦城。陆大人乖乖接旨，准备行宫，怎么那么多废话？本官未接到圣旨，放箭。你要造反？造反？本官谨遵先帝遗旨，汝南王世子已于锦城称王，名正言顺，何来造反？南越帝弃城而逃，这万千百姓于不顾。汝南王世子顺应先皇遗命称王，现已带兵抵御闼达，救万千百姓于水火，誓死守卫南越天下，何来造反？你本官暂且饶你性命，速速回去跟昏君复命。若他敢来锦城，本王定会大开城门迎接。不过进了锦城大门，是生是死，本官就不能保证了。陆慎行，你大胆，口出狂言，忤逆不道，竟然意图谋反！本官这就告诉陛下，取你项上人头！聒噪！放箭！本想留他一命，奈何废话太多，他只好自己派人将汝南王世子称王的消息散发出去。南越帝带领一众嫔妃、皇子、无数大臣，浩浩荡荡出发。刚走至1/3的路程，汝南王世子称王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他的耳朵。大胆！他敢谋朝篡位，朕可还没死呢！废物！废物！让你们查了这么久，都没有查到汝南王父子的下落，朕养你们这些废物吃闲饭的吗？陛下，汝南王世子称王，抵御闼达，这是好事儿，陛下万福啊！万福你个头！陛下，闼达骁勇善战，汝南王世子仗着几分年轻气盛，自以为有张玉出谋划策，便以为能赢得人心，赢得天下，实则他是在为陛下做嫁衣呀！为朕做嫁衣？你倒是说说看。陛下，如今朝中无人可用，闼达攻进京城是早晚的事儿，又惶恐小儿探路，抵御闼达，咱们趁机拐回京城，养精蓄锐。陛下直接一道圣旨下去，让他承袭汝南王的爵位，再随便封个无实权的官当当。届时赢了，功劳算在陛下身上；若输了，那就是汝南王世子意图谋反，到时候交给闼达处理。咱趁机割地求和，与闼达签订和平友好条约。对，朕这就下圣旨，汝南王世子自承父业，命他抵御闼达。当张玉知道南越帝又颁了道圣旨，返回京城后，气得脸色涨红。一定是秦构这个卑鄙小人出的馊主意。世子爷称王出征，若打赢了仗，昏君却得了名；若输了仗，指不定安个通敌叛国的罪名。姓秦的官会检县城的，就喜欢贪别人的功劳。呸！他大爷的！裴衍端坐于营帐内，拿着一张图纸看得认真。我说世子爷，您怎么一点也不急啊？急有什么用？当下任务不是将闼达赶出南越吗？既然圣旨来了，那我就是新的汝南王，该做什么便做什么。既然已经踏上了这条不归路，裴衍就没打算回头。他有炸药在手，击退闼达很有信心。半个月后，一阵阵沉闷的鼓声振奋人心。闼达退兵了，闼达滚回老家了，赢了！昔日汝南王果然有神兵，天佑南越，汝南王殿下威武！南王世子来了，不仅带来了神兵炮弹，爆炸时威力十足，里面更掺加了各种毒药，往闼达投掷时瞬间炸倒一大片。还有排兵布阵，别看新任汝南王年纪轻轻，阵法图研究的透彻，刚开始还有几个将领不服。当排兵列阵的队形呈现在大众跟前，他们仿佛看到了王家军的威武。殿下，末将不辱使命。杨将军辛苦了，此事能击退闼达，杨将军功不可没。是殿下的功劳，末将不敢居功。今日首战大捷，当论功行赏，人人有功，但一定要记住当兵的初衷。我们不远万里，奔战沙场，浴血奋战，为的不是造反，也不仅仅是效忠君王，为的是让自己活得更好，让自己的小家一世安稳。咱们在沙场上挣来的功劳，应当荫及家人。如果没有你妻子家人的支持，何来战场上奋战杀敌？若没有他们照顾小家，如何守护大家？汝南王威武！我等誓死追随汝南王殿下。
此次大战受伤的不少，裴衍脱下盔甲，换了身普通的便服，提着药箱忙得团团转。张玉怎么劝都劝不住。您现在不是普通大夫了，军中自有军医，怎能亲自帮士兵疗伤呢？行医是天定的使命，医者是天神的使者，上天赋予了我治病救人的使命，我怎可摆着汝南王的架子袖手旁观呢？若是让其他将领看到如何想？届时他们议论殿下没有皇室的威仪，随他们议论吧。裴炎主动给士兵们煎了药，张玉也在一旁打下手。刘成很疑惑，张玉不是汝南王世子身边的谋臣吗？怎么给裴炎打起下手来了？哎，兄弟，你是从哪冒出来的？从开始到打仗，直到现在之前，他都没有见过裴炎。人受伤了，他出来了，出来的还挺及时。无大碍吧，我来给你包扎。不用，那儿有好多重伤的人呢，你去给他们包扎吧。那些受伤的有不少是刘成的手下，由于刘成战场上表现良好，被提拔为白长。虽然9品以下，但好歹是个官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啊，那他打士兵就跟得了失心疯似的，一个炮弹投过去，全部血肉模糊，离得远的呢，就口吐白沫，直抽抽。他们之所以没有被毒气所染，完全是裴衍在喝的水里放了解药。要我说呀，男人还得上一次战场，这人生才算完整。嘿嘿，就是，我老婆孩子要是知道我这么威武，指不定敬佩成啥样呢。想想那眼神儿，嘿，老子也是上阵杀敌的人了。裴衍倒药的动作顿住，他想到了沈乔，也不知这女人有没有在想他。远在流放村的沈乔忙得脚不沾地，头晕转向。林英娘已经不满足于在小小的县城开酒楼，当得知沈乔开了家火锅铺子后，气势汹汹的要解约。我是在锦城开的，又不是在锦县，并未和你抢生意啊。再说了，咱们合约上又未曾表明我不能开火锅铺子，我们沈氏作坊的火锅底料未曾打出名气，单凭一家美味斋太局限了。那咱们合作吧，你看你又要作坊，还要开火锅铺子，又要种地，还要照顾孩子，哪儿忙得过来呀？我忙不过来，可以花钱请人啊。林英娘实在不想这条大鱼跑了，磨破了嘴皮子才让沈乔松了口。他们美味斋出力出人出钱，占1成利润。虽然很不情愿，但林英娘咬咬牙同意了。4月份的天气总爱下雨，沈乔窝在家中不出门，难得的将2个小家伙读书认字。娘，好几个月没见爹爹了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我好想他。沈乔放下手中的账本，神情同样落寞。他也有点想那个男人，也不知在军中吃得可好，睡得可香。你们2个乖乖的在家写字啊，娘出去一趟。沈乔冒着雨跑了出去。奶奶，我去锦城一趟，2个小家伙就交给你了。又走，孙女婿都说了，让你少往锦城跑，那里危险的紧呢。奈何磅礴的大雨声将王氏的声音淹没，沈乔早就驾着马车没了影。他的地窖还有不少土豆耐放，饱腹感强，不如让陆慎行派人将土豆买回，押送到西北之地，用来解决军粮之需。一路狂奔走官道，到了晚上才赶到锦城。沈乔只好找了家客栈歇下，本想进入空间换身干净利索的衣裳，却发现无论如何催动意念也进不了空间。赶紧让店小二提了一大桶热水，他洗个热水澡冲寒气。他眯了眯眼，躺在木桶中准备多套一会儿。门外响起嘈杂的声音，沈乔立即警觉，赶紧将床上的被单扯下裹紧，眯着眼睛透过门缝八卦外面的情况。这是发生啥事儿啊？遭贼了还是遇到采花大盗了？难道说今天出门没看黄历？早知道不住这家客栈。看得正起劲儿时，突然脖子上一阵冰凉，沈乔身子一僵，张了张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去，我被人点了穴，此人来无影去无踪，轻功相当了得，以至于潜到我身后都未曾察觉。不许乱动，不许吱声，否则杀了你。黑衣人别过脸去，脸色通得变红。这女人竟然没穿衣服，裹了个床单，露着白花花的肩膀和脖颈，怎么看都香艳刺激。怎么办呢？我的空间，你为何关键时候进不去啊？这时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门被猛地踹开，黑衣带着一群人搜查。我等奉命追查刺杀陆大人的凶手，尔等速速配合，不得有误。黑衣人利索地翻身掀开被子，将沈乔压在身下，他气得差点吐血3声，同时也对上了黑衣人的眼睛，深邃厌恶。你还厌恶姑奶奶？姑奶奶的名声都被你给毁了，万一被黑衣看到，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黑衣人眼眸微动，察觉到床幔外的脚步声，将身上的黑衣扯下露出肩膀，
突然俯身将沈乔压下，装作有规律的动来动去。床幔唰的被掀开，沈乔的脸被男人挡住。黑衣并未看清是谁，但香艳刺激的场面还是惊得他背过身去。干什么大半夜的掀人家的被窝？黑衣冷哼一声，吐出一句世风日下，便带领众人哗啦啦离开。你有什么遗言要说吗？看在你帮了我的份上，我可以满足你一个临死前的愿望。在他看来，这女子实在柔弱到不能自理，解开她的穴道再杀了她，岂不是更好玩？沈乔暗暗活动了下手脚，缓缓坐起身来，对着黑衣人那张脸露出一抹痴迷的笑，柔弱无骨的小手无意识地想搭在他的肩头。黑衣人微微一顿，嫌弃地躲过。你……夏侯渊眸色一深，本能地嫌恶女人靠近，正要一掌将她掐死，谁曾想沈乔手腕一转，手中的金簪唰的一声在他的脖颈大动脉划过，他竟然被这个女人骗了。看似柔弱无骨，楚楚可怜，其实是内心狡诈，阴狠毒辣。如果不是他反应快，只怕早已喷血而亡。沈乔只觉得胸口像被炸裂般疼痛无比，然后整个人不受控制般被扫起来，砰的一声，整个人重重地摔在床上，痛得他翻着白眼，差点没晕死过去。好你个阴险狡诈的女人！空间，关键时刻进不去，老天不带这么玩的。我就是想试试看这位少侠的功夫究竟有多厉害，没想到，登峰造极啊！你自己冲破了哑穴，我哪有这本事啊？还不是你这一掌未留余力，将封在我身上的哑穴误打误撞给解开了。少侠好功夫，看在我救了你一命的份上，不如咱俩……同样勾人的招数，难道指望我上第二次当？没想到阴毒狠辣的女人竟是个蠢货。少侠，你怎可恩将仇报啊？你能躲过一劫，多亏了我为你打掩护，你却想置我于死地，好令人伤心呢。我救了你，又伤了你，扯平了，如何？哼，扯平，说得轻巧。但凡见过本王容貌的人，要么挖眼，要么挖掉眼珠死去，怎么可能扯平？是吗？指尖渐渐下滑，当落到男人的胸膛处时，沈乔眸色一沉，狠狠按了下去。沈乔按压下的地方乃是人体中的痰中穴，这是裴衍教给他的。此穴乃至人体致命穴位，恐怕连黑衣男子也不知道。一指按压下去，夏侯渊身体摇晃几下，扑通一声单膝跪在地上，半个身体又麻又疼，一丝力气使不出来。哎呦，干嘛给我行那么大的礼啊？区区救命之恩而已，不需要磕头的。沈乔趁机夺了他腰中的刀，噗的一声，短刀已狠狠朝他的左心房刺去。夏侯渊噗的吐出鲜血，倒在地上一动不动。什么狗逼玩意儿，长着人形不干人事儿！老娘为你躲过一劫，竟然要挖眼取命！沈乔捂着胸口一路狂奔，那人一掌拍得差点要了他半条命，如今死在他的房里，他要赶紧找黑衣汇报，顺便去陆府躲躲，换身衣裳。黑衣，凶手在这儿！躺在地上的夏侯渊闷哼一声，哇的一口吐出鲜血。那女人下手忒狠，直接朝他心脏位置捅去。若不是他的心脏长处异于常人，此时早已丧命。黑衣带着一群人赶到时，屋里只余下一滩鲜血。人呢？那人难道诈尸了？死了还能跑？你确定死了吗？当然了，被我一刀穿心。你说说你们啊，抓个凶手都能让他给逃了，害得我差点被他占了便宜。杀死！若不是我反应灵敏，一刀捅死他，现在我就是尸体一挺。应该是自己逃的，还没跑远，快追！啊！你们不管我了！哎呀，我身受重伤，空间又进不去，万一那人的同伙来寻仇怎么办啊？我100%确信那黑衣男人是被我捅死了的，毕竟一个想置我于死地的人，我是不会大发善心留活口的。可黑衣那话什么意思啊？那男人自己逃了，还真诈尸了。迷迷糊糊间，总感觉手心很烫，睁开眸子也没啥特殊的发现，嗓子又干又咳，跟冒烟似的。沈乔想喝水，又不想喊小二，索性催动意念，尝试进入空间。沈乔惊奇地发现空间能进去了，真是空间升级啦！嘿，老天对他真优待。虽说关键时刻没帮助他，但他靠自己制服了黑衣人之后，空间竟然给了他那么大一个惊喜。这若是到了军中，粮草物资不在话下。
沈乔从储药柜拿了些药，翻找出护心护肝的，不用水直接吞了下去。按照说明书上又吃了些消炎药，才躺在席梦思大床上呼呼大睡。黑衣带着一群人搜罗到天亮，也未查到夏侯渊的影子。他有点开始怀疑沈乔话中的真假，莫非这女人跟贼人是一伙的，来个调虎离山之计，让那个男人逃跑。他要赶快将此事告知大人，顺便将沈乔扣住。可他手底下的人翻找了整个做客栈，也没找到沈乔的影子。黑衣愈发坚定自己的猜测是对的，沈乔跟那男人就是一伙的，现在两人都逃了。沈乔还不知道黑衣找他，将锦城的天都掀翻了。刚出门就被黑衣人的控制住，带到了太守府。大人，属下办事不力，竟然让那贼人逃了。属下昨日发现裴夫人，竟然和那贼人共处一室，属下怀疑你奶奶个大头鬼！你没本事捉到贼人，害得姑奶奶差点被拍死，我还被那贼人打了一掌，到现在还吐血呢。我信裴夫人。大人，裴夫人说那贼人被他杀了，可属下赶到时，贼人已经跳窗逃走，属下怀疑是调虎离山之计。怎么？你认为我杀不了他？在黑衣未曾反应过来时，沈乔一掌拍在他的肩头，麻醉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进了他的身体。你！黑衣迷糊地指着沈乔，两眼成了斗鸡眼，砰的一声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你将他怎么了？只是睡一会儿，1个时辰后自会醒来。沈乔悄悄地将麻醉针收进空间，将他遇到黑衣人的事说了出来，包括他的外貌、深邃的眼神，以及捅了一刀那人还能逃走的事儿。据我所知，北仓的渊兴王心脏异于常人，长在右边，这是皇室的秘密，我也是偶然得知。莫非他……隐约间我好像听到他自称本王，难不成真的是北仓国的皇室子弟？夏侯渊负伤逃走，运气好呢或许能活命，运气不好的话会死在半路。我向北仓太子修书一封，就算他逃回北仓，仍有万丈深渊等着他。对了，鲁南王的粮草可充足？我正在收购粮食，打算送过去，可如今正值4月，未到丰收季节，收上来的粮食也解不了燃眉之急啊。如今的银浪所剩无几，外城的粮食价格又高，军中缺少粮草，主要将领怕是饿不死，但那些士兵大夫们就不好说了。他知道沈乔有粮食，也知道这女人会担心裴衍，但如今他没钱买不起粮，愿这个女人能够大发善心，捐献些粮食，毕竟他的夫君还在军中。沈乔自然知道陆慎行打的什么主意，想让他无偿捐献粮草，这个当然可以。如今蜀味火锅已开了4家分铺，我准备再开4家。大人有空可以邀请富豪乡绅们尝尝，你要知道他们兜里的钱可不少，等我的铺子赚了钱，心情好就想做善事。当然没问题。陆慎行满口答应下来，想到粮草的事儿又开始愁了。大人不必忧虑，粮草的事儿尽管交给我来解决。3日后我决定前往西北送粮，希望大人能保护好我的家人和孩子。没有问题。就算你不说，他也会派人保护好裴衍的家人。沈乔告辞后，在门口遇到了柔柔弱弱的周婉。周姑娘，你的腿已大好了。说到腿，我要感谢裴大夫，当然裴夫人也是要谢的。若不是你们俩，我的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呢。不用谢，举手之劳而已。沈乔随意说了句，大大方方的走了。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忙，没时间同小女子饶舌。这夫人的嘴巴最好严实些，否则……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表哥，是姨母担心你近日忙于政务，未曾回家，才让婉儿过来看看。赶快回去，此乃太守府，女子不可踏入。等忙完这一阵，我自会回家拜见母亲。是，表哥。说什么太守府乃政务要地，女人不能进。刚刚那个妇人怎么大摇大摆的从里面出来？莫非表哥对这个妇人有意思？定是那妇人勾引，存了往上爬的心思。表哥，我做了些点心，到了午饭时间，您吃点垫垫肚子吧。不用了，午饭我去蜀味火锅吃。蜀味火锅？那不是那妇人开的火锅铺吗？裴大夫从军走后，他一口气在锦城开了4家火锅铺子，听说每家铺子上都有表哥的亲笔题字。好啊，我从前没发现这个女人两面3刀，下贱无比，竟然趁着自家男人不在，想着法子攀高枝儿。你还不走？陆慎行蹙眉看他。太守府危险重重，若让有心人看到，只怕会劫持了周婉，威胁于他。虽然他对表妹无任何男女之情，但表妹救了他，双腿不利于行多年，
出于愧疚之心，他也不能将表妹置于危险之地。陆慎行的一番苦心，周婉无法理解，只是发觉表哥变了。从前他不会这么严厉地对他说话，难不成发现了什么？我装病的事暴露了？应该不能吧？若是暴露了，以表哥的性格肯定会将我赶出府去，除非是沈乔在表哥的耳边乱嚼舌根了。表哥，我也想吃火锅，能和你一起去吗？不行，你赶快回陆府，无事不要出门。若有什么想买的玩意儿，尽管吩咐丫鬟小厮出门。陆慎行没心思管他，负手离去。周婉定定地立在院里，蓄满泪水的目光折射出阴狠毒辣。天色已暗，屋内未点油灯，屋外月色如银，缟素般的光华透过窗户洋洋洒洒落在王氏手中芦叶形状的枪头上。听到动静，王氏抬眸淡淡开口：你来了。给你。王氏将枪头递给沈乔，目光中透着一丝不舍，很快被他掩下去。听说你要去西北送粮，奶奶担心你，你也有些功夫在身上，虽然跟奶奶的功夫套路是有些出入的，但奶奶相信你那些自创的功夫啊，应当是不输于奶奶。奶奶，这是……沈乔想问，奶奶这种红缨枪从哪儿来的？王氏不是一介乡野泼妇吗？手中怎么会有上战杀敌的芦叶枪？来，你坐下，我好好给你讲道讲道奶奶以前的英勇战绩。油灯亮了一夜，王氏讲得口干舌燥，沈乔的眼睛和嘴巴瞪得圆溜溜，就像跟牙签撑着似的。原来奶奶的马甲这么强悍，她竟然是女将王玉兰，父亲是朝廷大将王彦昭，简直就是戏文里杨家将的存在。可惜奶奶没有杨家女将那么强悍，她身体受了严重的内伤，再也无法举起长枪上战杀敌，更不愿入内宫与一群女子争宠，直接死遁逃走，找了个山野村夫嫁了。奶奶，你这么强悍啊！爷爷也憨厚老实，怎么能生出沈大高忤逆不孝的儿子呀？这是基因突变了吗？还是说沈大高是粪坑里捡的？你爹忤逆不孝，你也不老实，不许背后说你爹。也不知道你爹在哪里安家，过得如何？奶奶，他识字，小女儿又扒上了那个什么员外，过得不会太差的，放心好了。沈大高一家死了，被埋在后山。沈乔还是从宋清宇口中得知的，他当时只是让张员外处理了他们。当然，那个时候的处理确实是让张员外杀了他们。沈雪想置他于死地，沈大高一家也不想让他活。但愿这个秘密永远埋藏在地下，王氏永远不会知道。奶奶，这把芦叶枪是您的宝贝，您自个儿收着好了。你要去前线，奶奶怕你吃亏呀，万一遇到危险，那可怎么办？虽然奶奶早已销声匿迹多年，但芦叶枪只要亮相，也会震慑敌军。沈乔只好将芦叶枪收下，他害怕奶奶和两个孩子遇到什么危险，从空间掏出了电棍、火药，还有一把微型冲锋枪，手把手教了王氏使用以及一些注意事项。这是从哪儿弄的呀？这些杀伤力极大的武器是我偶然得来的，可以说是神仙相赠。听沈乔这么说，王氏震惊之后有些疑惑，但他聪明的没有多问，就像孙女儿没有对他的过去刨根问底儿一样。想到裴岩，王氏小心翼翼地问：妮儿，万一你发现孙女婿瞒着你一些事儿，你可会怪他？当然会了，看情况吧。如果是迫不得已，看在他表现良好的份上，我会考虑原谅他。但如果对不起我的话，我绝不会给他一丝机会的。奶奶，喜欢一个人，我就会无条件的对他好。他如果背叛了我，我会将所有的好收回，与他生死不复相见。妮儿，无论怎样，奶奶都站在你这一旁。得到王氏如此回应，沈乔笑得比蜜还甜。他何德何能遇到这么可爱的奶奶，慈祥温和，杀伐果断。沈乔将沈氏作坊的事交给张铁兰后，他从家扛了一包袱东西递给沈乔，这是给那个死老头子带的，毕竟夫妻一场。他入赘之后，我未曾做件新衣裳，这里面是我新做的，你带给他，全当是还了当初的夫妻缘分了。这是和离书，我已经按了手印儿，回头你见着了这位高高在上的张大人，记得让他在上面按个手印儿。沈乔无声接过，挑了挑眉。这女人看着挺坚强，心里却想着张玉呢，都和离了还做衣服，也不知道张玉怎么想。咱们的世子爷大战达蛮子，将他们打得屁滚尿流，落花流水。听说赢了胜仗，我才有心情出来吃喝。
你还真别说，那世子也挺英勇，尤其是军队中制造出那杀伤力极大的炮弹，这敌军一死一大片呐。看着敌人死伤惨重，我胃口都好了很多啊。沈乔满意的扫视一圈，火锅生意不错呀，看来大家的接受能力挺强。你们这火锅里有虫子，我都吃到肚子里去了。将你们的掌柜叫过来，今日不给个说法，老子掀了你们火锅铺！沈乔暗暗退出，先进空间查看监视器，发现大豁牙鬼鬼祟祟地从衣兜里掏出虫子，一条眉毛顺势夹出，在锅里涮了几下，装模作样的大喊：原来有人诬陷过来闹事儿的。你们掌柜的呢？快出来！我就是掌柜的，你们找我啊？对，我找的就是你，不要以为勾引了强硬的后台靠山，我就怕了你。我们兄弟在你这儿吃到了虫子，我兄弟恶心的直翻白眼儿啊！不赔个千八两的，我就砸了你这蜀味火锅！哎呦，我好怕呀！你从哪儿得知我有靠山有后台的？知道老娘有后台还敢陷害？京城谁不知道？你仗着有太守陆大人撑腰，一口气开了8家铺子，更是频繁的出入太守府。你夫君从军，你却不守妇道，竟然妄图勾引陆大人。陆大人若不是看在你夫君从军的份上，哪里会理你呀？谁知道你竟然仗着他的势力开了这么多家铺子，还不把众位客人的饮食安全当回事。这一次我吃到虫子，下次是不是要吃到老鼠啊？看来对方有备而来啊，竟然将陆大人牵扯了进来，切，好玩了。你过来，黑大人应该没走远，你去喊他过来，就说有人污蔑陆大人的名声，快去。我明明说的是你，怎么能是污蔑大人的名声？你快点赔钱，不然我们兄弟砸了你这铺子。哼，背后指使你的人怕是没长脑子吧？这么低级的伎俩，竟然敢污蔑姑奶奶！少废话，什么背后指使？不赔钱是吧？我砸！话未说完，沈乔一脚踹了上去，大豁牙扑通一声飞到桌子上，被烫得满地打滚。沈乔拍了拍巴掌，身后出现了4位账房先生打扮的人，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纸，朝着铺里的客人展示开来。各位，这4张图呢，画的就是这个大豁牙诬陷蜀味火锅的证据。不瞒大家说，我们火锅铺内有监控，大家吃好喝好其乐融融的景象我们会画下来，当做礼物送给各位。当然了，有人小偷小摸或者陷害我们的也被画进去了，麻烦各位看看图纸上画的是不是他们2人陷害的场景？确实是他2人将虫子投进火锅的场景，除非亲眼所见，否则画不到那么逼真。又有不少人凑上去仔细研究，发现4张画上分为4个角落，每一张都将大豁牙和他同伙投虫陷害的场景绘画下来。我跟蜀味火锅的掌柜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害他呀？就是，你们不知道从哪儿找出来几张画冤枉我们兄弟，明明是你们火锅有虫。说我的火锅有虫子，那你吃进去就没有了？大豁牙子浑身僵，翻着白眼抠喉咙，不停地呕。沈乔一脚将他踢出门外，要吐就去外面吐，别脏了我的地儿。一根眉毛吓得猫着身就跑，被蜀味火锅的伙计团团围住。此时黑衣带领一群侍卫急匆匆赶来。何人在此闹事？竟敢扰乱京城秩序！大人吩咐，但凡扰乱京城秩序者，统统抓起来。小人不知天高地厚，大人饶了小的吧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官爷，这2人不仅扰乱秩序，更是诬陷为前线战士捐献粮食的掌柜，行为恶劣。望官爷告知大人，定要严刑拷打，揪出幕后黑手，不能让这些捐献银两粮食的商人们寒了心。这2人衣衫褴褛，恐怕没那么大胆子诬陷，定是背后有人指使，说不定是哪个奸商，既不想交税，又不想捐粮，在这儿眼红咱们这些善良的商人呢。沈乔勾唇一笑，他看向人群后方的巷子口，那里有一抹嫣红，但很快消失不见。看来陷害他的人是个女子呀。沈乔实在想不出得罪了哪位姑娘，竟然光天化日之下陷害她。今日我本出发西北，押送大量的粮草，谁知这2人耽误了我的行程。如果前线的战士们吃不到粮食，耽误了军情。不对，这2人应该是奸细，背后肯定有主子，指使他们说的人指不定就是奸细的。我建议黑大人抓过去，将这2人严刑拷打，定能逼问出奸细的下落。全部带走，押进大牢严刑拷打，势必要问出奸细的下落。官爷饶命啊，我们不是奸细，是一位姑娘拿了钱让我陷害蜀味火锅。她说沈掌柜不守妇道，趁着丈夫从军，竟然勾引她丈夫。
不知廉耻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才收了钱，想教训教训沈掌柜。大人呐，我们真的不是奸细，我俩就是街头的小混混，平日里偷鸡摸狗的，不干正事儿，但延误军情、勾搭外敌的事儿，打死我们兄弟也不敢干呐。你说是一位姑娘让你陷害我，还说我勾引她的丈夫？你告诉我，她的丈夫是谁？只要你说出来，我便向黑大人求情，饶你一命。那姑娘像是大户人家的丫鬟，穿着一身绿衣服。对了，她的眉角有一颗黑痣。身高身形，包括头上戴了什么花，她给你的银两是什么样？她给的银子我们1分钱也没花呀，你看看5两都在这儿了。沈乔接过，发现银子用一根粉红的小布袋装着，一看就是那姑娘拿钱时连银子带钱袋一同给了一根眉毛兄弟。有这些线索在，查下去就容易许多。巷子口的位置，周婉的小脸煞白。表哥果然向着那个女人，不仅站在不远处观望，还让黑衣抓人。还有小红这个蠢货到底是怎么办事的？竟然连钱袋一同给了那2个地痞流氓，万一表哥查出来……一旁的小红嘴唇泛白，额头冒出细密的汗水。小姐，怎么办呢？万一查出来，他家小姐绝对第一个将她推出去。怕什么？你就说钱袋被偷了，我曾经救了表哥，就算被查出来又如何？大人，陷害鼠卫火锅的证据皆在，是否秉公处理？此等小事，你做主便好。黑衣得令后，并未像从前那样雷厉风行而去，而是踌躇不前。还杵在那干什么？那2个人已全部招供，按照他们提供的线索，属下查到。你何时说话变得吞吞吐吐了？大人，属下查到此次诬陷跟府上的表小姐有关，她身边的丫鬟小红已经被控制，小红也已招供，此事全是她一人所为。她说她在为自家小姐抱不平，明明他家小姐等了大人多年，又因双腿不良于行耽误婚姻大事。那日在太守府看到沈乔，误以为他勾引大人，妄图上位，所以才起了歪心思。婉儿身边的小红。陆府，周婉趴在陆夫人膝上，哭得凄惨。姨母能够收留婉儿，婉儿已经感激不尽，从来不敢奢望其他。无论遭受多少白眼，婉儿从来不放在心上，只要有姨母的宠爱就够了。谁知道小红她自作主张，姨母都是我不善于管教，你要罚就罚我吧。婉儿，你是个好孩子，这么多年，你的心思姨母全看在眼里，我知道你的苦衷。放心，就算你表哥查出来，有姨母在，他不会将你怎么样的。周婉点了点头，眼睫上的泪珠要落不落，给人一种柔弱又可怜的感觉。陆慎行赶来时，看到的便是一副母慈女孝的场面。周婉，你与我有救命之恩，陆府感激不尽，但你怎可使用下作手段坏我好事？什么叫坏你好事？堂堂一城太守，竟然跟一个大夫的夫人牵扯不清，你不要脸，陆府还要脸呢？这就是你所谓的好事？是谁告诉你我跟有夫之妇牵扯不清？儿子出生到现在，一直谨言慎行，行为规矩，从不会越了礼法。究竟是谁要毁儿子的名声？亏他对这个表妹有愧疚之情，没想到他竟然在母亲面前乱嚼舌根。儿子，你身份贵重，如今汝南王世子称王，圣丈归来后，你便是肱骨之臣，怎可跟一个大夫的夫人牵扯不清啊？他们治好了婉儿的腿，我们陆府感激不尽，他们不也痛痛快快地收了1000两吗？难不成那妇人看到咱们陆府出手大方，眼巴巴地想巴结你？母亲，儿子指望锦城的富商，而沈乔不仅能提供大量粮草，还研制出了解决饥荒的新型土豆，包括现在开垦田地的农具也出自他手。汝南王军队中的炮弹也是他所研制，这样的人需要来巴结儿子吗？我不知道沈乔这么厉害啊，若是知道，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的呀！天哪，我得罪了那个女人，万一将我装病的事爆出来，该如何是好？表哥，都是婉儿管教不力，是婉儿的错，你要罚就罚我吧，能不能放过小红？来人，押着表小姐向沈掌柜道歉。慎行，婉儿的身体刚好，她受不得刺激。周婉闻言，顺势两眼一翻，身子软软的倒在地上。陆慎行气得眉心发黑，这2人还真会演戏，说晕就晕。若我看不出来，这么多年的官也白当了。陆慎行立马喊来2个婆子，面色严肃，拿绣花针扎醒。周婉又听说婆子用针扎，嘤咛一声，悠悠转醒。表哥，我去给沈掌柜道歉，哪怕是磕头，也会求他原谅。
有人敲门，沈乔赶紧催动意念出了空间，打开门后，发现陆慎行眼含歉意。哟，陆大人莅临寒舍，小院子蓬荜生辉啊！沈乔扬起似笑非笑的眸，抬手邀请两人入内。沈掌柜，都怪我管教不力，丫鬟小红私自找人毁蜀卫虎国的名声，恶意抹黑您，都是婉儿的错，我向您磕头致歉。这是干嘛呀？到我家就行这么大的礼啊？周婉继续磕头，不一会儿额头血乎乎一片，沈乔赶紧将人扶起来。瞅瞅，这嫩白的皮肤都磕破了，女孩子家呀要注重颜面，不要动不动就磕头。沈掌柜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以后我的丫鬟一定会严加管教，求求你帮忙说句好话，让表哥不要杀了小红。你口口声声说自己的丫鬟干了坏事，现在又求情，既打着大义灭亲的旗号，又想当婊子立牌坊，口口声声让我求情，好像杀小红是我的主意似的。周婉一怔，没想到沈乔说话如此难听，在表哥面前竟然毫不维护自己的形象。陆大人，如何处置我一介小小商户怎能干涉呢？再说了，你的丫鬟在这紧要关头诬陷，扰乱京城秩序，怕不是受了自家主子的指使？沈掌柜说是，那便是吧。周小姐没事吧？我怎敢冤枉陆大人的表妹？不过小红的事儿，我确实没法求情，毕竟陆大人铁面无私，秉公执法，女子不好参与的呀。他缓缓靠近周婉耳边，装作擦血的模样，轻声道：周小姐，我不知何处得罪了你，竟让你看我不顺眼。不过这次看在陆大人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若下次再犯到我手上，你的腿恐怕会真的变残疾。周小姐，听到了吗？知道了。周婉只觉得呼吸滞停，从头到脚一阵寒意袭来。只要别将他装病的事说出去，表哥就不会将他赶出陆府。陆大人，明日一早我就往西北，押送粮草的镖局也找好了，就算您不给交代，我也会去的。先前的话不过是开个玩笑，没想到大人当真了。没想到陆慎行办事雷厉风行，如果他未曾查到幕后主使，或者将这件事压下，沈乔也说不了什么，他同样会乖乖的送粮。此举不是怕得罪陆慎行，而是为了培养。若自家丈夫在汝南王跟前得了青睐，他哪里还需要看别人的眼色？等正了军功，他要在锦城横着走，看哪个不识好歹的敢欺负到他头上来。陆慎行自然不敢欺负他，恨不得将人供起来，只是沈乔不知道他的想法而已。营帐内，裴衍正在看布防图，张玉在一旁叽叽喳喳。殿下，臣认为咱们应该乘胜追击，直接将鞑逼退3000里。不可，如今粮草缺失，将士们长期奔袭，体力消耗巨大，若再追击的话，怕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当务之急是尽快筹集粮草，将士们吃饱了才有力气开战。去往锦城的信已经3个月了，还没回复，慎行是怎么办事的？报！禀告世子殿下，杨将军身受重伤，昏迷不醒，我方大军怕是顶不住了。什么？张玉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，他们有炮弹在手，贺拔汉竟然不怕。本王亲自迎战。殿下哟，您没打过仗，光靠一身蛮力是不行的，记住，打不过就跑，还要多动脑。裴衍是他最后的底牌，打不过可以用谋略，但人不能死了。今日是他头一次和贺拔汉对打，张玉心里一点谱也没。他站在城墙的最高处，焦急地来回张望。你们去贴身护在殿下跟前，千万别让殿下被砍死了。是。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沈乔就赶到了西北，城门紧闭。沈乔掏出陆慎行给的令牌，直接表明是来送粮草的。找张大夫？对，就找张玉。我是陆慎行专门派来押送粮草的。粮草？青年歪了歪头，朝沈乔身后望去，除了一匹孤零零的马车，啥也没有。莫非这女人在说谎，打着张大人的旗号，好浑水摸鱼溜进城内？此事定要慎重，万一是敌方的奸细，想要混进城内怎么办？愣着干嘛呀？你们想饿肚子吗？赶快通知张大人，就说陆慎行派人送粮草来了。我在这里坐着不走，也不是敌国的奸细，快去快去！青年犹豫了一番，朝手下叮嘱几句，又看了看沈乔，策马进入城内。裴衍是在凌晨时分回的城，鞑靼大军被击退，贺拔汉的人头被他一刀砍下，
听到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，百姓们顾不得睡眠，激动地起身迎接。一阵震耳欲聋的马蹄声由远及近，沈乔站在马车上举目望去，只见道路中间出现了一队队人马。沈乔看不清汝南王世子的长相，不过怎么看汝南王世子有点熟悉的感觉。张玉喜滋滋地出城迎接。大人，末将有要事禀告，城外来了一位。去，有啥事不能待会儿说？没看到本官忙着吗？可是青年守卫欲言又止，被张玉一把推开。你先护好城门，别让奸细浑水摸鱼进来了。街道两旁的百姓不停地欢呼。天哪，世子爷竟然长得如此好看，也不知道哪家的姑娘有福气能够嫁给他，不仅骁勇善战，长相如此不凡，我要晕了。世子爷，奴家要嫁给你，奴家要给你生猴子。沈乔撇了撇嘴，他实在是有些好奇汝南王世子的长相，视线上移，沈乔瞳孔骤然一缩，这人怎么和裴衍那么像？沈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不顾一切冲到马前，死死盯着高坐在马上的男人。大胆，何人敢拦汝南王世子的座驾？我是锦城陆大人派来押送粮草的，昨日便让守卫通传，等到凌晨也没消息。敢问汝南王世子，军中的粮草是否充足？若是充足，我便原路返回了。听到熟悉的嗓音，裴衍抬眸望去，看到那个朝思夜想的人，迅速泛起一抹惊慌失措。沈乔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？他说他是来押送粮草的，裴衍立刻翻身下马，一个箭步来到沈乔跟前，颤抖着双手去拉他。沈乔后退一步，与他拉开距离，态度恭敬又疏离。世子殿下，贸然冲撞多有得罪，看在民妇一路护送粮草的份上，请饶恕民妇，毕竟家里的孩子还在等着我回去呢。小乔，我……裴衍张了张嘴，不知该如何解释。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听说军队粮草缺失，特意不远千里来捐赠。我拿了陆大人的手令，让城卫通报张大人，未曾想等到天亮，看来汝南王世子的军队并不缺粮。那小夫人告辞了。沈乔头也没回，大摇大摆地驾着马车飞奔而去。小乔，裴衍到胸口，像是被人重重捶了一拳，策马紧追而上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点通报本官呢？你瞧瞧办的这是什么事儿？大人，我明明一直在跟你禀告来着，是您说的天大地大都没有世子爷最大。张玉一噎，现在可不是世子爷最大了，活祖宗来了，世子爷都得哄着供着。沈乔一路狂奔，很快进入山林，消失不见。无论裴衍如何呼喊，甚至将整个山头翻找了一遍，也未能找到沈乔的身影。世子爷，您与敌方大战了3天3夜，赶快回来休息吧，不然铁打的身子也撑不住啊！不，找不到他，我不回去。沈乔驾着马车躲到了空间，裴衍竟然隐藏着这么大的马甲不告诉他，越想越气愤。世子爷晕倒了！不好，世子爷晕倒之后又吐血了。完了，没气儿了。裴衍虽然有秘密瞒着他，他同样也瞒着裴衍，两人彼此，看着突然冒出来的女人，众副将大眼瞪小眼，内心震撼不已。山林子翻了个底儿朝天，也没找到人，这怎么说出现就出现？对不起，别生我的气。好了，先回营地休息。将军呐，你不能死啊！你死了我咋办呢？沈乔怕哭声吵醒了裴衍，放下毛巾推门出去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见过世子妃，我是杨将军的妾室郑姨娘。将军怕是不行了，夫人哭得晕倒了过去，一切没法子了，想让世子殿下去看看。世子爷刚睡下，我去看看杨将军。沈乔来到杨将军的房间，郑姨娘也跟着走了进去。你是夫人呐，她就是汝南王世子的妻子，也就是世子妃。她住进来后，你还没有过来问过安，自然不认得她。莫非这位世子妃是来问责的？杨夫人眉头正的能夹死苍蝇，她家夫君昏迷不醒，她哪有心情请安？乡野夫人就是乡野夫人，刚得了势就开始兴师问罪。杨夫人冷哼一声，扭过头去让她来问安，门儿都没有。沈乔倒不在乎这些，什么安不安的，乱七八糟。郑姨娘小心翼翼地扯了扯杨夫人，用眼神示意她会错意了。好一个贱人，谁给你的胆子竟然扯本夫人的衣袖？滚回外面跪3个时辰！小妾室胆子肥了。是，然后就真的滚回院外跪着了。小妾竟然没有耀武扬威，郑氏夫人没有被压得抬不起头，郑姨娘怎么那么识趣？电视剧都没有这么听话的姨娘。哼，当正房挺爽的呀，想教训小妾就教训。抱歉啊，世子妃，
我家将军昏迷不醒，确实心情不好，逮谁咬谁。沈乔没理他，直接看向床上躺着的杨将军，径直走去。世子妃，你不能进去，我家将军昏迷不醒，房里血腥气重，快出去吧。无碍。唰的一声，沈乔掀开杨将军身上的被子，胸前一片血，就连衣衫也浸透了。世子妃，男女授受不亲呢，你别，这个世子妃到底懂不懂得男女大防？竟然明晃晃的掀男人的衣裳。虽说我家夫君昏迷不醒，但也不能这样吧。世子爷醒了，岂不是觉得自己头上种了绿绿大草原，哪里还会救自家将军？伤口无法愈合，血流不止，是导致杨将军气息微弱、昏迷不醒的主要原因。对，其余军医们也这么说，可是这么大的伤口如何愈合？军医们也束手无策呀。你出去将门关上，死守着门口，不要让人进来。我要为杨将军缝合伤口。什么缝合？像缝衣服一样缝合？沈乔想了想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，索性点了点头。我家夫君伤得严重，不是你缝衣服的布料。世子妃若是不会治病，请你出门右转，别再祸害我家夫君了。杨夫人，若再耽误时间，恐怕杨将军真的会回天乏术。所谓缝合术，并非你说的缝衣服，你不懂，少在这里叽叽喳喳，耽误本世子妃治病。我要治病，不许任何人打扰。出去。杨夫人无语，她狠狠瞪了跪在地上的郑姨娘一眼，急匆匆去找张玉。杨夫人，我缝好了，快去帮你家夫君换身干爽的衣物吧。无人回应，只有跪在地上的郑姨娘一脸担忧道：我家老爷没事了吧？应该没啥大问题，你去找些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，等世子醒来后让他把脉瞧瞧，中西药结合疗效好。我这就去。郑姨娘半起身子，突然想到杨夫人让她跪着，于是又跪了下去。没有夫人的命令，婢妾不敢起来。沈乔抽了抽嘴角，这妾是怪听话。张大人，你要帮我劝劝世子妃呀！我家将军是人，不是缝缝补补的衣裳，他怎么能随便玩呢？看到沈乔时愣了一下，随即松了口气。还好，世子妃出来了，没有将他的夫君缝合起来。杨夫人，我已经为杨将军缝合好伤口了，现在应该退烧了。你赶快找件干净的衣物为他换上吧，省得细菌感染。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缝好了呀？天哪，我的夫君岂不是被扎得千疮百孔？我的将军啊，你不能走啊！死了也被缝缝补补没个全尸啊！我知道你不满世子爷瞒你，若有什么不满，你直接冲我来，何必发泄到无辜的人身上？哼，说得像你多伟大似的，无缘无故玩消失，这么大年纪了，竟然骗纯情老妇女，我何曾对世子爷不满？就算他瞒我，也比你强千倍万倍。你个妇道人家懂什么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区一个寡妇而已，能够派得上用场，是他的荣幸。至于小玲，她如此喜欢那孩子，我让出来陪她，也算是弥补。不知为何，说完这些话，张玉的老心脏抽疼的厉害。他也想念那个寡妇，还有乖巧的小孙子，可是他不能装作对他们重视的样子，否则被别有用心的人查出来，他们的处境危矣。沈乔自然不知道他心中所想，狠狠在心中骂了一句老渣男，从衣袖中掏出一纸和离书递过去。这是张铁兰给你的，他已经按了手印，就等你了。接过和离书，上面有个大大的鲜红的手印，和离书3个大字醒目刺眼。张玉的太阳穴直突突，感觉有血液从脚底板倒流，满脑袋像是有什么东西要冲破，快要炸了。咋的？看你这表情还舍不得？胡乱说什么呢？我会舍不得。赶快签了，不行按手印，我还得回去交差呢。张玉捂紧了和离书，飞奔而逃。裴衍睡得不大安稳，醒来发现日思夜想的人不见了，来不及整理衣装，裴衍推门出去，逮到人就问沈乔去哪儿了。回世子爷，世子妃去看杨将军了。裴衍回房换了身衣裳，将头发随意竖起，阔步来到杨将军房前。杨将军如何了？世子爷，你叫我什么？沈乔蹙了蹙眉，有些不解。这里的人都称他为世子爷，他随着大家喊总没错吧？不然一口一个夫君，指不定会被人指责粗鄙不堪，不懂规矩。世子爷，求你救救我家将军，他不行了呀！我家将军被世子妃拿针缝补，虽说缝补的有些齐整，可我家将军不是衣裳，怎能乱缝？裴衍上前看着杨将军大敞开的胸口，眼前阵阵发黑，缝合手法整整齐齐，比他胸膛上的还要漂亮。沈乔缝的，他竟然扒开男人的衣裳摸来摸去。你怎么能为别的男人缝合伤口？
怎么能看别的男人的身子？见世子爷这副表情，杨夫人印证了心中的猜测。世子妃真不懂医术，学了个三脚猫，就敢在他夫君身上试验。将军呀，妾身对不起你呀，没能让你体面的死去，是妾身的错呀。我怎么不敢了？当初你身受重伤，口子比这还大，不也是我缝的？你现在活蹦乱跳，活得好好的。小乔，以后别乱卸男人的衣裳，也不要给男人缝合伤口。人命关天，你让我见死不救？你教我缝合术，这种活我来就行。可以，你快去看看杨将军是否还有救，否则的话，杨夫人能生吞活剥了我。好，这话提醒了裴衍，半晌裴衍收回把脉的动作，微微扬唇。杨夫人，杨将军无大碍，你莫要哭了。世子殿下，我家将军伤势如何了？脉搏有好转的迹象，多亏了世子妃及时止血缝合伤口，才为他争取了一线生机。杨夫人不必忧心，我先开副药，你让下人去煎。现在我要为杨将军施针了。半个时辰后，裴衍满脸疲惫地从杨将军的房里出来。你没事吧？无事，就是有些饿了，我想吃你做的饭。好，你先回房躺着，我马上去给你做。杨将军2个时辰后会醒来，他能活，多亏了世子妃缝合止血。如今我俩医术结合，才将杨将军从鬼门关拉回来。对不住啊，世子妃，都怪妾身目光短浅，差点害了自家将军。我给你磕头致歉，谢谢你，谢谢世子。杨夫人跪下后，以郑姨娘为首，跑来了一群花枝招展的妾室，扑通扑通扑通，全部跪在地上磕头。我们都不用守寡了，谢谢世子爷，谢谢世子妃。你们都是杨将军的妾室啊？沈乔让他们起来，颇为同情地看了杨夫人一眼。这么多女人，管理起来挺难吧？以后世子爷纳了妾，我来教你调教妾室的手段，保准他们服服帖帖。沈乔无语，裴衍会纳妾吗？他抬眸看向男人，目光复杂酸涩。裴衍心头一跳，沈乔为何这么看着他？沈乔蹙眉不语。杨夫人以为他不信，索性示范一番。世子妃，你别不信妾身的手段，现在就让你瞧瞧我是怎么调教妾室的。郑姨娘、花姨娘、翠姨娘出列。3人卑躬屈膝，颤抖着身子出列。牛姨娘、杨姨娘、朱姨娘出列。余下2位未出列的抚摸着微凸的肚子，脸色苍白。他们有孕在身，不能扎马步啊。美姨娘、燕姨娘，你俩有孕在身，赶快回去休息，赶紧为将军绵延子嗣才是关键。美姨娘和燕姨娘如蒙大赦，溜得比兔子还快。夫人，今日能不能不跑步啊？呼通呼通的，万一扰了将军休息。今日就举重吧，每人举50斤，郑姨娘100斤。啊？为啥我要举100斤呢？将军平日里最是宠你，本夫人爱屋及乌，自然要多宠你些。100斤不算多，举不起来3天不准吃饭。然后更离谱的一幕出现了，只见各位姨娘举起地上50斤重的石锁，牙关紧咬，双腿战战，上一秒清水出芙蓉，下一秒黛玉涂蛟龙。沈乔撕了一口冷气，杨将军这哪是纳妾，纳的全是大力女金刚。他们一个个被我训得服服帖帖的，哪个不听话？要么扎马步，要么跑步30里，再不济举重50斤。杨将军就不管？哼，他不敢。这些妾室身强体壮，表面看着柔弱不堪，内里个个是大力金刚女，你就不怕他们联合在一起将你揍了？他们敢！转瞬间，杨夫人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拎起地上2个20斤重的大铁锤，砸打连环，干脆勇猛，有种排山倒海、气吞山河的气势。沈乔佩服得瞠目结舌，怪不得杨夫人训斥妾室，杨将军不敢管，怕是打不过杨夫人吧。裴衍一直在房里等着沈乔送饭，他实在怀念家的味道。当他看到杨将军的8个妾室出来后，莫名的想逃避，他害怕沈乔趁机问些有的没的。粮草我全部藏到后山了，你多派些人发过来，事不宜迟，别让别人发现了。进城到西北，路途遥远，你一个女人家是如何将粮草运送来的？秘密，关于你隐瞒身份的事儿，我就不怪你了。毕竟我也有秘密瞒着你，等我想告诉你的时候，自然会告诉你啊。这些是你们的娘子托我带过来的，包袱上有名字，你们自个儿来领。我家媳妇给我带东西了，我看看是啥。这婆娘竟还挂念着我。我的，哎呀，我婆娘做了衣裳，我婆娘纳了鞋底。那
张铁兰给你的。张玉正在发呆，看着怀里的包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那寡妇嘴上说着要和他和离，偏偏做了衣物，让沈乔捎过来，这是啥意思？欲擒故纵。张玉拎着包袱就走，沈乔喊了一嗓子：“张大人，你签字了没有啊？没签的话，按手印也行。你交给我，我好回去交差。”张玉脚步趔趄，抱着包袱跑得更快了。我的也破了。沈乔好像没听见，抱着双臂冲裴岩挤眉弄眼。哎，你说张玉这是啥意思啊？和离书也不签，张铁兰做的衣物抱着就跑，生怕别人看到似的。自家娘子做的衣裳，穿在身上舒适贴心，她哪里舍得和离啊？对了，你的衣服放房间了，各种料子都有，喜欢哪件穿哪件。沈乔突然来了句，裴岩狂喜，飞奔进屋。刚进屋，就见青年守卫急匆匆地跑来。世子爷！世子爷，探子来报，鞑靼、戎狄、北仓三国联手，正在集结大军攻打西北边城。什么？与此同时，锦城大人，锦城外大军压境，北仓国带人打过来了。什么？加强抵御，火药罐子和投石机全都架在城墙之上，让将士们熬制金枝，若他们敢攻，直接撒下金枝。营帐内，夏侯渊正跟幕僚讨论攻城法子。京城易守难攻，若是强攻，只怕若采用围困战术，届时咱们粮草充足，万一陆慎行趁机攻打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咱们到这儿来干嘛来了？小孩子过家家吗？要我说呀，直接攻城，以人肉做盾。人肉做盾，说得倒轻巧，士兵也是人，怎可拿士兵的生命当儿戏？届时死伤无数，如果陆慎行再派人攻打，我等岂不是白白送人头啊？别吵了，陆慎行只守不战，为今之计得想法子让他开战才行。殿下，以属下看来，不如采用骂街的方式，逼陆慎行应战。一旦他打开城门应战，咱们趁虚而入，攻进城内。就按你说的办。是。幕僚派了位嘴皮子又损又溜的文官，那文官骑着高头大马，单手叉着腰，噼里啪啦指着城墙来骂：陆慎行啊，你个缩头乌龟王八蛋，躲在女人堆里不出来，一城的女人都被你霍霍个干净，外表斯文有礼，实则内里龌龊败类，肮脏如蛆。陆慎行，你个乌龟王八蛋，你图谋造反，煽动汝南王世子，谋权篡位，其罪当诛。大人，对方骂的实在是太难听了，天天骂，夜夜骂，轮番换着人骂，让他骂。对方骂的太难听了，属下实在受不了。城墙上有黑三黑四守着，你若受不了，去城内安抚一下慌乱的百姓，告诉他们不必惊慌，北仓人暂时打不过来，天塌了也有本大人顶着。黑衣也想不出别的办法，只好点头称是。锦城蜀味火锅门口，张铁兰负责来送火锅底料。刚到门口，就遇到一伙盗贼冲进蜀味火锅，抢食物的抢食物，抢银两的抢银两，气得他撸起袖子，噼里啪啦几个大棒槌下去，打得盗贼晕头转向，哭爹喊娘。周围的百姓一阵喝彩，个个拍手叫好。他娘的，仗着人行不干人事儿，老娘的东西也敢抢，老娘姐妹的铺子也敢抢，瞎了熊驴眼，破了黑心胆，戴着孝帽子往前拱，老娘将你的脑袋拍平了！我呸，什么玩意儿啊！黑衣愣在原地，他已经听了好大一会儿，没想到寡妇骂人的功力相当彪悍，若站在城墙之上，只怕北仓无一人是对手。了解事情来龙去脉后，当即举刀将几位盗贼就地正法。大家不必慌乱，陆大人定会严加防守锦城，不会让北仓人打进来。天塌了有陆大人顶着，尔等该干嘛干嘛，若有不遵循律法者，一律就地正法。震慑一番后，人群散去。张大婶，在下有一事相求。锦城城墙，黑衣将张铁兰带过来，态度客气恭敬。张铁兰颇为受用，当即答应了他的请求。不就是骂人吗？这会儿他擅长。张铁兰站立在高高的城墙之上，俯瞰众位唾沫星子满天飞的文官，清了清嗓子，撸起袖子，拉足架势开骂。此战足足骂足了3个小时，张铁兰硬是没喝一口水，没喘一口气儿，将对方骂得冷汗直冒，噗噗喷血。对方败下阵来，仓皇而逃。殿下，对方请来了高手，整整骂了3个小时不带喘气儿，一气呵成，连口水都没喝。咱们败下阵来，对方还在骂呀。对方是何许人也，竟如此难骂？是个妇人。妇人骂街？去军中找几个军妓，跟那妇人对骂。男人大多不善言辞，跟妇人对骂肯定吃亏。女人同女人对骂，或许能打个平手。10个军妓排成一排，食指指向张铁兰，单手叉腰，破口大骂：泼妇、泼妇、贱妇、娼妇、不要脸的丑妇、贱人、贱人、贱人！
贱人，贱人！小意思，接下来的场面交给我。不到1个时辰，10位军妓全部被骂得倒地吐血，浑身抽搐。对方骂得实在太难听，哪痛往哪戳。两军的第一场骂战以张铁兰的英勇舌战而告终。西北裴演出征后，沈乔和杨夫人等人急得团团转，三国竟然联合攻打。西北虽粮草充足，但军力不足。杨将军刚醒，听说三国联合攻打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又晕了过去。杨夫人气得指天骂娘，拎着2个大铁锤，气势汹汹的携众妾室支援，被张玉拦了下来。如今三国联合来犯，众夫人还是躲一躲吧。张玉得了裴演的命令，前来通知众位夫人和沈乔躲起来。我正要找你，裴演那边战况如何？如今三国军队联合，10万大军压境，尤其是北仓国的太子妃骁勇善战，甚至研发出了10发连弩和威力强悍的火铳，百发百中。世子他身受重伤，怕是……火铳这2个关键字眼犹如一阵风般钻进沈乔的耳朵。北仓太子妃研制的，她是何许人也？北仓国太子妃周景色原本是北仓皇后娘家的外甥女，1年前不知为何突然性情大变，诗词歌赋信手拈来，以一首锦瑟无端50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，摘得北仓第1才女之名，各种新式武器兵器皆出自她手。那什么北仓太子妃也是穿越的，那什么锦瑟无端50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，怎么听着那么熟悉呢？这不是唐朝李商隐的诗吗？这年头都流行穿越吗？我不是穿越爸爸的宠儿吗？我去会会北仓的太子妃，看看她到底是何许人也。沈乔面色变得严肃起来，回房拿了王氏给的芦叶枪就走。世子妃，我等愿追随世子妃左右，护您平安。干什么干什么？你们一群妇道人家，以为这是过家家呢，还上战场会会北仓太子妃？裴安给他下了死令，务必要护沈乔周全。这要是到了战场上，刀剑无眼，世子回来岂不是取他项上人头？我的夫君身受重伤，城内百姓岌岌可危，我怎可安安稳稳躲起来？裴炎脸色苍白，手臂处被火铳击中，鲜血直流。沈乔冲进来检查了全身的伤口，发现只有手臂被击中外，五脏六腑有防弹衣护体，暂无大碍。止血包扎之后，沈乔气得捏紧了指头。他转身看向副将，给我一支队伍，以杨夫人为首，无论男女，全部听我指挥。是。本世子妃要亲自出城应战。南岳是没人了吗？竟然派一个妇人应战。我说你们北仓是没人了吗？竟然听花架子的指挥。我们太子妃岂是寻常妇人能够相比？你家太子妃难道不是人？寻常妇人比不得，只能跟畜生相比较。丫的呸！你竟然出口成脏，侮辱我家太子妃！哪里来的老妇女？以为穿上戎装就有女将的风采了？我呸！也不撒泡尿照！砰的副将重重跌下马。我手中的这把神兵听不得狗吠，一时没忍住。杀呀！废话这么多，白白耽误老娘时间。一声令下，硝烟四起，厮杀惨重。沈乔芦叶枪和冲锋枪来回切换，冷热兵器运用自如。城墙上的炮弹手、冲锋枪手双管齐下。你说那女子一枪将副将身上打了个洞，对方竟然有连发100颗弹丸的火铳。是，对方不仅有威力四射的火铳，武艺更是超群。一杆芦叶枪直挑我军将领首级。他说他是汝南王世子妃，莫非那人就是晋国的皇后？可是时间不对呀，前世晋国皇后从未出征过，也没有听说她会打仗。难道因为自己的重生，一切轨迹都提前了？来人呐，我去会会这位世子妃。周景色在4、5个大将的保护下，命人军前校阵，让沈乔出来单挑。让郑姨娘去，一群小喽啰不值得本世子妃动手。妾身行吗？只要按照我的方法，绝对行。世子妃如此信任妾身，必不辜负您所期望。对方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老娘乃是西北杨将军的郑姨娘，排行第2，除了夫人我最大。怎么样，怕了吧？姨娘？对方竟然是一个姨娘，对方竟然派个姨娘来应战，什么意思？瞧不起本太子妃？
周瑾色不顾主将们的阻拦，策马扬剑，凶神恶煞地朝郑姨娘砍去。郑姨娘手持倭瓜锤，灵活地躲开迎面砍来的长剑，轻轻挥舞抵挡。哐啷一声，周瑾色连人带剑栽下战马。就这，北仓国神女骁勇善战，带兵出征，智谋双全。切，没想到外强中干，外表看着挺霸气，怎么连我的一锤都没接下？周瑾色慌乱地从地上爬起，顾不得捡剑，直接跑到4位主将后面。你是何方人也？竟然这么大的臂力啊！我的臂力很大吗？郑姨娘举了举倭瓜锤，有些懵。不足1个时辰，郑姨娘兴冲冲地回了营帐。那太子妃是个外强中干的绣花枕头，世子爷受伤也是吃了火铳的亏。我一锤子下去，他就趴在了地上，摔个狗吃泥。你有如此神力，还不是本夫人的功劳？滚下去休息，少在这里叽叽喳喳的碍眼。攻城的号角吹响，陆慎行脱下长袍，身披铠甲，亲自上阵。大人，您没有武功，亲自上阵岂不是送人头啊？闭嘴！敌军还未攻进城内，岂能自乱阵脚？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黑衣脊背一凉，恭恭敬敬地退至一旁，眼看着陆慎行远去，满目担忧。张铁兰回村后，到处炫耀自己的战绩，痛斥北仓国小人卑鄙。于是乎，集结了一大群妇人，踊跃参军，保护京城。王氏牵着俩孩子，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目光幽深。陆慎行，怎么不缩在你的龟壳里了？女人堆里软不软和？哼，命还挺大，刀刺心脏还不死。今日尔等若敢强攻，陆某必让各位有去无回。即便你的心脏异于常人又如何？难不成还能有3条命？说到命大，本王还要感谢沈什么来着？若非他被本王的容颜所迷惑，也想不到调虎离山之计，假意刺中本王，实则声东击西，让本王趁机逃走。不过嘛，若你交出本王的救命恩人，本王便退兵，如何？那女人叫什么名字？我都忘了，只记得姓沈。如今挑拨，让陆慎行交出那个女子，我再攻城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大人，难道我的猜测是对的？沈乔当真故意放走了夏侯渊？若真如此，京城岂不是……这是对方的挑拨离间之计，这你也信？黑衣一梗，不再言语。出城迎战。大人，城内没有能领兵作战的将军，打开城门，万一北仓攻入城内，大肆烧杀抢掠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你看那是谁？只见一身穿红色铠甲的人策马从城内奔出，花白的头发高高竖起，眉眼凌厉英气，颇像男子。他不是沈乔的奶奶吗？他怎么出来了？大人，莫非你也怀疑沈乔救了夏侯渊？你无法将他抓来泄恨，索性将他奶奶送到敌方阵前，让他们杀了泄恨。以后无事多干活，少胡思乱想，琢磨些有的没的。王氏骑在玄墨色的战马之上，手持50斤重的大刀，威风凛凛。我王玉兰在此立誓，誓将北仓贼子打回老家。陆慎行黔驴技穷了，找了个老太太，冒充死了30年的女罗刹。以为我们是傻子吗？就是，小老太太赶快下去吧，别拿着鸡毛当令箭。年纪那么大，不在家里带孙子，竟然学什么老史子女罗刹骑马应战。你瞧瞧你，跟发号施令的猴子有啥区别？号角吹响，两军交锋。王氏横刀一扫，便取下一人首级。张铁兰紧随其后，边骂边砍。北仓军举起10发连弩，王氏不惧，策马冲入队伍，破开人群，杀出一条血路，直奔将领而去。将领的脑袋被一刀扫下，鲜血喷涌而出。北仓军赶紧上膛射击，还未来得及发射，被张铁兰一刀砍下。王氏一时不防，竟被人射穿了肩膀。他咬牙狠狠瞪了那人一眼，死死按住流淌鲜血的伤口，回马将刀舞得虎虎生风，直击那人命门，一击即中。夏侯渊静静地看着这一幕，此人不是死了30多年了吗？怎么突然又活了？许多人怀疑当年王玉兰诈死，臣却不那么认为。南越的先帝生性多疑，最喜屠杀功臣，王玉兰诈死逃脱，不过是为了保命。他们的阵法是最难攻的鹤翼阵，此阵法乃是王家军8阵中的第1阵，至今无人能破。快撤兵，否则要被他困于阵中了。北仓军迅速退去，王氏抹了把脸上的鲜血，脸上露出久违的笑。30多年了，没想到他再次将敌人击退。他还没老，突然噗的一口鲜血，再也忍不住，两眼发黑。不服老不行啊！
妮儿，王氏缓缓合上眼眸，他最放心不下的便是这个孙女了。王大娘！张铁兰一声怒吼，翻身下马，将王氏搀扶抱起。快，裴义，10万火急侦缉大夫，势必要保住王老太太的命，快去！是。若王氏出事，我身上的刀伤那么多，还没好全，不宜进食太多。来，再喝一碗鸡汤。裴衍颇为享受的将勺子含进嘴里，半天也没喝完。沈乔急了，喝个汤这么磨叽啊？你的鸡汤半点子油腥也没有，也不咸。我想吃点肉，你看我流了这么多血，需要吃点肉补一补的。想吃肉呀？那你就慢慢想吧。身子还没好全就想吃肉，想得倒挺美。由于裴衍不能吃一些油腻、辛辣、刺激的东西，晚餐时沈乔做了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涮火锅、麻婆豆腐，外加一锅五红汤。杨夫人携一众小妾们叽叽喳喳跑过来蹭饭，吃得满头大汗，满嘴流油，直呼过瘾。杨将军和裴衍每人捧着一碗五红汤，一言难尽的喝下，日日汤汤水水，嘴巴都快淡出鸟了。天天红枣红豆，跟女人坐月子似的。世子妃，真没看出来呀，你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打得过敌人，斗得过豺狼。哪里，跟杨夫人相比，我还相差甚远，这都不算啥。最主要是杨夫人的手腕，手下这么多妾室，被你管得服服帖帖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能上战杀敌，个个骁勇善战，臂力惊人。最主要的，还不敢拈酸吃醋。主要是我家老杨给力，还说这些妾室们是我给他纳的，如何管教全在我，他绝对不敢吭半个屁，是吧，老杨？夫人说的是，世子，我长伤口还有些疼，先回房休息了。去吧。杨将军一溜烟的跑了，有女人的地方堪比修罗战场，赶快开溜，方为上策。杨夫人，你给你家夫君纳那么多妾室，你就不吃醋啊？众妾室们见状，纷纷抹嘴开溜。婢妾们吃饱了，先走一步。夫人和世子妃慢吃，慢吃哈。去吧去吧，看着就烦。不吃醋是不可能的，但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我不能让老杨做不孝之人。早些年生了俩闺女，如今也嫁出去了。偌大的将军府冷冷清清，确实该天仙难定。我婆婆横竖看我不顺眼，觉得我粗鄙不堪，肚子又不争气，我索性一次性为她纳了8个妾。杨夫人讲完，沈乔心中五味杂陈。如今的裴衍无父无母，无人催促他为夫君纳妾，两人有儿有女，倒也美满。只是往后的路，谁又说得清呢？裴衍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视线注视着他，抬眸正好对上沈乔，心里咯噔一跳。这个女人怎么用一种一言难尽的表情看着我？我就这么不值得信任吗？每一回遇到杨将军的妾室们，他总会露出这样的眼神。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？裴衍都说了，此生不会纳妾，便不会。夫妻之间最主要的是互相信任，他不能疑心来疑心去的。想通了后，他朝裴衍看去，抛了个媚眼，拨了一口飞吻。裴衍打了个激灵，落荒而逃。这个女人忒不正常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。北仓军营，周景色营帐，虽然伤口没那么疼了，但周景色娇气的厉害。大军后退1000里后，其余2国主将纷纷来找他商量对策。他以静心养伤为由，避而不见。太子妃，军中的急报怕是早已传入京城，届时陛下怪罪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自重生后，我出谋划策，才情横溢，制造出所向披靡的武器，没想到竟一败涂地。那世子妃莫非就是后来的景国皇后？我向来信任自己的直觉，若是兵败的消息传到北仓京城，太子怎么看我？皇帝又怎么看我？好不容易积起来的名声，我不想一朝坍塌，毁于一旦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太子和陛下不会怪罪，只要咱们打起精神，还有制胜的可能。太子妃，达和戎狄的主将找您商量对策，不好将人一直拒之门外，不如你在教本太子妃做事。奴婢不敢，太子妃饶命！跪下去！一个个的都来找我，我若是知道接下来怎么办，还用躲在营帐中装病？报！太子妃，军中有人呕吐不止，发烧昏迷。沈乔打了盆水为裴衍擦洗。我来吧，娘子累了一天了，辛苦了。哟，胳膊不疼啊？裴衍勾了勾唇，轻轻从背后揽住沈乔。
温热的鼻息喷洒在耳畔，湿湿痒痒的。沈乔深吸一口气，转过身子，喷起的肌肉差点怼在他脸上。你怎么将衣服全脱了？娘子，我热。热就去洗澡啊，别想些有的没的。你现在有伤在身，不能扯到伤口。可我难受，你不想我吗？乖乖躺下，我帮你如何？裴雅还没反应过来，便被女子推倒在床，亵裤不知何时被退下。裴雅的思绪被打断，呼吸猛地一滞，目光随着沈乔燃烧起来，火苗蹿得一簇比一簇高。你的伤不能……我是大夫，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。裴雅的理智荡然无存，眸子猩红，女人娇羞的小脸如同天边燃烧的红霞，似乎一并燃烧了她的理智。这点小伤小痛算什么？一日一早，裴雅殷勤地端来洗脸水，伺候她刷牙洗脸。娘子，早饭想吃什么？为夫亲自下厨房。葱油饼、小馄饨、小笼包、南瓜金丝粥、煎饺、油条。小乔啊，咱能不能少吃点？娘子都不叫了，一口一个小乔。是谁说的要亲自下厨房啊？好，我做。你在吃什么？避孕药啊？难道你想让我现在怀孕？药不能乱吃，伤身体的。不吃药也可以，下次记得带这个。沈乔摸出来2颗避孕套，扔给裴雅。你来研究一下怎么用。裴雅接过，将2只方方正正的东西放在眼前打量，好生奇怪呀，花花绿绿的，还有他看不懂的文字。他放在牙齿上咬了咬，里面软软的，也不知是啥，倒是凑近时闻到一股芳香，类似于瓜果的味道。这是何物啊？沈乔被他的模样逗笑了，捧着肚子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这个是避孕的套套，就是沈乔狠狠掐了大腿一把，憋住笑，凑近裴雅耳边，将使用方法告诉了他。男人脸色涨得通红。你在哪弄的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？这东西呢，是我从游商手里买的。他走南闯北，在遥远的西方看到这个玩意儿，一时好奇就进了些货来卖。我也觉得稀奇，这玩意儿能避孕，还不损伤身体，最主要的是一点都不破坏快感，不买白不买。沈乔满口胡诌，也不管男人信不信。你要是不会用，晚上我教你啊，不过你要乖乖躺好哟。好，你现在就教我。铺天盖地的吻迎面而来，沈乔呜呜挣扎。他刚穿好的衣服，早饭还没吃，他饿啊。我好饿呀，等吃过早饭再说好不好？为夫先将你喂饱再说。周瑾色在帐内大发雷霆，此次攻打南越，本以为胜券在握，谁曾想有沈乔的参与，竟然一败涂地。如今军中不少士兵上吐下泻，腹痛不止，他怀疑沈乔下了毒。查到了没有？到底是何原因？是不是那个南越的世子妃下的毒？肯定是那个贱人！没想到卑鄙无耻，手段下流，竟然趁咱们疲惫不堪时下毒偷袭。我军已后退1000里，他还想怎样？查，给本太子妃查！太子妃，属下已查明真相，军中将士们腹痛不止，上吐下泻，乃是误食了一种毒菇。此菇杆呈白色，伞状为红色，颜色漂亮，香气诱人。我军将士们误食后，才出现中毒症状。原来是蘑菇中毒啊！竟然冤枉了那个女人。毒蘑菇，好啊！仅仅瞬间，周瑾色心中生出一条毒计，嘴角露出诡异的笑。他喊来副将，让他们准备准备，偷袭汝南王的粮草，趁机将毒菇磨成粉掺进去。副将们大眼瞪小眼，皆不同意此计策。如今他们已兵退1000里，已经接近北仓，不如回国复命，养精蓄锐后再商量攻打西北的对策，而不是想法子使毒计，跟妇人内宅内斗似的，竟使些下三滥的手段。太子妃娘娘，如今咱们距离西北有1000里，就算是日夜兼程往西北赶，那也得半个多月的时间。汝南王世子的军队凶猛，战斗力强，世子妃还有更是神兵的武器，咱们不好冒险啊。都是懦夫，北仓阳你们一个个都是吃闲饭的。即日起，听本太子妃令，派人将毒蘑菇晒干磨粉，趁机潜入西北城内，撒进他们的粮食里。众人还在劝阻，周瑾色大手一挥，不用你们这群懦夫了，本太子妃亲自去。众副将主将们低头不语，心想你去就你去，如果太子殿下问起来，他们就说拦不下。见状，众位副将们又抹着鼻涕跪地劝解，声嘶力竭，哭得就跟死了爹妈似的。诸位不必劝解，
本太子妃心意已决。他是天道的宠儿，老天爷给了他重生的机会，便不会让他轻易的死去。先知的能力让周瑾色狂妄至极，就连北仓的皇帝都奉她为神女。刘成受了重伤，经过裴衍的救治，如今总算能下床活动了。几人围成一堆，唾沫横飞。你们是没看到啊，就杨将军那个姨娘，2个倭瓜锤下去，北仓的太子妃摔了个狗吃屎啊！这一嘴泥的模样，好不狼狈。人人都说他骁勇善战，足智多谋，谁知道是个花架子。但人家的美貌是武器啊，要不怎能迷得北仓太子和皇帝神魂颠倒呢？哎，你们说他不会是同时伺候俩父子吧？不然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人怎能披甲上阵号令3军呢？你这么一说，倒是有点可能。莫不是那父子俩昏了头，被一个女人忽悠的团团转？沈乔听得津津有味，他一直以为八卦是妇人专属，没想到一群大老爷们聊嗨了，不属于农村的 CBD。哎，你们从哪听来的谣言谣语啊？沈妹子，不，世子妃，您坐。哎，少恭维我了，就是身份上的名称不同而已，咱们还是一个村的人，和平常一样就行了。俗话说，无风不起浪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既然有谣言传出，那肯定是有此事啊，不然贵为一国之君，怎么事事都依着自己儿媳妇？你们不觉得古怪吗？或许人家聪明绝顶，知道一些这个世界上未知的事情，比如10发连弩，比如火冲，咱先前见过没？闻所未闻啊。可这个太子妃偏偏就制作出来了，怎能不受皇帝重用啊？拉倒吧你！贵为一国之君，手底下的文臣武将、有才的幕僚，哪位不比女子差呀？偏偏他制作出来的火冲就受了重用，还神女。世子妃，俺不是说你啊，你是真正的神女，那个什么太子妃就是花架子，跟你可没法比。继续说，我听着。裴衍刚为受伤的士兵们包扎好伤口，揉了揉酸痛的肩膀，在一群糙老爷们中看到了一抹红，仔细瞧，这不是沈乔，他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还盘着腿扎在男人堆里，有说有笑，丝毫没有避讳。过来。沈乔拍着大腿嘻嘻哈哈，压根没听到裴衍的声音。他实在佩服刘成的想象力，这人不去说书来当兵，实在可惜。偏偏这个时候，张玉从营帐中跑出来转悠，扯着身上的新衣裳，不停地撩来撩去，围着裴衍转了一圈。你说这个张铁兰到底啥意思？一边让沈乔送来和离书，一边给老夫做衣裳，欲擒故纵，还是对老夫余情未了啊？裴衍不搭话，径直越过他走了。今晚上给你们几包火锅底料，你们围着锅涮肉吃。哎呀，沈妹子，你真是个大好人呐！没想到背井离乡也能吃到火锅，这可是咱家乡的味道。突然一抹高大的身影笼罩下来，嘻嘻哈哈的笑声戛然而止，齐刷刷仰头看去。快，下雨了，赶快回家收衣服。几人一溜烟儿，脚底抹油跑得飞快。哎，哪来的家呀？收什么衣服？哪儿下雨了？世子爷是个醋坛子，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的，可了解他的德行了。这妹子跟咱们一起说说笑笑，他8成是吃醋了。这个时候不走，往枪口上撞的就是傻子。偏偏张玉这个傻子往枪口上撞，扯着自己的新衣裳，挤在裴衍和沈乔中间，没好气的翻白眼。才半日不见，又腻歪在一块儿，有没有考虑过老人家的感受啊？裴衍直接无视他，目光灼灼地看向沈乔。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，这女人对着我就没有笑得这么灿烂吗？结果对着别的大老爷们拍着腿哈哈大笑，毫无形象可言。哎呀，还能干嘛呀？当然是聊八卦了。张玉夹在中间，尴尬又窘迫，但他不想灰溜溜的走，这样显得没面子。你若回去，可以告诉张铁兰，她做的衣裳很舒适，我很喜欢。那什么和离书，我是不会签的，让她死了这条心吧。裴沈二人相互看着对方，尤其是裴衍接收了沈乔的媚眼之后，浑身打了个激灵。咱回屋吧，我给你捏捏肩膀。好，你俩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欺负老人家是不是？看到没？我身上穿着新衣裳，是我家张铁兰做的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什么你家铁兰做的衣裳？你不声不响，一走了之，和离书也不签，怎么好意思一口一个你家铁兰？老渣男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你自个儿捏肩膀去吧。裴衍满脸阴郁，冷冷地瞥了张玉一眼，大步追了上去。张玉摸了摸鼻子，看天看地看月亮，这俩小年轻成天的欺负老人家，一言不合就在他跟前秀恩爱，回回将他喂得饱饱的。等结束了战争，他要一步3叩首求张铁兰原谅，然后腻歪在一起，齁死这俩小年轻。世子爷和世子妃伙食不错呀，也不知道心疼老人家，吃还堵不住你的嘴。今日城内发现了一支奇怪的商队，各个村落收购红伞白杆的蘑菇，3文钱1斤，价格高的吓人呐。
不少百姓进山采蘑菇，全都卖给了那支商队。红伞伞，白杆杆，吃完一起糖板板，水关关，糖板板，吃完一起埋山山。什么糖什么板？这个意思就是说红伞白杆的蘑菇有毒，简而言之就是人吃了会被毒嗝屁。他们收购有毒的蘑菇干嘛？还能干嘛呀？肯定是干坏事啊。裴雅眉头紧锁，过了会儿差人进来，你们派人紧盯那支商队，有任何动静提前来报。是世子殿下。此人是13暗卫中的最末尾，黑13。自从知道裴衍的身份后，除了比较二的黑2，陆慎行身边的黑1、黑3、黑4、黑5，其余人全部听从裴衍调遣。对了，你将那些红伞白干的蘑菇收购下来，让世子殿下研究研究，有没有攻克此毒物的解药。是世子妃。沈乔担心敌人使诈，不管是敌国也好，南越国派来的也罢，多做一些防备，多一份安全。裴养关在屋内研究了3日，终于将红色白杆的解药研制出来。这时黑13慌慌张张地跑来。何事慌慌张张？世子，那支商队果然有猫腻，趁着昨日狂风大作，竟然爬上山头，将毒粉顺着风向洒去，百姓们呕吐不止，高烧不退，怕是跟毒粉有关。营帐内气压低沉，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紧张的味道。三国联合的10万大军驻扎在城外100里，今日城内百姓中毒，绝非偶然，怕是北仓使了毒计，趁城内百姓和将士们中毒之时，联合攻城。他们如何得知10日后会有狂风的？10日之前收购毒蘑菇，怕是早就知道10日后会有狂风，就连风向也摸得一清二楚，实在诡异至极。你是如何得知会有狂风来临的？这有何难？老人常言，云往东一阵风，云往西披蓑衣，云往南水连连，云往北一阵黑。他才不会告诉他们，他是靠空间里的天气预报才得知狂风会来临。哼，你何时学会观气象了？这女人给人的惊喜是越来越多呀。我不是跟你学的吗？逃荒时你说过蚯蚓现风雨出，果然就下雨了。所以这些老人的谚语要多学，关键时刻都能用得上。哦，跟我学的？是啊，现在不是讨论天气预报的时候，三国大军怕是要联合攻打了，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。别人找上门来了，自然是关门打狗喽。真以为他的10万大军都中了毒，三国主帅竟然听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人之言，完全不查明情况。他只需在城内使个障眼法，照顾中毒的百姓，他们便以为所有人都中毒了。笑话！哎呀，你们夫妻俩秀恩爱时能不能分个场合呀？两人这才尴尬地移开视线。看你如此笃定，想必已经有了对策。当然，为了城中百姓的安全，本世子即刻点兵出城杀敌。哼，射周鹏有什么用？毒一时半会儿解不了，咱们要趁机攻打。要不要放信号弹？等我出了城再燃放。出城异常的顺利，周瑾似总觉得太过顺利，反而有些不自在。但想到胜利在即，眼底又闪烁着激动的光。快放信号弹！随着天空一声炸响，裴眼勾唇，笑得肆意。不可能，本太子妃怎么可能会败？我才是天道的宠儿，老天不会白白让我活过来的，我不可能败，不可能！果真是个我见犹怜的美人，即使狼狈不堪，看一眼忍不住拥在怀里怜惜。你就是景国皇后？什么景国皇后？她什么都不知道，终究是我占了先机。只要本宫不死，尔等终究是陪衬。这人也太自负了吧！莫不是仗着自己是穿越的，或者是穿书的，先一步掌握了结局，所以行事作风才狂妄自大。若我现在杀了你，你还能占领先机吗？你不能杀我，只要别杀我，我便为你算一命，如何？如今狼狈之际，先忽悠住面前的女人再说。你是重生的还是穿越的，亦或者是穿书的？他怎么能猜到？你好像很吃惊啊，莫非我猜对了？那你到底是哪一个呢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吃惊只是因为你说的话太过古怪。是吗？即便我不变。啥？霸道总裁小说梗开篇一章霸气回国，偶遇女主分分合合。接。周瑾色无语。帅气男主9个商业巨鳄，8个不近女色，7个家族联姻，6个出过车祸，5个和女主年幼见过还装没见过。男主4个姓沈，3个姓傅，2个姓欧阳，剩下1个姓什么？接。这人莫不是比我还疯？看来你不是传书的，那就是重生的喽。那又如何？自古以来只有凤凰才能涅槃重生。我告诉你，乖乖的放了本太子妃，
否则遭天谴。沈乔终于知道周瑾色的迷之自信来自哪里了。作为一个重生的古代人，自然以天意为重，认为只有凤凰才配涅槃重生，而他如今当了太子妃，便是妥妥的真凤凰。将他关押起来，看看他在北仓国值多少筹码。沈乔过来时，裴衍和张玉收到了来自锦城的书信，这才知道北仓说服三国联合攻打时，夏侯渊竟然跟南越帝合作，带兵攻打锦城。好在王氏亮相，以王家最难破的鹤翼阵逼退夏侯渊，不过人身受重伤，至今昏迷不醒。望汝南王大捷后迅速赶来，张玉赶紧将书信藏起来，心虚的让了个凳子。汝南王妃，您坐。今天张玉咋那么客气？张玉拱手告退。你俩不对劲啊，有啥事瞒着我？哪敢瞒着你啊？你有事找我？我瞧着大家饮水都是往山上跑，要么挑了河流上游的水食用，灌溉时也是，这样费时费力不说，饮用的水也不干净。我想带领大家挖井。挖井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？再说了，军中也没有会挖井的人才啊。他想急着回锦城，如今王氏昏迷不醒，万一沈乔知道了，岂不是炸翻了天？两个孩子远在锦城，他也不放心，当务之急赶快回去将王氏救醒。怎么，夫君小瞧我啊？虽然我不会挖井，但方法多多少少掌握一些，只要找准合适的位置，再用合适的工具，打起水井并不难。娘子会打井？不会。俗话说实践大于理论，不会挖井咱就学，总是靠脑子空想，却不实际行动，所有的实践验证都是空谈。我很多东西都不会，都是现学现卖。我打算悄悄回锦城，有些事需要处理。就在刚才，他心底悄悄有一个主意，让沈乔留在这儿。王氏昏迷，若夫妻二人同时回去，恐怕会引起北仓的注意。南越帝虎视眈眈，平城的事还没安排好，必须要有人坐镇。怎么啦？为何这么急回去啊？是不是锦城那边出了什么事儿啊？是有些小事情，陆慎行处理不了，必须要我回去。再说了，奶奶和两个孩子在锦城，我也有些放心不下，想去看一看。沈乔抿唇不语，在思索裴衍话中的意思。娘子，你待在平城，帮我处理后面的事宜，如何？啊，交给我？这，你们男子最讨厌女子干政了，你交给我，不怕手下的人反对啊？说你昏庸。他们那是嫉妒我拥有那么好的娘子。我怕我不会处理。没关系，张玉会留在这里辅助你，杨将军和杨夫人也会帮助你。我不在期间，一切事宜听你指令。男人的话令沈乔震惊，更多的是不可置信。谨遵夫君命令，保证完成您吩咐的任务。难得看你一本正经的样子。夫君吩咐的大事，当然要正正经经的办了，这可不能嘻嘻哈哈的。对了，你告诉奶奶，她给的芦叶枪可破千甲，我靠它一举回马枪斩杀敌军将领，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威风过。裴衍眸子微敛，淡淡道：知道了。某天，沈乔正在观察地形，地牢有人来报，说周瑾色嚷嚷着要见他。世子妃，北仓来人了吗？为何还不放我出去？其实他心里也没底。每过一日，他在墙上画一道划痕，整整画了30道，还没有等到北仓的人来。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？笑声凄厉，那一刻周瑾色的心好像坠入冰窖，从心顶凉到了脚尖。周瑾色擦干泪水，他站起身来，与沈乔平视。世子妃，我要跟您做一笔交易，只要您放了我，绝对不亏。什么交易？这女人阴险狡诈，莫非以交易为借口试图逃走？你要答应我，将我接出牢房，以贵宾礼相待，我便告诉你。你还未曾说出是什么交易，便让我将你接出牢房，以礼相待，真当我是傻子？如果说出来，你不可出尔反尔。说出来我才能考虑，你才有翻身的机会。你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。周瑾色抿唇不已，沈乔等得不耐烦了，轻嗤一声，转身离去。等一下，我告诉你，西北狼山有煤矿，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，我便告诉你具体的位置。你说西北有煤矿就有煤矿，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你先告诉我煤矿的位置，等我确定真假后，必定以贵宾之礼相待。周瑾色皱了皱眉，有些犹豫。须臾，他试探问道：世子妃，我想问你，如果女子需要美容养颜，脸上需要敷些什么？沈乔挑了挑眉，周瑾色明显在试探他。当然是面膜了，这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？周瑾色浑身一震，食指微不可察地颤了颤，内心波涛汹涌地翻滚着。他的直觉果然准确，沈乔就是以后的锦国皇后。他决定跟沈乔绑在一条船上，即便他失败了，还有未来的锦国皇后拉他一把。
希望这条粗大腿抱得不晚。周锦瑟深吸口气，将西北煤矿的位置告诉了沈乔。沈乔眸光诧异，这女人竟然轻而易举地将此事告知了他，就不怕他出尔反尔？我信你，就算你不按照我的条件做，我也不会怨你。自古成王败寇，是我不自量力，妄图超越你，挑衅你，落得这般下场，是我咎由自取。你吃错药了，还是在耍什么阴谋诡计？好端端的怎么服软认错，态度180度大转弯？两人可是敌对关系，我可不相信周景色会无缘无故认错，傻子都不信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我只想回到北仓，看看我的姨娘。从牢房出来，沈乔马不停蹄地赶往周锦瑟所说的狼山，赶紧拿出铁镐开挖。果然，脚下大片黑色的渣渣，拿出一块最大的仔细瞅，竟然是最好的无烟煤。哎呀，发财了！不得不说，周景瑟的这笔交易诚意十足啊！这么一大笔巨大的财富，竟然拱手相让。1个时辰后，沈乔喜滋滋地来到牢房。快，将太子妃放出来，派2个丫鬟给她梳洗打扮，选一间最好的客房。看沈乔快咧到耳朵根的嘴角，周锦瑟就知道此事成了。缓缓抬步走出牢房，外面的明亮刺得他睁不开眼，又酸又痛，眼泪直流。还有怎么哭了？能不能先给我弄点吃的？你去帮北仓的太子妃端一些饭菜来。是。周锦瑟吃饱喝足后，泡在温热的浴桶里，发出一声喟叹，这才叫活过来了。太子妃，我们汝南王妃有请，请您沐浴过后到前厅喝下午茶。知道了，这就去。前厅内，太子妃莫要客气，请坐。周锦瑟缓缓坐下。沈乔为何如此客气？难不成真的将我当成座上宾，以礼相待？看来他还挺守信的吧。这也说明狼山确实有煤矿，还不少。我这个人呢，也并非见财眼开的人。你说出了狼山煤矿的位置，为了共赢煤矿开采后所赚取的财富，我分你2成利。什么？周锦瑟大吃一惊，对方竟然要分他狼山煤矿的2成利润，他没听错吧？天上掉馅饼的事儿能砸到他头上？有那么吃惊吗？我只是觉得没有共同的敌人，只有共同的财富。如今你回了北仓，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名声，皆都是一落千丈，恐怕再无你立足之地。但你就想这么算了吗？周锦瑟一怔，他是不甘心，等了那么多时日，夏侯琛的一丝音信也无，他的一颗心如坠冰窟。看看吧，今日一早北仓送来的降书降表，也愿意归还南越的城池，但字里行间从未提一句北仓太子妃。你的那个太子根本不在乎你的安危，说真的在乎，一定会言辞警告我们，不可动你一分一毫。但他什么都没说，很明显已经放弃了你。沈乔的话犹如一把锋利的尖刀，狠狠刺进周锦瑟的胸膛。据探子来报，你的嫡姐1个月前丧夫，未出孝期竟然住进了太子府，理由是庶妹被俘，太子殿下伤心不已，茶不思饭不想，他身为嫡姐前去安慰身为太子的妹夫。周锦瑟只觉得自己的心脏被插满了利剑，痛得他无法呼吸。你伤心个嘚儿啊！为狗渣男伤心不值得，男人哪有银子想？快点签字吧，2成利润的金山银山，别人想都不敢想。周锦瑟还在伤心，泪珠子啪啦啪啦往下掉。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我送你一句顺口溜：含恨重生又归来，一朝回到豆蔻年，血海深仇藏心间，手撕渣男小白莲。拿着钱涅槃重生，一朝归来，杀的渣男白莲片甲不留。你说的对，我一朝重生就是手撕渣男虐白莲来的，怎能伤心颓废？周锦瑟毫不犹豫地签了字，将2成利润改为1成，压下心中的苦涩，镇定自若。你说的对，为渣男哭泣不值得，2成利润太多了，我只要1成。希望汝南王妃能够成为我周锦瑟的后盾。同样的，若你需要我帮忙的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成交。重生女能够窥探天机和结局，这样的人能够化敌为友，最好不过。沈强马不停蹄地组织煤炭开采工作，张宇随他来到狼山，当看到半土半黑的石头时，惊讶得合不拢嘴。他直勾勾地望着沈乔，莫非你才是神女下凡？姬靖川取了个什么宝？会做火锅，能打能斗，制造杀伤力强大的武器，如今又发现了煤矿，简直是老天送过来的制胜法宝啊！我乃9天玄女下凡间，王母娘娘派无下界惩恶扬善，拯救苍生。我乃……行，
行了。话未说完，被张玉不耐烦的打断。夸他胖，他还喘上了。是你说我是神女，我承认了，你又不耐烦，啥个意思啊？我不跟你计较，谁让老头子是臣下呢？王妃娘娘恕罪，老头子不该不耐烦。说实话，这座煤矿山的地理位置是北仓太子妃告诉我的，北仓称她为神女也不为过。既然她有如此能耐，便不能放回北仓，收为己用才是关键。将人收为己用最稳妥的方法就是让汝南王娶了她。张玉嬉皮笑脸的将这事儿说出来。你虽然年纪大了点儿，但年纪大会疼人，身边又没别的女人，张铁兰又要跟你和离，不如你娶了她吧。王妃莫要开玩笑，老头子半截身体埋入黄土的人了，怎么能娶娇滴滴的美人呢？是你先给我开玩笑的。张玉一怔，还想再劝，沈乔直接丢下一句：一山不容二虎，除非一公和一母。若你再劝，我就给你30个8个女人，让你跟张铁兰一辈子没可能。王妃，小老头知错，以后再也不会提此事。如果有人不知好歹再提，小老头第一个打过去。行了行了，少废话了，事不宜迟，尽早开采。沈乔心情颇好，哼着小曲儿踏进将军府，刚走到一半，被突然出现的周景色吓了一跳。你干嘛？大晚上的穿一身白衣服，脸色又阴又白，吓唬谁呢？小唐，王妃，奴婢在。不是让你寸步不离跟着太子妃吗？你跑哪里去了？怎么能让她大冷天的站在这里吹冷风？奴婢知错，请王妃恕罪。她刚才肚子痛，是我自己跑出来找你。一天到晚被小桃跟着，走哪儿跟哪儿，这种被监视的感觉忒不好受。他就下了少剂量的毒蘑菇粉，只会拉肚子，不会虚脱。你一向身强力壮，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拉肚子啊？去找个大夫瞧瞧，万一沾染了不该沾染的东西就不好了。